不住了，三位，你们的要求实在办不到，办不到，那就不准再弄死人，敢再弄，看老子敢不敢砸了你这一堂！真是抱歉的很，恕难从命。要不街坊们去县衙问问，如果县令大人不允许，咱们肯定不会再犯。这会儿在厨房忙碌的孙老爹和孙老娘都赶过来了，一个抄着切菜刀，一个抄着擀面杖。后面的赵三秦和张连娘两人，一个拿了根烧火棍，另一个借了芙蓉娘的手术刀，两人虎视眈眈的看着三个闹事儿的人。欺负人啊！一堂欺负老百姓啊，不给老百姓活路啊！哎呀，都来看看，这是什么一堂？分明是个土匪窝呀！什么东西？吓唬老娘是吧？老娘吓人的时候，你他妈的还在你娘肚子里面没出来呢！你个狗娘养的小毛孩子！今天不拿银子来，这事儿没完，老子一刀一个活劈了你们，信不信？有几个大夫想上前来理论，都被杜一周使眼色给制止了。老太太和夫人脏话丑话骂得那叫一个难听，不久走了进来。这是干什么呢？都在这里看猴戏啊？啊，是刺史大人，还真是刺史大人。这是怎么啦？赵三秦无知者无畏，十分嘴快的叭叭叭把三人闹事的事情绘声绘色的讲给大家听。原来是几个刁民闹事，来人带出去，乱棍打死，或远点儿，别脏了顾小神医的地儿。饶命啊！大人饶命啊！不干小民的事儿，是王老三非要让来的，说能要到一大笔银子。不是我，不是我呀！饶命啊！小民错了，再也不敢了，大人饶命呀！刚才还撒泼打滚的三个人，立刻哭得眼泪鼻涕一大把。公公稍等，本官治下出了这等刁民，实在惭愧，可否把人交给本官处置？几个刁民而已，无足轻重，黄公公也不会驳了成刺史。送县衙，让周县令各打50大板，再关几天。衙役们把人押走，一堂外面本来有很多看热闹的，热闹也不敢看了，一哄而散。不错不错，顾小神医这里真的挺像样子的。那是当然，您住这屋，荣娘姐姐，你去准备青霉素，给这位输上。芙蓉娘应一声，去准备了。禁军们很快把这座厢房严严实实的围起来，里里外外把守这么严密，我的病人都不敢上门了。我一堂上上下下那么多人要吃饭呢，损失怎么办？小神医不用怕，这边的损失还有王爷的诊费，朝廷少不了小神医的。公公你要照顾王爷，不如也住这边好了。行，打扰顾小神医了。我们这儿可暖和了，保准您住得舒服。杜老，麻烦您开一副湿热下痢的药方来，明天你亲自看着熬好了，给这位大人端过来。顾小神医不亲自开方子。郑太医令跟他一路同行，都没发现他的病，顾九一眼就看出来了。加上顾九的名声，黄公公心里对顾九的医术特别信任。放心啦，您是小毛病，发现的早，杜老没问题的。老夫住哪里？您老也要住在这儿啊？郑大人奉旨监督王爷手术，并查看青霉素的功效，自然住在一堂比较合适。咱们这儿还有空房吗？还有这些禁卫军的住处也得安排。他们不住客栈吗？我这里都住满了。要不腾出病房来给大家住？顾小神医放心，住宿费咱家会按外头客栈的价格给你的哟。顾九头疼，让他去哪儿给这么多人找地方住啊？会在这里住院的都是必须住院的人，让谁腾地儿都是折腾人。我这儿可比外头的客栈好多了，被褥都是新做的，每间屋子都烧着火墙，特暖和。病人住院每天1两银子的住院费呢。你呀，行，1两就1两。顾九这才不情不愿的应下。女部那边3位是剖腹产，1位是阑尾炎，也都4、5天了，可以接回去养着，路上慢着点也不打紧。还有4个小儿肺热的也都稳住了。咱们的大夫们辛苦一点，每日上门去给检查用药。南部这边外伤多点，除了2个骨折的不好移动，其余的也都能派大夫去加重护理。前面诊堂可以贴出告示，最近除非性命攸关，暂不接诊。他们虽然还不知道来人身份，但看着满院的禁卫军，也知道是不能得罪的人，只能是自己人受点累。我擅长妇人科，2位剖腹产的妇人，我可以负责照看。小儿科我有些涉猎，可以负责2个小儿肺热的患者。我全科照料那位阑尾炎的吧。那我就和连娘跟着患者走一圈，认认门，挨家挨户的给输液吧。顾小神医这里都很能干嘛，不错不错。顾小神医这里人心真齐呀，人心齐泰山移。顾小神医
注定能做成一番大事业呀。顾九笑纳了他的赞美，突然想起什么，招手让陈明谦和刘芳林过来，比着正太医令给两人介绍。这位是太医署正太医令，你们两个来拜见吧。他们两个都是宣州医署的学生，可优秀了，您老将来可得好好照顾照顾。陈明谦和刘芳林忙过来拜见。你们既然是医署的学生，怎么跑这里来了？学生是顾先生座下大弟子，奉医令大人的命过来跟随顾先生学习的。学生也是顾先生的弟子，同样是奉医令大人的命过来随时学习。不，俺还没开山，没有收弟子。那就好好学，别丢了医署的脸。是。王爷，来，输药了。术前先给您用点青霉素，以抵抗您身体滋生的细菌，这样就能够降低您术后感染的几率。看到荆州王和孙老都一副听天书的样子，又说道：听不懂吧？听不懂就对了。你们知道伤口处理不好是会化脓的吧？简单的来说，这种药就是让您将来的伤口不化脓的。荆州王斜瞥一眼顾九，确定了，这小东西看他不顺眼，跟他说话从来都不会好声好气。好了，今天输1瓶，明天2瓶，这几日要吃好，吃不进去就慢慢来，少吃多餐。我会让厨房那边给你开小灶，做一些您能吃的。黄公公，伙食也是要算钱的哦。那是自然，还有禁卫军的伙食，这几日拜托了。好说好说，付钱都好说。出了门，顾九就让芙蓉娘坐马车去一趟五里坪，再找一些人手。这么多人的饭，光孙老爹夫妻俩可是忙不过来。第二天，陈医令带着邓先生和刘先生一起去医医堂拜见太医令。你们在宣州城就没听说过这种药？你等掌管宣州医署，应该对宣州地界新出的药了如指掌才行。为什么宣州出了新药的消息会经由刺史府上达？大人您误会了，第一瓶青霉素就是由我等和顾小神医一起制作出来的，只不过还没来得及上报。你等亲身参与了，竟然不上报太医署，功劳倒是让别人抢了先。青霉素问世时间短，没有大量病例支撑，我等怎敢上报？原本想着再收集一些治好的病例再报到上边，哪知程刺史这边竟然先报上去了。医堂开堂接诊之前，只有3例青霉素治好的病例，人数太少，而且没有出现对青霉素过敏的人，也不知过敏症状是什么样的，会不会危及性命，加上制作也不够成熟，一个环节注意不到就会失败，所以没敢轻易上报。三人这么一解释，正太医令总算理解了。他当然知道，一种新药得经过反复试用才能推广。但既然你们也参与制作了，那青霉素的方子应该也知道。陈医令一听就明白正太医令的意思，这是太医署也想分一杯羹。方子是顾小神医出的，程刺史和顾小神医合作，每年分1成的利润给顾小神医。除青霉素外，还有小儿打虫药等4种针对小儿病症的成药方子，今后每年会另加至少1种的药方。你是说让太医署也和顾小神医合作？天下那么大，程刺史的药署人力不足，仅提供宣州、荆州、齐州、梧州等附近州府的药都已经很艰难了，军中光青霉素一项用量就会很大，药署完全没有能力接下来，军中的供应肯定得由我们太医署承接。顾小神医的方子都有奇效，若太医署能与顾小神医合作，收益一定不菲。本官回去商量了太常寺卿再决定。太医署是太常寺下辖的衙门，大的决策还得通过太常寺。这2日我正闲着，给您老做一些补中益气丸，主要是温补脾肾的，对您老的身体有好处。我说过要让您老活到100岁的，可不会食言。我可也没忘呢，你可不能混赖过去。放心，我是个有节操的人，说话算话。这2日太冷，老师您腿不舒服就不用去学里了，那边的课我给他们上，散学后再过来听老师讲课。那行，那边就交给你了。以谢战的能力给学生们上课完全没问题。九娘好像长高了点。真的啊，原先我才到你的肩膀，现在到下巴了。可喜可贺。我中午要回来吃饭，家里的饭好吃，我要多吃一点长高高。好啊，中午让娘做点好吃的。其实我们九娘高矮都好，我一样喜欢，只要是九娘怎样都好。那是当然的，我这样优秀的人，但凡你下手稍微迟点，就指不定被谁抢走了。是，感谢九娘选择我，是我知幸。西战，
你最近甜言蜜语这么多，你学坏了。哪里是甜言蜜语，明明是肺腑之言，发自内心，由衷而发。还真是发人深省，振聋发聩呢。我在跟你表忠心呢，小混蛋，是不是要我再说几个有关的词语？走吧，我该去周学了，再不走该迟到了。谢战去周学，顾九坐着马车慢悠悠地往一堂去。顾小神医，能借一步说话吗？顾小神医，麻烦借一步说话。顾九见他不想让周大春听到，就干脆的让周大春先回去。顾小神医，救命！快起来，灯下过雪，地上凉。顾小神医，求你救救我，求你了！你怎么了？不说清楚我怎么救你啊？少女咬咬唇，下定了决心似的，把自己的袖子撩起一点，伸手进去让顾九诊脉。顾九手一搭上，片刻就知道他怎么了。你有孕2个多月了，找我是想干什么？安胎的话，随便找一家药堂都能够开安胎药。真的是孕脉。好像一丝希望破灭了似的，神情满是绝望。顾九看着他，点点头。这孩子我不能要，您帮帮我。你想让我怎么帮你？给你1包落胎药。求您了，我没办法，求您帮帮我。你确定没办法？孩子爹怎么说？你家里人知道吗？您帮帮我，我是真的没办法了。你若是不帮我只有死路一条。打胎可是很危险的，万一大出血就是要命的事。我作为一个大夫，不能做这样害命的事。要不你再想想，不行和你家里人商量商量。不行，我不能让人知道。小神医，我实在是没办法了，找您是因为您也是女子，不然我真的想死了算了。您就给我1包药吧，是死是活我绝不会怪您。顾九也猜出这少女怕是未婚先孕，担心坏了名声，才想办法打掉胎儿。为什么不赶紧成婚？成婚了就没事了。我没办法，你就给我1包药吧，求您了。顾九叹息，也说不定这姑娘遇到歹人了，或者父母不同意亲事，走到这一步也挺可怜的。那好吧，你先回去，中午我配好药，咱们还在这儿见面。你要记住，到时候吃了药一定要有人在身边照看着，一旦大出血不要硬挺，赶紧叫大夫。谢谢您，谢谢顾小神医了。顾九摇摇头，也不知道哪个混蛋把人姑娘害成这样，扭头要走，又停下脚步说道：如果你们是两情相悦走到这一步，那么把你害成这样的混蛋不能嫁，自己造下的孽让你一个姑娘自己解决。自私懦弱没担当，不是良人。就算你为了生育不得已嫁给他，那也是一辈子受苦的事。但顾九中午揣着做好的堕胎药，到了拐弯处的时候却没见到那少女，一直等到周大春来接她也没见人，只得先回去。怎么这么晚？手怎么这么凉？穿的少了？遇到个患者，约了时间却没去，也不知道出了什么事。你傻呀，不会让别人帮着带句话就一直傻等着。以后遇到这种不守约的人就不要管了，别为了别人把自己身体冻坏了。顾九没办法把少女的事情跟谢战说，只得老实听他唠叨。病人都回去了，那边也没啥事儿，下午就不用去了吧，天寒地冻的，来回跑太折腾人了。那边留有人，你就不用过去了，最近天天忙，也该歇歇了。顾九就同意了。那边就黄公公和荆州王2个患者，却有正太医令、陈明谦、杜一舟、傅荣娘，这么多人照看，他去不去也无所谓。打扰你睡午觉了，对不住了。燕娘姐姐这会儿过来，可是有什么事吗？是药署的小儿打虫药做好了，今日家父找了几个孩子试药，请你去看看呢。万一有什么问题，也好及时解决。陆东家订的青霉素也做好了，想趁着年前运回荆州，顺便带些小儿打虫药，催得急了点儿。外面冷，事情办完呢，可要早点回来。知道了，娘。如果回来的早也别去周学接老四了。他那么大一个人了，还能丢了不成啊？外面那么冷，别逗留太长时间了。好的，我知道了。娘，您还没老就这么唠叨。谁唠叨了？你个小没良心的。顾九吐吐舌头，和程燕出门去。你婆婆对你真好啊，亲闺女似的，你可真是好夫妻。我还真是忘了那是婆婆，不是娘。唉，我可真是羡慕你啊，夫家人都善良好相处。你看我们这样的人家，看似锦衣玉食，嫁了人，谁知道日子会过成什么样？出了门呢，一个个的都光鲜的很，谁家里不是斗得乌眼鸡似的？那你干脆嫁我家里来呗，正好我5个还没定亲呢。说真的，我5个你也见过的，外表看起来憨憨的，其实人可聪明了，真正的大智若愚，而且前途远大，也没那些花花心思，绝对是个能托付的人。你可别瞎说，婚姻大事都是父母之命、媒妁之言定的，哪是自己能做主的？姐姐这么说不是自己不乐意，
而是要听父母的，只要父母同意你就没意见了。不是，哎呀，你可别瞎说。家里祖母严厉，给他看的人家都是高门，谢家再好也入不了祖母的眼。程燕心里叹了一声，他其实没有非要高嫁的念头，只是生在这样的家里，注定婚姻要受人摆布。对了，荆州王的手术哪天能做呀？后天吧，如果没什么意外就后天手术。真想去看看手术是什么样的。还是算了吧，刀划在身上，血乎乎的都冒出来了，然后胸膛打开，里面的什么心啊、肝啊、肺啊的都露出来了，还会动，我担心你到时候会吓得晕过去。快别说了，我不去了。到了药署，陈依令3人给20来个小患者都检查了身体，都给发了打虫药，今天晚上让服下，第2天观察效果，而且人得留在药署住1晚。怎么样，王爷还好吧？手术没问题，接下来就看他自己身体的抵抗能力了。说他能够熬过5天，差不多就可以活下来了。他的胃切除了一部分，伤口没有长好之前什么东西也不能吃，你可别偷偷弄吃的给他，不然后果自负。出去扔瘤子的邓先生又进来了。九娘，衙门有人找你，问手术做完了没有？如果做完了，能不能抽空去一趟县衙？知道了。今日要为荆州王手术，别人不知道，但程刺史和周县令这样的地方官员肯定是知道的。知道还来找他，一定是发生了什么事儿。顾小神医来了，请坐。这2位是刺史府王司马和夫人。顾九冲2人颔首。司马是刺史左官，宣州是中州，中州司马是正6品官员。王司马冷厉的眼神看一眼顾九，我认识你吗？那眼神是什么意思？这时候打扰顾小神医，情非得已，因为出了命案，请顾小神医过来了解点事情。前日王大人的千金突然自缢而亡，身边的贴身丫鬟何香害怕家族责罚，发现主子自缢就偷偷逃了，今日才抓回来。顾九看一眼小丫鬟何香，再看一眼严厉的王司马，有点理解他为什么逃跑了。主人家看起来这么凶，换哪个小丫鬟也害怕。何香说他们家大娘子死前曾见过顾小神医，所以才请你过来问问情况。王家大娘子？我近日就见过程刺史家的大娘子，另外还有个陌生女子，难道就是王大娘子？她死了？别装糊涂，我家陈娘和你说了些什么？她到底怎么死的？我装什么糊涂啊？我又不认识你家陈娘舅娘的，她怎么死的我怎么知道？我儿临终前就见过你一面，是不是你说了什么羞辱她的话，才让她自缢的？本官不问你问谁？顾九还没吓到，王夫人就身子抖了抖，像是吓到了一样。见我一面自缢就跟我有关了？那你们不是天天见，怎么就不是因为你相貌太丑脾气太臭才吓得你家大娘子自缢的？何况我见的那名陌生女子是不是你家大娘子还不一定呢。你可知道你跟谁在说话？你自己都不知道你自己是谁吗？得失忆症了，不巧得很，这病啊我治不了。本官是朝廷命官，岂能任由你不敬？王大人且慢些生气，顾小神医的话有道理，顾小神医见过的陌生女子是不是令爱还两说。你说说，你怎么知道你家大娘子临终时见过顾小神医？你家大娘子告诉你的？那天大娘子带着奴婢出门，到了1堂附近，大娘子打发了奴婢去买4季香和马蹄糕。奴婢回来的时候，看到大娘子和顾小神医在说话，奴婢还没走到跟前，两人就分开了。事后奴婢就问大娘子找小神医什么事情，大娘子说是捡到了顾小神医掉的荷包，才说了2句话。你怎么知道和你们大娘子说话的是我？奴婢有次陪着大娘子去刺史府找程大娘子，看到您从刺史府出来，后来听人打听了，才知道您就是顾小神医。顾九点点头，这才明白了。要不先让顾小神医见过令爱的仪容，确认一下顾小神医那日见到的是不是令爱。哼，那就去看。人在哪里？在停尸房放着。人什么时候没的？确定了是自缢而不是他杀？目前看来像是自缢。几人一起来到停尸房，走了进去。值守的衙役去掀开靠近门口那具尸首身上的白布。顾九凑过去看他的脸，我前2日见到的就是他。顾九伸手扒拉一下女尸的衣领，露出脖子上的勒痕，果然像是自缢的。又伸手进衣服里仔细摸摸肚子。王司马怒目而视，你干什么？顾九白他一眼，他当然是看看孩子还在不在。运2月余不好从外面摸出来，顾九又让系统扫描一下，得知胎儿还在王大娘子腹中，当然已经是死胎。大人您好奇怪，令爱人又不是我杀的，就因为我见过他一面，您就这么咄咄逼人？您这样的态度倒像是我杀了他似的。周县令头疼，一个脾气暴躁
另一个寸步不让，真是难搞。咱们去前面说，这边也不是说话的地方。王司马才忍下来，大步流星往二堂去。不知道那天王大娘子为什么去见顾小神医，你们先前有没有见过啊？赶快从实招来，到底你跟我儿说了什么，竟让他想不开自缢而亡？哼，令爱去找我要堕胎药，她有了2个多月的身孕，这下你满意了？你胡说！你敢败坏我儿生育，是谁给你的胆子？不会的，陈娘不是那样的人，不会的，一定不会的。我和王大娘子无仇无怨的，那天是第一次见面，干嘛要诬陷她？她身怀有孕是事实，您若不信，大可以找个产婆来验一验，说我断错了，从此再不行医。王司马指着顾九，气得说不出话来。他跪着求我，让我救救他，说不给他药他就活不成了。我看他挺可怜的，就答应中午给他配一副药，还交代他服药之后一定要找人看着。哪知道等到了约定的时间，等了好久他都没去。我儿向来规规矩矩的，不会这么不检点，你不要乱说污蔑他。何香，你说你家主子有没有和哪个外男走得近？我被人称呼一声神医，如果连孕脉都能把错，不如回家绣花得了。没有。等会儿你说他跟你约好拿药，可是既然已经有办法处理腹中的胎儿，为什么还会自缢？你问我，我怎么知道？不是说你，是我不能理解。这的确不好理解，他想堕胎就说明还想好好活着，却为什么会突然想不开自缢呢？既然决定赴死，那为什么要多此一举去找我拿药？而且刚才我也检查了，他腹中胎儿还在。是啊，这件事不对，人应该不是自缢，或者后来又出了什么事，让他失去活下去的勇气。是不是顾九就不管了？若要换了别人，顾九或许还想帮帮忙，但这位王司马疯狗一样，他才懒得管呢。有我事儿我就走了，荆州王刚做完手术，我得赶紧回去看看，万一出了什么事儿，我可担不起。临走前儿瞪王司马一眼，你也担不起。哦，对了，你这么暴躁，指定是有点什么病的，劝你还是好好找个大夫瞧瞧吧。你等会儿，你说清楚再走。顾小神医已经说得很清楚了，王大人多多包涵。顾小神医还是个孩子，您别跟个孩子计较。一堂那边黄公公还在，这时候的确不好耽搁顾小神医太久。顾九隔着门帘问了问情况，得知荆州王还没醒，也没出现意外，顾九就稍稍的放心一点。胃可以切掉一部分，那么是不是其他脏器都可以切掉一部分啊？可以的，例如我们有2个肾，切掉一个还能活。这样一来，很多疾病都能得到治疗。是的呀。顾小神医有没有兴趣到太医署来任职啊？别的不敢说，一个博士的位置，老夫还是能做主的。老郑啊，别人都是挖墙脚，你这是想连墙的一起挖走啊。墙可不能随便挪动，我觉得扎根在这儿就很好。顾小神医这话说得好，老郑头你就别动心思了。顾九用蒸馏水和盐糖以及提炼的液体维生素制作了简版的营养液，为荆州王静脉注射，不然5天不吃不喝，健康人也扛不住。燕白兄、如之兄，大家都去看过孔老了，怎么没在孔府多玩一会儿啊？先生爱清静，给咱们布置了作业，让咱们出去看看走走，有感悟了好做文章。哈哈，孔老这是为你们好呢。哎，怎么没见到清华兄啊？清华兄留下来伺候先生呢。人家和先生关系不一样，又才华出众，和咱们玩不到一起。孔先生家人不在宣州，一个人过节挺冷清的。清华兄作为先生在宣州的唯一弟子，留下伺候先生也是应有之意。就你是好人，谁都能体谅。燕白兄的话有道理，清华兄的确应该留下陪先生过节。寒舍就在附近，不如一起去寒舍喝2杯。刚好家里伯父伯母杀了一头大肥猪，1只羊，还在集市上买了牛肉，大家左右没事，不如一起到寒舍坐坐，品茗饮酒，玩乐一番。你们去吧，我家里还有些事情得回去了，改日请大家一起喝酒。另外还有一个学生也称家里有事要离开，赵宇佯作不满。今日我做东，你们不去可就太不给面子了。如之兄、东城兄是不是看不起赵某人啊？怎么会，只是有些事脱不开身罢了。去，必须都去，都不要找借口啊！不去就是不给我面子。宇兄诚心邀约，咱们肯定都乐意去的。东城兄、如之兄，有事儿先往后推推吧。咱们同窗还是第一次一起过冬至，机会难得，两位可不能扫兴啊。顾如之和于东城互相看了一眼，话都说成这样了，两人只能应允。这就对了嘛。领着众人往杏花巷去，走到谢家门前，透过院墙都能听到院墙里面热闹的笑声。这里就是清华兄的家了，若不是清华兄不在家，倒要上门拜访拜访。你们听说没有，那位常去周学接清华兄的小姑娘，就是宣州有名的顾小神医。
那位能给人开腹取子的顾小神医？这倒不知道，原来顾小神医还那么小啊。那不是谢清华的妹妹吗？怎么姓顾？哪儿啊，不是妹妹，我听说呀，是谢清华没过门的媳妇儿，说是从小在谢家养大的。啊，真的吗？这不就是童养媳吗？对呀，这谢清华运气可真好啊，自己才华出众，童养媳都这么有本事，都少说两句吧，背后议论别人，有失君子之风。这是宣州新出的白酒，100两银子一瓶，订单都已经排到明年了，听说每出一批，很快就卖光了，我好不容易才弄到的。来，大家都来尝一尝。装酒的瓶子难道就是最近很流行的玻璃？听说是从顾小神医的一堂流传开的，好多大户人家都开始用它装窗户了。没错，就是玻璃。咱这么多人，就这么一小瓶怎么够？都不够一人一口的。赵兄小气了不是？我听家里长辈说过，这酒比市面上的酒劲头可大多了，普通人喝上2小杯就受不住，这一瓶就够咱们喝了。何况这酒难得，有钱都买不到，宇兄能弄到一瓶可不容易啊。众人说说笑笑，推杯换盏起来。显燕白也没料到这白酒后劲这么大，中途就觉得身体直发软，有些支撑不住。赵宇叫来小厮，扶着显燕白去客房休息，外面能喝的继续喝。显燕白晕晕乎乎的迷瞪了一会儿，才觉得那股劲儿消下去了点儿，起身出门，外面静悄悄的，就凭着感觉选择了个方向走。显燕白径直走到正房外头，也没走到跟前儿，就听到里面的说话声传来：我不管你打着什么主意，趁早赶紧打消了。这是赵宇大伯的声音。显燕白知道走错了路，就想赶紧离开，就听赵大伯紧接着说道：那谢战是孔老太傅的弟子，不是你想动就动的。显燕白就停下了脚步，他隐约察觉出赵宇对谢战的心思，这会儿算是得到了印证。孔老匹夫也不过是个没实权的太傅，他的弟子又怎样？哪怕是他亲孙子又能怎样？孔老太傅是没有实权，但他门生故旧满天下，振臂一呼，多的是人愿意为他奔走，不是那没根没基的太常寺少卿蒙蔽的。这里不是京城，你给我规矩点吧。今日我就当你是真心真意想结交同学，不是欲利用谢战同班的学生们接近他。这件事到此为止，不要再继续了。大伯，您老就别管我的事儿了，我知道分寸。你知道什么叫分寸？别以为我不知道你让人到处打听有关顾小神医的事是想做什么。我可告诉你，千万别乱来。顾小神医和程刺史一起做药术生意，若要出什么事，耽误了程刺史的事情，他一定会追查到底的。一个地方4品官而已，京城4品官的儿子，我也不是没睡过，不是丢了性命也拿我没奈何。你还有脸说？都被撵回宣州了，还不知悔改。我警告你，谢战你不能动，顾小神医你更不能动。中官黄公公还在宣州呢，你若是动了顾小神医，坏了皇上的事，天王老子来了都保不住你。黄公公又不会一直待在宣州，总有回去的一天。你都被送回来避风头了，还敢胡作非为？你再这样子，别以为我不敢加法伺候。大伯，劝您老悠着点儿，大堂兄二堂兄想入仕，都要靠我爹提携。我爹在京城照顾您的儿子，您就是这样对待兄弟的孩子的？你爹就算做再大的官，我也是赵氏的族长，他也还是我兄弟，我还管得住他。还有，别拿你大堂哥他们威胁我，作为赵家儿孙，你废了。赵家还要靠你大堂兄二堂兄撑门面，你爹只要不是昏了头，就一定会用心提携他们。话虽这样说，就算门外的显燕白都听出了色厉内荏，可见他对兄弟是没有什么掌控力的。哼，废不废不是大伯说了算，只要贵妃娘娘不倒，就没人能把我怎么样。没人能拿你怎么样，真是不知天高地厚。我已经给你爹去信了，如果你不听劝，我就会送你回京。赵家根基在宣州，容不得你在这里乱来，连累族人。你若是找小官什么的，任由怎么玩都行。或者今日来的那显家小子。显燕白只觉得热血一下子直冲脑门，四肢却一下子冰凉起来。那显家小子长得也不差。哼，那样的姿色我见多了，别人操过了，我才不稀罕。谢清华那样的才是人间极品，人聪明有才气，相貌世间无二，像高高在上的月亮，让人想摘下来。显燕白再也不想听了，双拳在身体两侧握紧，死咬着牙齿，慢慢的走出院子。白兄，你终于醒了，这2个家伙还在睡呢，要不
叫醒他们走吧，咱们出来的时间够久了。行，的确打扰宇兄够久了。诶，宇兄呢？是不是也喝多了？没有，听说他家的长辈叫他有什么事，估计一会儿就来了。那就再等等吧，总得跟人辞行后再走，不然太失礼了。如之兄，能不能麻烦你个事儿？什么事儿啊？后日没什么事儿，我想请同窗们一起去老母山赏景，若能触景生情，做出一篇文章来就好了。但如之兄知道，清华兄历来待人客套有礼，和咱们并不亲近，也就如之兄能入得了清华兄的法眼。我想请如之兄出面请清华兄，到时候咱们如果遇到文章上的问题，也能请教一二。当然是我想请清华兄，这一路的吃用都由我来出，你看怎样？这个好，前些日子孔先生身体抱恙，清华兄给咱们讲实务册，不就讲得很好？若清华兄在旁边看着咱们做文章，这次作业就稳了。清华兄平日冷冷清清，借着这次机会，大家增进点感情也是好的。顾如之就点头答应了。那行，明日就给清华兄下帖子。几人正说着话，赵宇从外面走进来。几位说什么呢？明日给清华兄下帖子，是打算去哪里啊？我们打算后日请清华兄去老母山游玩，宇兄去吗？哦，到时候看吧。显燕白冷哼，鱼已上钩，到时候就看是鱼死还是网破。顾小神医，能否进一步说话？王夫人，您找我有事吗？顾小神医，我知道很唐突，但是我也是没办法了。小神医能不能告诉我，那天我儿跟你是怎么说的？他有没有说孩子是谁的？我家夫君嫌我儿丢人，不想再查下去。但是我想知道我儿到底是为什么死的，我不能让他就这么不清不白的就死了。顾小神医见谅，我家大娘子死得不明不白，夫人想查也不知道从哪儿查起，这才来打扰顾小神医的，看看能不能找出一点线索。顾九点点头，看王夫人哭得可怜，就原原本本把那天王大娘子的话告诉了王夫人。我苦命的孩儿呀，到底是谁害了你？小神医建议大娘子赶紧成婚的时候，大娘子说没办法了。的确是这样，所以是不是大娘子有情郎，门不当户不对，父母不同意才走了绝路？没有，大娘子从未和家人提起过哪个男子。仆妇说着想起什么难以启齿似的，扭头问王夫人，会不会大娘子被……仆妇虽然及时打住了话头，顾九和王夫人都明白他的意思。顾九那天也有这样的猜测，担心王大娘子是被人欺辱了。王大娘子自缢之前有没有出去过？何香说大娘子见过顾小神医之后，带着他去了集贤街一趟，说是想买些笔墨。王大娘子去了哪间笔墨铺子？何香说大娘子在集贤街转了许久，好几个笔墨铺子都看了，也没买什么东西。快到中午时，大娘子进了一家茶楼歇脚，让何香去买老程家的酥皮泡芙，说是要带回去给家里人吃。那家的生意特别好，何香在那儿排了很长的队才买到。买到之后去找大娘子，两人就回来了。王大娘子回来之后就自缢的。午饭过后，大娘子说要午睡，打发何香出去了，就在房里自缢了。王大娘子在集贤街一定见到过什么人，不想让何香知道，才故意支开她的。你们不妨去集贤街王大娘子待过的茶楼问问，她当时见过了什么人。周大人已经查问过了，茶楼掌柜说我家大娘子就是去要了壶茶，坐了一会儿就走了，没见到什么人。果然如谢战所说，周大人挺能干，他能想到的，周大人肯定会想到。这么一来，线索就断了。自己查可不容易，专业的事要靠专业的人来做。周大人肯定更擅长查案，还是交给周大人合适。谁说不是呢？我们也是没办法。我家大人说大娘子不检点，不让追查，免得让这件事情闹得满城风雨，坏了家里的门风。顾九无语，那个王司马脑子指定是有什么大病。今日多谢顾小神医了，今日的事还请您保密。放心，我知道轻重的。顾九看着两人的身影走远，忍不住替王大娘子悲哀。父亲像是个炮仗，动不动就发火，母亲呢则是个胆小懦弱没主意的，事情跟他说了也白说，父母都不靠谱，难怪王大娘子有了身孕，只想着自己悄悄解决了，却不想找父母想办法。大姐，带着弟弟们给我跑远点，敢不小心撞了你二婶儿，我就剥了你的皮。二叔偏心，明明二庆和三友思雨也在跑，为什么就只骂我一个人？谁让你是大哥，不骂你骂谁啊？不公平，我爹是大哥，我也是大哥，早知道大哥这么吃亏，就不当大哥了。怎么着，老娘把你生早了，要不塞回去再等2年再生？说话间看到顾九进门，接着道，回来了，快去端菜去。回炉重造是不可能了，大嫂赶紧再生一个，就比二哥家的孩子小了，到时候就可以报今日之仇了。你个小丫头，净出馊主意。
九娘说的是事实，大嫂再有孩子，可不就比二哥家的要小，怎么能是馊主意呢？怎么，大嫂不能再生啊？你看看老四，就算九娘说太阳是打西边出来的，老四也会附和。你到底哪边的呀？我帮理不帮亲。顾九去厨房和谢五郎、谢六郎一起端饭菜。第二天，顾如之亲自上门来下帖子，谢战接待了他。谢战听到顾如之的来意，也没多大意外。冬至节本来就是同窗好友，文人墨客游玩聚会的时节。清华兄没去过老母山吧？我倒是去过一次，的确是个好地方，风景格外的好看。保准你去了呀，就能做出一篇绝佳诗文。都有谁去？班里的人都去吗？也没有，季东林和方玉成、张长生3个说家里有事儿就不去了。只是刚好赵宇突然进来，听到了，我猜想他恐怕也会去。去老母山游玩的建议是谁提出来的？是燕白兄。燕白兄觉得跟你关系不亲密，才让我做这个召集人。谢战的嘴角就露出一个浅浅的讽笑。顾如之不明所以，狐疑地问道：怎么了？难道有什么不妥啊？人不能只看表面。顾如之不太明白，奈何谢战没有细说，他一头雾水地出了谢家，回去就去问叔父，告诉顾先生谢战对显燕白的评价后：大中四间，大奸藏中，天可度，地可量，唯有人心不可防啊！什么嘛，一个个都搞得这么高深莫测，讲明白很难吗？心里倒是对显燕白有了不一样的判断。叔父人老成精，谢战心有千百个窟窿眼子，他们的话肯定有道理。怎么了？有没有什么能解迷药，还有那种哪种解乱性药物的解药？你中了春药了？瞎猜什么呢？就说有没有吧。现在没有，但是能做。是谁要用啊？有备无患罢了，没有谁要用。告诉我，你快告诉我嘛，我保证不会外传的。到底是谁要用解药啊？别瞎猜，真没有人要用，我就是想带着，万一派上用场呢。你说哪个不要脸的敢给你下药，我先去收拾了他。没有，真没有，我只是带点解药，有备无患而已。谢战忙顺毛，不敢再纠结这种解药，忙问：还有没有那种能让人闻一点气味就晕过去的迷药？谢战，你要去做什么坏事啊？坏人清白的事儿咱可不敢干啊。你脑袋里装的都是什么？我是那样的人？还不是你神神秘秘的什么都不说，我才乱猜的。九娘，我是担心有人作恶，带点药在身上，以防万一。现在什么事也没发生，如果真发生了什么事，我会告诉你。顾九不满地嘟嘟嘴，知道再问也问不出什么结果。什么时候要啊？明早吧。行，我现在就去给你做。燕白兄、清华兄、如之兄，真是巧啊！你们也来老母山游玩？前日商量来老母山游玩时，你不是听到了吗？还以为你们就说说而已。我在这里包了雅间，等会儿逛完雾隐观，大家可要给个面子，一起过来吃顿饭啊！宇兄是和朋友一起过来的，这样会不会过于叨扰？没有别人，就我一人来的，不叨扰。我一个人啊，太没意思。各位一起过来，饭才吃得香嘛。那就恭敬不如从命了。谢战没有表示，没说同意，也没说不同意。显燕白自说自话，邀请赵宇。既然遇见了，大家一起走吧。行啊，清华兄不会不欢迎吧？哪里，赵兄请便。走，早逛完早回去，我可不想在山上住一夜。于是大家一起往山上赶，没走几步就到了地方，顺着台阶上去，就看到雾隐观的前殿。几人围着老母殿转了一圈，又上楼看了看雕了道家众神的壁画，就去两侧山头的配殿各自转了转。日头就已经爬到正当空了，爬山体力消耗大，大家都已经饿了，于是开始下山，打算去雾隐楼吃饭。来人啊，快来人啊，这里出事了，快来人啊！有没有大夫啊？过来看看，他们都是怎么了？这还怎么了？不用问，肯定是喝多了，一群小年轻不知道节制。不像是，喝多了也不能全都喝多呀，怎么也得有1、2个清醒的，这情况不对劲啊。先顾外头吧，外头还挂着一个呢，光溜溜的，也不知道冻死了没。掌柜的来了。掌柜的，你快来看看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怎么了？出什么事儿了？掌柜的，快来看看，这小厮还有屋子里的人，不知道是不是喝多了还是怎么了，全都晕了。窗外还吊着一个呢，我们从楼下路过，看到窗户外吊着一个人，什么也没穿，不知道是死是活。先救外面的，先救外面那个，天冷，没死怕也要冻死了。来，大家帮帮忙，把他拉上来。掌柜说完，窗边几人正在忙活。于东城醒来了。怎么了？发生什么事了？啊，出什么事了？这会儿赵宇也被人从窗外拉了进来。怎么样，人还活着吗？还有气。哎，这人怎么只有1颗，还长得这么……还能长1颗吗？
顾如之拍他一下，才住了嘴。但学生们都忍不住眼神直往赵宇的下体瞧，心里各自转着心思。小陆，去弄个炭盆进来，这人怕是冻透了，赶紧给暖和暖和。这片刻的功夫，学生陆续都醒了过来，对眼前的情况全都一头雾水。你们是怎么回事？喝多了还是晕倒了？不知道啊，我就喝了3杯酒，然后就觉得头晕，然后就什么也不知道了。清华兄，你在干什么？没等谢战开口，吃瓜人中就有人说道：这位小哥一看就是懂行的，我在朋友家见过这种酒，听说上面的蜡封有印章，这上面没有印章，说明酒被打开后又用火烧热化成水浇在上面。这酒被人打开过？酒是宇兄拿来的，他把酒开封后再封上是什么意思？意思是这酒里可能被人下了药，你们喝了才都迷晕了。有没有大夫或者懂药的？麻烦看一看这酒里面有没有什么不该有的东西。我家里长辈是大夫，我从小也学了点，要不我来看看吧。你们看，瓶子底下有药物残渣，且气味有些难闻。这难闻的味道是曼陀罗特有的味道，曼陀罗就是制作蒙汗药的主要药材。这么说，酒里下有蒙汗药？是的，酒里被人下了蒙汗药。为什么宇兄为什么要把咱们都弄昏过去？有没有可能这酒卖出去的时候忘了搞那印章？不可能，听说这酒行东家是个谨慎的人，酒卖出去时都要给买家检查印章，等买家确认后还要签字确定印章完好才会出售。可是宇兄为什么要这么做啊？咱们本来也没请他，是他自己来的，还非要请大家吃饭喝酒，谁知道安的什么心？但他自己也人事不省，被人扒光了掉在窗外，是怎么回事啊？所有人都解释不了，大家面面相觑，谁也猜不透这操作到底是怎么回事。这怎么这么多人啊？于东城巴拉巴拉把发生的事告诉显燕白，显燕白看着仍旧昏迷着的赵宇，网破了，鱼好好的。显燕白十分确定他自己没喝那酒，但他还是晕过去了，还比别人醒得晚。他是怎么晕过去的？这人动得不轻，山上的灵虚道长懂医术，还得赶紧请道长来看看。说着吩咐跑堂上山请人，又问道：你们看要不要报官？清华兄，你看这事儿怎么办啊？这里距城里太远了，走到衙门也下衙了，官差过来也得是明天。作为把人挂窗外的始作俑者，蹦得太厉害是要被怀疑的，至于别人想不想报官他都无所谓。这件事儿还得看宇兄的意思，毕竟咱们就是晕了一阵儿，也没受什么伤害，不如等灵虚道长来看过，如果宇兄醒来再看他报不报官。他往咱们酒里下药，还宇兄什么宇兄？看热闹的人见没什么可看了，都渐渐散去。这会儿小厮六顺也醒了过来，迷瞪了一会儿才反应过来，扑到了赵宇身边。我家公子这是怎么了？公子醒醒醒醒，还活着。于东城说道，把前因后果又给六顺讲一遍。六顺听了不由自主的就去看谢战。怎么，可有什么不妥？没有，我家公子常说谢公子最聪明，小的就想问问谢公子怎么办才好。我也不是医者，不懂怎么办。没一会儿灵虚道长就来了，给赵宇诊了脉。这位公子冻得不轻啊，得赶紧给弄点温水泡泡，晚点怕是会起高热呀。我家公子是刑部侍郎之子，你们赶紧去弄热水来。我家公子若有什么好歹，你们都逃不了干系。掌柜眼里闪过不悦，还是吩咐跑堂让他去准备热水，准备房间。我出来时可没跟家里说晚上不回去，我得走了，再不走怕是要被关城门外了。我也是，我也得回去了。我家公子都这样了，你们竟然要一走了之，你们可是一起出来的。再说我家公子到底是被谁调窗外的还没查清楚，谁也别想走。你家公子怎么被调外面的，我们怎么知道？我们都被下药了，全昏迷过去了。我们还想问一问，这酒里怎么会有蒙汗药？你家公子极力邀请我们喝酒，却在酒里下药，安的什么心？是啊，谁知道他是不是想做什么坏事儿，却被人黄雀在后了。谢公子，求你回去的时候去赵府跟我家大老爷说一声，让我家大老爷派人上来接公子回去。谢战没拒绝，谢战指剩下的白酒。那个咱们得带走。谢公子，你拿那酒干什么？当然是交给官府了，这酒能证明我们当时都昏迷过去了，不知道你家公子发生了什么事，不然会不会有什么莫名其妙的罪名落到头上，就不得而知了。对，酒得交给官府，不然咱们可有嘴说不清了。于东城离得近，干脆把软木塞拿起来，把瓶口塞好。这若是赵家将赵宇被调窗外冻得半死的事儿扣他们头上，他们也得能证明清白不是？等掌柜和六顺把赵宇搀扶着去了客房，大家就离开了。出了雾隐楼，于东城才说道：可怕，
原当宇兄啊，不是赵公子平易近人，谁知道，唉，他家一个小厮都咄咄逼人，谁知道他平时是不是装的？以后还是远着点儿，人家是官宦子弟，和咱们不是一路人。顾如之还真是有些怀疑赵宇的用意了，还有他屡次往谢战身边凑的行为也挺奇怪的。真没看出来啊，赵只长了一个，你们说只有一个，能不能那个呀？谁知道呢，咱也没见过这样的。平日里人模狗样的，原来那里长得那么奇怪。周县令在二堂见了他们，大家你一言我一语，相互补充着，把事情的前因后果讲述了一遍。是谁先晕过去的？应该是我。那又是谁先醒来的？还是我。我醒来的时候，屋里已经有很多人了。雾隐楼的掌柜还有看热闹的人都在。谢战垂下眼帘，他就知道第一个和最后一个都不安全。你们的意思呢？是打算查一查被人下蒙汗药的事？我们已经商量过了，只是想禀报大人一声，免得以后赵家要追责，只是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而已。赵家势大，他们得罪不起，这次吃亏也就只能认了。行了，本官知道了，这酒本官会妥善保存，你们都回去吧。几人出了县衙，相互告辞着离开。谢战到家门前的时候，天已经全黑了。他没有进家门，而是先去了隔壁。多谢你特意来告知，我这就带人上山，还得麻烦谢公子家的小神医随我走一趟。我实在担心我家雨儿的身子，实在对不住赵老爷了。舍妹昨日贪凉吃坏了肚子，现在还在家里躺着，实在不太方便。再说她一个小姑娘，晚上出门，家里人也不放心，您还是另请别人吧。那实在太不巧了，我这就叫人去请大夫，就不送谢公子了。您留步。说说呗，今日上山有没有发生什么事儿？我给你的药用了吗？回来的这么晚，肯定是发生什么意外了吧？可别拿糊弄大家的一套糊弄我。其实也没什么事，就是隔壁那赵宇不知道安的什么心，往酒里下了蒙汗药，我自然是没事的，也就装着晕了过去，然后用你给我的药把他也弄晕过去，然后把他脱光挂窗户外面了。做得好，要是我在，一定给他身上再画点什么才行。你想什么呢？想都不要想。我是个大夫，我什么没见过呀？不就是一具男人的身体吗？也就那样吧，还能比别人多点什么不成？没多什么，倒是少了点什么。这话题还是不要继续了。对啊，如果你不知道那赵宇有什么打算，怎么会想到提前准备迷药解药，关键还准备春药的解药？你肯定知道他的打算。谢战揉揉额角，他还是没办法告诉顾九，他被一个同性觊觎了，这个实在是太羞耻了。是，我不是不想告诉你，我替你杀了他。谢战苦笑，他还是猜出来了，他这么聪明，怎么会猜不到呢？不要冲动行事，赵家势大，我们没办法跟他们硬碰硬，他肯定得死，但有什么办法得好好想一想，不能为了一个人渣把自己搭进去。那咱们就好好想一想再说。既然顾九已经猜到，谢战只得把事情经过告诉了他。那个显燕白嫉妒你？不完全是，这个人很奇怪，他表面温文尔雅，处处显君子之风，学习上也认真刻苦，似乎一直展示自己出色的一面。出色不是表现出来的，而是自然而然的流露，就像你一样，不用刻意做什么，长眼睛的都能看到你的优秀。的确是这样，显燕白给我的感觉就是在装作很优秀，刻意营造的优秀。他这么做是给谁看，还是想掩饰什么？我想再看看。所以先别杀他。是的，他很开心遇到一个顾九，能跟得上他的思路，不需要费心解释。漫漫人生，能遇到一个心灵契合的人，多不容易啊！谢战，你看清楚了，我不是提胖，你那眼神闪闪发亮的，就像是饿了3天，饿极了，突然看到了一个大提胖一样。你现在老老实实把事情原原本本告诉我，若有撒谎，乱棍打死。六顺急忙跪倒在地上，不敢隐瞒，把他知道的一五一十交代个清清楚楚。你说你听到了撕衣服声，随后才晕倒的？是的，小的的确听到了撕衣服的声音，还以为是公子。六顺没说完，但赵大老爷知道他说的是，以为赵宇在撕谢战的衣服。可是那谢公子身上的衣服明明就好好的，这么说来，并不是你昏迷了之后有人进入房间把雨儿迷晕，再撕了他的衣服把他绑起来，而是屋里的人做了。但是他们不是喝了酒晕过去了吗？蠢，就不能是压根没喝酒装晕的？雨儿不也没喝吗？别人不能也效仿他？那是谁？一定是谢战，肯定是谢战做的，肯定是他一开始就知道公子对他的意图，
大老爷，你要为我家公子报仇啊！他敢羞辱我家公子，报官把他抓起来。报官了，人家问你为什么里面那么大声音，你不进去看看。人家问你听到撕衣服的声音，为什么不进去？你怎么回答？人家在问酒里的蒙汗药是怎么回事，你能说得清楚？那怎么办？这件事就当是给雨儿一个教训，他也该长长记性，不是谁都能被他设计的。六顺嘴上不作声，心里却鄙视大老爷胆小如鼠。这要是在京城，他家老爷一定不会吃这个哑巴亏。孔老挑中的弟子能是蠢的，让他不要乱打主意，偏不听。这下好了，偷鸡不成蚀把米，真是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东西。我家公子没吃过这么大的亏，不能就这么白白被人欺负了。蠢货，你以为人家就非得撕他衣服捆他？人家就是故意的，就是让你猜出来的。就算你知道了又能怎样？你说说，你能怎样？这里是宣州，不是京城，不能一手遮天。你家大公子做的事情上不得台面，经不起查。此事大人和谢家有交情，孔老又是谢战的老师，人家就算准了你不能怎么样，明白吗？蠢材，让我家老爷写信给程刺史，随便给他安个什么罪名不就行了吗？你家老爷再横，手还能伸到宣州来？他根儿还在宣州呢，还要靠人家照顾宗族，以为随便给人下个令，人家就得照办？人家跟他同品级，凭什么听他的？凭什么为了他得罪孔老？都是你这样又坏又蠢的东西在后面撺掇着，好好的人都被你带坏了。来人，把这狗东西拉出去，给我打20大板，看以后还敢不敢撺掇主子乱来。等冬至7日假满，荆州王也艰难地熬到了拆县这一日。这么大的伤口，一直养了20来天，才算是能拆县了。黄公公和正太医令看着陈明谦给荆州王拆了县，荆州王颤颤巍巍地起来走步，才算是放心了。8月22这日下午，顾九在一一堂教学，又被周县令请过去了。这次死的是云州刺史之女，云州刺史张大人，原在宣州任陆氏参军，3年前调任云州路员。张大人老母身体欠安，经不起长途颠簸，就留在宣州养病。张大人带着幼女也留在宣州照顾婆母。这次出事的就是张大人幼女张茵茵，人在城外小径湖畔的林中自缢而亡。又是自缢，还都是官员之女。是啊，都是官员之女，还都是自缢。说到这里，顾九想起王大娘子的案子。王大娘子的案子后来怎么样了？王大人不让查，担心闹出来脸上不好看。如今王大娘子有孕的事也就几个人知道，对外只说是因为对家里安排的亲事不满自杀的。如果不是自缢，岂不是便宜了凶手？又有什么办法呢？真是个冷血无情的。周县令亲自揭开尸体上的白布。大人让我来看什么？看看他是不是也怀有身孕。顾九还是让系统扫描了一下，单胎，男，孕期15周。怎么样？如你所想，也是有孕，3个半月了。周县令望着张茵茵惨白的脸，愁啊，治下连出2起这样的案件，破不了他就倒霉了。他是怎么被人发现的？去湖边时没有带下人吗？是和谁一起去的？张茵茵是今早上去的小镜湖，对家人说是心情烦闷，出去走走，带了车夫和2名护从，还有婢女小妍到了湖边，让车夫和义从在一旁等候，带着小妍去梅林赏梅。护从和车夫到湖边一直等到午时，也没见到张茵茵出来，担心出事，就进梅林找，结果在梅林中看到吊死在老梅树上的张茵茵，而婢女小妍不知所踪。这么说来，小妍至关重要，找到小妍应该能知道一点真相。是啊，可惜在附近找了好久也没见人，生不见人死不见尸的。张夫人那儿有没有什么线索啊？她女儿有孕都3个多月了，她竟然一点都不知道吗？张夫人见到女儿的尸体就晕过去了，这会儿还在后院，我家夫人刚刚叫了大夫过来，估计还没醒。早干嘛去了？自己女儿不管是有喜欢的人还是被人欺负了，情绪上总是会有变化的。3个多月的时间，作为母亲竟然半点都没有察觉。张夫人听到女儿亡故立刻就晕了过去，说明张夫人还是十分疼爱自己的女儿的。但是如果张茵茵是被人欺辱之后才有的孕，情绪上肯定变化很大，张夫人应该不至于察觉不到。张家姑娘也不应该瞒着亲娘吧？我也猜测可能是张家娘子有个情郎，腹中胎儿是那个情郎的，怕母亲责骂才没敢说出来。
这样的话，能让一个官宦人家的姑娘动心的人，起码长相不会差，或许还有些才华。朱县令也是这样想的。他在想，两起类似的案子会不会是同一个男子所为？如果是顾小大夫，什么样的男子能令你倾心？谢战那样的呀，长得绝顶好看，人绝顶聪明，性格又好，还细心体贴。也不用这么夸吧。但肯定不是谢战，谢战每天不是在上学就是在家，不可能认识他们的。再说了，谢战还有我呢，哪能看得上别人？周县令突然就失去了说话的能力。没问题吧？能生不能啊？不行就剖腹产吧。我听说剖腹产很安全，一点都不用担心大人和孩子，还说剖腹产的孩子聪明，大人也不受罪。这都哪儿听来的消息啊？难道不是吗？我听外面的人都这么说的。这么大人了，怎么还这么傻呀？你还需要听外面的人说啊？自己家里现成的小神医不问，乱听什么谣言呢？那不是因为咱们的小神医名声太响，到处都能听到传言，听得多了就以为是真的了。二嫂的胎位很正，孩子没有脐带绕颈，可以自己生。剖腹和顺产都各有自己的优势，也各有缺点，不见得哪个就更好。但我还是建议顺产，自古以来人们就是这么生产的，这方法更合乎自然法则。选择剖腹，则是在生命受到威胁的情况下，不得已而为之。你是小神医，你说怎样就怎样。家里得准备一间干净的产房，可以在产房生产，万一需要剖腹，也能在产房进行。行，没问题，你让二哥干啥，二哥就干啥，绝对没有二话。二哥说的话就是二话，二话不说，十分听话。这么说，大哥说的话就是大话，一开口就吹死一头牛。你老娘说的话还是老话呢，老话说得好，3天不打，上房揭瓦，要么老娘先打你一顿。大人叫学生过来，可是有什么事？赵家昨夜有贼人闯入，打伤了赵公子，并打死2名护院。本官请谢公子过来，就是想问一问情况。你们2家是邻居，昨夜有没有听到什么动静？本公子说了，就是他找人来打的本公子，是他杀了本公子家护院的。周大人，把他抓起来审一审就知道了。你在教本官做事？你知道你在跟谁说话？闭嘴！小侄年少不知轻重，只因家里的护院被人无故打死，自己也被打了，所以伤心之下有些失态。周大人，别跟他计较。昨晚学生睡得沉，2家也隔得远，没有听到什么动静。贵府可是丢了贵重物品。赵玉已经把昨晚派人去谢宅的事儿跟他说了，那么赵三、赵四儿的死，还有进来赵府打伤人的，只能是谢宅，没有证据，也不能像他侄儿那样张口就给人定罪。倒是没有丢什么东西，就是小侄被歹人打伤，2名护院无故丧命。那歹人也真是猖狂，别人家想闯就闯，完全不将大禁律放在眼里。赵大老爷说的不错，太平世道朗朗乾坤，别人家里想闯就闯，真是没有王法。这样的人被杀了也活该。装什么装啊？不就是你闯进我家中杀人了吗？还有你们兄弟俩闯进我家，打伤了我，还杀了我护院，还在这里装什么无辜？本人是大晋武官，正6品，昭武校尉，可不是你一个没品没级的人能随意污蔑的。你把话说清楚，你哪只眼睛看到我杀人了？谁能证明啊？如果证明不了，污蔑朝廷命官的罪名，你可担得起？可真是奇了，我跟赵公子好歹是同窗，虽算不上好友，但是远无仇近无怨的，怎么会无缘无故上门来打你，还杀你家护院？何况如果我没看错的话，地上的2位身上穿的就是夜行衣。在下不明白的是，贵府的护院半夜在家里也穿着夜行衣吗？赵大老爷心里咯噔一下，坏了，怎么没想到这茬？贵府护院到底是在家里被人闯进来打死，还是半夜出门去干什么坏事被人打死的？若是在家里，不知贵府2名护院是在哪里被人打死？若不是在家里，又何来我兄弟闯入您家杀死护院一说？就在我家里，就在这院门前，我家的护院活生生的被人打死。顾九突然上前蹲下身去，在2具尸体上检查了一遍。仵作看过了，2人的小手指被人砍断了，双臂脱臼，一个死因是太阳穴受到击打，另一个是百会穴受到重击。那截断了的小指呢？是啊，既然当时2名护院都是在这里被打死，那么血迹呢？小手指被砍断，肯定流了不少血吧？小神医也在，这点本官是不懂。人的手指被砍掉，流的血会不会很多？那一定是很多，看着窗口是被人一刀砍掉的，刀锋利无比，下手之人干净利落，这样的窗口通常血液会喷溅出来，血量不会少，按说一定会有很多血液喷洒在附近才对。周县令挥挥手，示意衙役。
在附近找一找。早就没有血迹了，一大早下人打扫过，血迹都被清理干净了。本公子说是谢战杀的，就是谢战杀的。周大人，还不快把人抓起来！衙门还不姓赵，赵公子想做本官的主吗？赵公子能否告诉本官，这2名护院为何要穿着夜行衣？他们到底是外出办事，还是被人杀了送回来？他们平日就爱这么穿，不行啊！贵府的言辞到处都是漏洞，如果不说实话，下官也无能为力。您是讲道理的，应该明白，如果报案人给的都是虚假讯息，误导查案的人，这案子是查不出来的。事到如今，赵大老爷也没办法反悔，只能硬扛。他能说人不是死在家里，而是死在隔壁吗？不能啊！周大人想多了，我们说的都是事实。这时衙门来报，前后左右都找过了，这边没有血迹，只找到了2枚牙齿。衙一边禀报，还一边看了看赵宇缺失的门牙。赵大老爷，这里被下人打扫过了，为何还能找到牙齿，却找不到手指？何况打扫的就算再干净，血液可不是灰尘，扫一扫就没了。赵大老爷一味欺瞒，让本官很为难呐。周大人，舍弟在京城为官，大家同是大京官员，周大人不看僧面看佛面，这个案子还得给赵家一个交代。同为大晋官员，所以让周大人官官相护。你们想指谁是凶手，谁就是凶手吗？不是那个意思。可我听着就是那个意思呀。抛开2名护院的死不谈，本公子被打总是事实吧？本公子身上的伤就是被谢家兄弟打的，就是这个谢老五。你说是本校尉打的，有什么证据啊？就你这小身板，本校尉真出手，你还能站着说话？骨头早碎成渣渣了。赵公子先说我兄弟杀了您府里的护院，又说我兄弟打伤了您，可是有什么证据？是亲眼所见，还是有人目睹？当然是我亲眼所见，我府里所有人都看见了。哦，既然都看见了，肯定知道我2人当时穿的什么衣服了。赵公子先不要回答这个问题，还请周大人把赵府下人分开问议。当然穿的夜行衣了，还蒙着头脸。哦，穿着夜行衣还蒙着头脸，赵公子都能一口咬定是我们兄弟，到底我们兄弟是怎么得罪了赵公子，让赵公子这么针对我们，非要置我们于死地不可呢？若是仅凭的猜测，本官没办法定罪。何况本官知道前些日子谢公子还与赵公子同游老母山，按说交情不错，不知道这短短几日发生了什么冲突，让赵公子认定是谢公子打伤了你。赵公子能不能给本官解个惑？赵宇一阵无语，因前因后果完全不能讲，又一时找不到借口，实在不知道说什么好，一时傻在那里。若靠猜测就可以给人扣罪名，要官府做什么？你猜我猜大家猜就行了，这样周大人只能在家闲得发霉了。本官闲着也不会发霉。您还有什么要说的吗？如果没有证据，本官也实在没办法认定谢家兄弟是凶手。要不您再想想还有没有什么遗漏的，不然仅凭指认，本官是无法将人定罪的。本公子说是他们就是他们，把人抓进大牢，大刑一上不就招了？谢校尉是正6品将领，比本官的品阶还高。赵公子让本官无凭无据把一个将领抓去衙门打板子，是本官的脑子有问题，还是赵公子当大禁律是一纸空文？为父报了官，却一直拿假话糊弄本官，本官实在是没办法推断事情经过，更没办法判断歹人是谁。但本官是本地父母，知下有歹人行凶，还是会追查到底的。这就回去仔细查访，看看能不能找到真凶。你不能走，本公子不能白白挨打，你可要想好了，本公子的父亲是刑部侍郎，你想想能不能得罪？赵公子威胁本官，本官行得正，做得直。若赵大人为了给赵公子出气，一定要给本官为难，本官自然也会将今日之事上奏朝廷，到时候还请谢校尉给本官做个证。那是自然，刑部侍郎的公子公然威胁朝廷命官，本校尉全都看到了。若有天州县令被打击报复，本校尉一定具名上奏，给周大人作证。我也看清楚了，我跟黄公公还有几分交情，到时候给他去封信，让他帮忙在皇上面前给周大人伸冤。在下虽势单力薄，也愿尽绵薄之力，请恩师帮忙奔走说相。你们给我等着！混账，还不住口！朝廷命官也是你能威胁的。来人，公子重伤，还不快把公子扶进去！谁敢？住手！但这里是赵家老宅，下人都是赵大老爷的人，完全不听他的，挣扎几下没挣开，被人连拖带拉的往宅子里弄。周大人别跟个不懂事的孩子计较，这孩子被他娘惯坏了，
说话没轻没重，还请您海涵。本官就告辞了。若有歹人的消息，一定及早通知赵大老爷。在下兄妹有事在身，也告辞了。若赵大老爷找到了证据，在下兄妹再来配合周大人查案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京城来的公子，心思九曲十八弯，学生也实在猜不透。虽然周大人刚站在他们这一边，但他是主办官员，立场不同，真相还是不能说的。心思九曲十八弯的人是你啊？就赵宇那个蠢蛋玩意儿，不是被你玩弄于股掌之间吗？以他多年断案的经验，自然也大致推断出了事情经过，大约是赵宇派人去招惹谢家兄弟，被人杀了，又把尸体给他送回去，顺便把人收拾了一顿。我回去跟娘说一声，我先去学里了，马上就要放年假，这几日课业有点紧。隔壁的事就跟娘说，周大人叫咱们去问问，昨晚有没有发现什么异常。我知道，不会让娘跟着担心的。你也回去吧，今日都24了，一堂没事就不要去了。等会儿，赵宇是你俩打的吧？你说呢？我才想起来，难怪你让我给皇公公和皇上做药，原来在这儿等着呢。草蛇灰线，福脉千里，谢小狐狸果然实至名归。我谢谢你了，快回去吧。哼，这才哪儿跟哪儿啊，这条线长着呢。奴婢和郑大人都在旁边盯着呢。王爷的身体被划了这么长的口子，那血呼呼的往外冒，看得奴婢全身起鸡皮疙瘩。然后那么大的2只钩子硬生生把伤口拉开，里面的心呐、肺呀、胃呀还一颤一颤的乱跳。顾小神医就把里面的淋巴结，奴婢也听不懂那淋巴结是什么东西，说是病灶会通过淋巴结转移，转移到哪里都有可能长肿瘤，依臣看来就是裸痢之症的一种。然后顾小神医就把瘤子给切掉了，给夹到盘子里，再把胃从腹部提到胸口，和上面的食管缝起来。顾小神医说了，缝合的线是用羊肠做的，羊肠线慢慢就和伤口长到一起了，最后用线把外面的伤口缝起来。奴婢和郑大人都看着王爷一天天的精神起来，到了20来天的时候，伤口长住，缝合的线才被拆除，王爷也能下地了。顾小神医说，如果不作死，王爷至少也能再活5年。真的是切除一部分，人还能活，不止切除了肿瘤的部分，而且上边的食管、下边的胃都被切除了一部分，因为这些地方紧连着肿瘤，担心病灶转移，所以得多切一些，免得复发。世间果真有这样的神术？是的呢，顾小神医的医术果真能称得上一声神术。还不止这些，皇上您是没看见，顾小神医一见奴婢就说奴婢得了痢疾，连奴婢什么时候会拉肚子，吃了什么药，什么时候好，都断得一丝不差。奴婢可是佩服得紧。那药呢？果真如承刺史奏折上说的那么神奇？臣亲眼看到顾小神医给荆州王用了那药，如果不是那药，荆州王那么大的伤，内里还被切掉很大一部分，是绝无可能活着的。后来臣查访了33位在顾小神医的医堂住过院的病患，除了有那2位对那味药过敏，不能用那药外，其余人都没问题。这种药叫青霉素，的确像承刺史奏折上所说，对外伤、7日风、肺热、肠痈、肺痨都有很好的效果，尤其对于外伤的效果极佳。对于军中将士来说，无异于救命良药。青霉素是顾小神医提供的方子，由宣州医署帮着做成。臣打算以太医署的名义与顾小神医合作，制作包括青霉素在内的成药，这样若有战事，军中就有药可用，大批将士将会得以活命。这个你跟太常寺谈。顾小神医还托奴婢为皇上带回来一匣子延年益寿的药，里面用了很多名贵药材，最重要的是还用了一株500年的人参。500年的？宣平帝有些不敢置信，100年的人参还是比较常见，500年的就世间难寻了。顾小神医原是荆州人，荆州发大水时逃难到宣州，逃难的过程中经过一处老林子，在里面发现了一株500年的人参。
就给皇上配到药里，做了一匣子养元壮骨丸，据说可以强壮筋骨，延年益寿。皇上要不要试试？黄公公说着，把匣子打开，里面整整齐齐摆放着药丸。这怎么还用金箔包着？顾小神医说，金箔本身就具有药用价值，有镇精神、坚骨髓、通理五脏邪气的功效，是可以和药丸一起吃的。而且用金箔包药丸，可以保证药气不散，使药存放得更久。金箔不是金子做的吗？金子还可以吃，人吃少量的金子没事儿。金箔的确可以和药丸一起服用。奴婢给皇上讲个笑话，那顾小神医十分抠门，奴婢等住在一堂，顾小神医怕奴婢不给食宿费，还特意管奴婢要。幸亏皇上的这药用的全是贵重药材，光里面那500年的人参，拿银子都没地买，包括外面的金箔，这一匣子药丸总价值在宣州那地方都能买半条街了。小神医把这匣子药给奴婢的时候，那眼神简直像生生被人剜了一块肉似的，万般舍不得，可把奴婢笑死了。那小神医几岁啊？12、13岁，还是个孩子呢，性子很是直率。果然孩子气得很啊！皇上，请让奴婢来为您试药。外面进来入口的东西都是得人试过，皇帝才能入口，这是规矩。宣平帝看看手里的药，再看看黄公公，然后在药丸上用手抠掉一小块，大约绿豆那么一大点，递给黄公公。这也太抠门了，皇上，就这么点儿，就算里面有毒，奴婢觉得怕是也试不出来，是不是啊，郑大人？量的确小了，就算里面含有毒，人吃了也没事儿。不过这点量人吃了不行，喂给鸟雀一定能行。黄公公脸上的笑容就收了起来，这老郑头果然不是个好东西，居然连绿豆大的一点也要没了。郑大人，银针插入药丸中，应该也可以验出来吧？这大冬天的，抓一只活麻雀可不容易，郑大人就不要为难殿前的侍卫们了。不用那么麻烦，云昭容不是养了几只金丝雀，去抓一只过来。银针可以验出药丸有没有毒。他险些出一身冷汗。云昭容无儿无女，把几只金丝雀当孩子一样养，真要弄来一只验毒，还不恨死他呀！赶紧取出银针，把那颗绿豆大的验了验。宣平帝看银针老半天都是好好的，就把那小小一粒拿过去塞嘴里了。黄公公，哎呀，他只是想尝尝而已，怎么这么难？皇上，这药在嘴里慢慢含化了，效果最佳。500年份的人参药力强，吃多了身体受不住，每隔7日服1颗就好。这一匣子，皇上能服用4个多月。宣平帝示意知道了。给什么封赏好呢？一个小女娃，给封个县主。小神医还做出了4种针对小儿病症的药，郑大人都说了，这些药可以让很多小儿避免夭折，你说是不是啊，郑大人？是的，顾小神医做出的几种药的确能让我大进小儿的夭折数量减少半数。宣平帝感觉身体都随着这丝药气变得暖烘烘起来。那就封个郡主，保大晋梨树之康健安宁的郡主，就封康宁郡主好了。皇上圣明，是顾小神医，不是康宁郡主之福。那就让中书省拟旨，年后老黄你再去一趟宣州，亲自给康宁郡主颁旨吧。是，奴婢遵旨。也不知道这回再去能不能混点什么药。时间一晃就到了大年30，九娘，快去看看，二嫂怕是要生了。顾九慌忙地跟着孙氏一路小跑，边跑边问：什么时候发动的？见红了？羊水破没破啊？刚刚羊水破了，二嫂刚觉得肚子疼。说话间，两人已经跑到二进谢二郎一家的住处，这会儿大家都在院子里等着。九娘，快来！没事没事，二嫂这胎好着呢，放心。顾九进入产房，见徐氏已经上了产床，产婆已经在引导着徐氏用力。徐氏可以顺产，顾九就没有上手，只充当吉祥物，在旁边坐镇。徐氏已经是第3胎，宫口开得快，因为是双胎，孩子都没有单胎的大，所以生得很顺利，也就不到1个时辰，2个小娃娃就咕咕坠地，一切顺利，没顾九什么事儿。他就掀帘子出去了。张氏站在门边，帘子一掀，一股热气夹杂着血腥气扑鼻而来，登时一阵恶心。大嫂，你是不是有了？顾九伸手搭上张氏的手腕，片刻拱起手笑道：恭喜大哥大嫂了，大嫂有孕，已经2个月了，男娃女娃
大嫂，你知道2个月的胎儿有多大吗？就那么点儿，器官都没有发育呢，哪里能看得出来男女啊？男女都好，男女都好。大嫂身体没事，多吃点好的，别跟以前那样抠搜了。嘿，新年第1天，谢家喜气洋洋，迎接了2条新生命的诞生。到初5这天傍晚，杜一舟过来了一趟，说是有个外乡孕妇，由家人陪着，专程赶过来做剖腹产。杜老见到人了吗？还有多久会生？我爹看过了，也就这2天的事儿。孕妇体弱，骨盆狭小，不好生产，大约因为这个才专程赶了过来。那行，既然这样，那就通知大家，咱们明日就开门吧。行，我这就去屋里平，叫孙叔和孙婶先去把火墙烧上，再回去打扫打扫。哪知第2天早起，天却又下起了雪。顾九裹得严严实实，2人走到门外，见隔壁侧门处停了一辆马车。什么人嘛，大男人家家的，涂脂抹粉，还香得呛死人。那是个小官，难怪是赵渣渣叫的小官。小孩子还是不要知道那么多的好。什么嘛，我有什么不懂的？五哥下手也太轻了，这才几日就能叫小官了，也不怕用力过猛闪着腰。老手重，不收着点，怕把人打死。不对啊，你是怎么知道那是小官的？你去过小官馆？没有，你可别冤枉我，我是那样的人吗？那你说说，怎么一眼看出那是个小官的？正常男人，谁涂脂抹粉？就这？还有他走路的姿势很别扭。不会爆缸吗？真奇怪，怎么有人偏偏喜欢做搅屎棍呢？谢战扑哧一声呛咳，俊脸爆红，一边咳一边拖着顾九走2步，把他塞进马车，挥手让周大春赶紧走。顾九到了医堂，陈明谦带着顾九去病房见了那孕妇。为什么都成亲这么早？自己都还是孩子呢，就要生孩子了？生产太早，对大人对孩子都不好的。不都是这么过来的？所以生产时才那么凶险。说着弯腰给孕妇检查身体。我们那边大夫都说是男胎，确定是吧？不是，是个女娃。怎么可能？我们那里大夫都说了是男胎，会不会诊断错了？错也是他们错，我不会错。真是枉我费力费时，大老远的把你弄到宣州，年都没过好，哪知你这么不争气，早知道就不来了。生男生女可怨不得他，孩子是男是女取决于孩子的父亲。怎么可能？孩子在他娘肚子里，生什么还不是娘的事儿？你这人真是奇怪啊！你在庄稼地里面种一颗豆，非要让它长出个西瓜来，长不出来就怪地不行了，你这是哪门子道理啊？这自古以来都是看女人肚子争气不争气，从没听说这生男生女是男人的事儿。自古以来都以为剖腹取子，大人必死无疑，但我这不还是活蹦乱跳的？可见自古以来的道理就不一定是真的道理。生男生女和种地是一个道理，种下一颗女娃的种，就不可能在女人肚子里面长几个月，竟然变成男娃的。我们小神医话糙理不糙，的确是这个道理。女娃有什么不好？我是女娃，我自卑了吗？若我们家也有小神医这样有本事的女娃，那肯定是骄傲的。孩子有没有本事，取决于家人愿不愿意培养，愿意把他像男娃一样培养，照样会让你们骄傲的。男娃若养歪了，只会让世间多个人渣。养的再有本事又怎样？还不是别人家的人。孩子现在足月了，你们商量商量，什么时候剖？决定了就告诉我们陈大夫医生，他会帮您安排手术时间的。顾九交代完就离开了。今日有位大夫弄来一具新鲜的尸体，大家都过去看了。顾先生啊，要不我们今天先练习，上次讲的阑尾手术练得还不行呢，正好今天先练练。是啊，今日没手术，要不您先回去，这下着雪，路不好走，可别让家人担心。顾九狐疑地看着他们，这些人不对劲儿，走过去看看被白布盖着的尸体，指了指。有什么是我不能看的吗？没有，就是觉得我们今日自己练习就成，不想耽误顾先生。顾九越发狐疑，看看这个，看看那个，突然伸手掀开了白布，白布下那尸体上到处都是青紫色的痕迹，一看就是被人狠狠蹂躏过的。顾九咦了一声，仔细打量那张脸，正是早上出门时见过的小官。他是怎么死的？下头被塞了乱七八糟的东西，有杯子、蜡烛、笔搁，肠子都被破裂的杯子划破了。顾九想到他早上从赵家出来，把他折磨死的除了赵渣渣没别人，难怪早上见他时看起来那么孱弱。愿你来生平安顺遂，托生个好人家，你为医学做最后贡献，我为你报仇。弯腰对着这尸身鞠了个躬。咱们开始吧。搬回来一个人傻站着干什么？我在想，我真幸运，有你，有疼我的家人，有自己喜欢的事业，还有一群志同道合的同行，做我想做的事，过我想过的日子。怎么突然生出这样的感慨？我今日看到了一个人悲惨的一生，对比之下觉得自己真是无比幸运。遇到你
我也感觉很幸运。吃完晚饭，顾九叫住谢五郎，两人走到一边说悄悄话。这件事情你能保密吗？放心，18般酷刑也休想撬开我的嘴。我怎么觉得谢战用不了几句话就能把你今天打了几次嗝都问出来？我有那么没用？大不了我今天装哑巴，一句话也不说，熬一晚上，明日我就走了。这可是你说的啊！五哥要说话算话，现在起就开始装哑巴。谢五郎紧紧闭上嘴，点点头。雪断断续续下了4、5天，就开始慢慢放晴。寒冷的天气一直继续到上元节，天气寒冷，却挡不住人们的热情。家家户户门前都挂起了灯笼，五花八门，五彩缤纷，照得满城流光溢彩。公子，公子，死人了！死人了！这边死人了！哎，别急，别急，往后退，往后退。娘姐姐，这儿怎么了？发生什么事了？我也刚下来，好像听说死人了什么的。里面发生什么事了？房檐上的冰锥掉下来，扎死2个人。啊，这么巧啊！这2人真倒霉，可才叫喝凉水都塞牙。哎，不会是做什么缺德事儿了吧？走个路还能被冰锥砸死？说者无意，听者有意。2个还处在懵逼状态的护从一听，就想起他家公子祸害过的人，祸害死的人一只手都数不过来。你走这边小路，回去禀告大老爷，我在这里守着，等官差过来。另一人只得点点头，从小巷中穿梭着回赵家叫人了。没一会儿，巷口传来叫嚷声：“官差来了，官差来了！都让开，都让开！都挤这里干什么？都走，该干嘛干嘛，别在这里挤死人了怎么办？快走！”周县令到的时候，一眼就看到站在满月楼门口看热闹的顾九。小神医也在这边。是啊，我跟程大娘子过来吃点东西。周县令对着程燕颔首示意，吩咐赶到的衙役们守好路口，别让人过来。怎么回事？这主仆4人从这里路过，不巧房檐上的冰锥掉下来，主人和小厮被冰锥刺进脑袋，死了。周县令弯腰去看地上的尸体，因为光线暗，刚才没看到，这会儿才看清楚脸庞。刑部侍郎的儿子竟然死在这里，这下糟了。周县令看看伤口的位置，疑惑地抬头看看房檐，但高处黑漆漆的，什么也没看到。这会儿仵作也检查完赵宇和六顺的伤，身体其他地方没有伤，也没有中毒，的确是被掉落的冰锥刺死。只不过什么？只不过这位公子伤的位置有些奇怪，这个位置除非冰锥掉下来时死者刚好侧仰着头，才能扎在这个位置。小厮的死没问题，应该是听到冰锥断裂的声音，下意识仰头去看，刚好被掉下来的冰锥刺中眼睛。周县令在这边沉思的时候，赵大老爷坐着马车走巷子里面，朝最近的路赶了过来。玉儿，你死得好惨呐！是谁害了你？你告诉大伯，大伯给你做主。赵大老爷节哀，赵公子不是别人害的，这是一场意外。我不信，从没有听说过冰锥掉下来能死人的。还有晚上这么冷，冰锥怎么会无缘无故掉下来？周县令沉默一下，这的确是一个问题。余光看到还在看热闹的顾九，问道：顾小神医，你能不能给本官解惑？人的头盖骨按说是很硬的，冰锥如果把人砸伤，本县能理解，但能刺进坚硬的头骨里吗？人的头骨不是一个整体，而是由8块骨头组成的，骨头与骨头之间有骨缝，骨缝相对脆弱。你怎么在这里？刺史夫人邀请我和我娘在附近彩楼看灯，就顺便过来吃个饭，怎么有问题吗？赵大老爷没回答，却本能地觉得顾九出现在这里有问题。顾九蹲下去查看赵宇的头部，装模作样的检查一遍。赵公子的伤刚好在额骨、顶骨、颞骨、蝶骨交汇处，这里是头骨最薄的地方，也是整个头部最脆弱的地方。你怎么知道？我是大夫呀，人身体里面总共有几块骨头、几块肌肉，体内的心肝肺在什么位置，我都一清二楚。那里很薄弱，别说从高处坠落的冰锥，就是随便用什么东西捅一下也能要命。就算是真的被冰锥掉下来扎进脑袋死的，但怎么解释他伤到的是这个位置？赵大老爷也不傻，正头顶掉下来的冰锥却扎在侧面，很难解释得通。你往那边看。周县令指指斜对面楼上的窗户位置，赵大老爷侧头去看，就是这个姿势。如果赵公子当时恰好侧仰头看那边，就解释得通了。公子当时往那里看了吗？看了。虽然当时他们2人的视线都不在公子身上，具体冰锥从哪里来都没看到，但这会儿必须统一口径。那边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跳过去，发出了一点响动，公子就抬头看一眼，好像是一只野猫。公子就往那边看，这时刚好一根冰锥掉下来，砸中了公子。六顺抬头看头顶的动静，也被一根冰锥直接插进了眼中。小的也被砸了一下肩膀，当时一连掉下来好几根。但是天气这么冷，冰锥怎么会无故掉下来？
或许是飞过一只鸟，也或者爬过一只树，无意中碰到了。人有旦夕祸福，一切都有天命，您节哀。顾九满眼崇拜地望着周县令，哇哦，这解释的，他一个始作俑者都相信了。老爷，那个小官就是公子弄死的那个，就是这条巷子里宜欢楼的人。赵大老爷愣了一下，当时小官死后，宜欢楼的老鸨还去他府里要赔偿，偏偏今日在这个地方发生了这么多巧合，难道真是那小官死不瞑目，来找雨儿索命了？令侄出了这样的意外，本官深感遗憾，但令侄也不能一直在这里躺着，是本官拉回去暂时存放在衙门，还是赵老大爷这就把人拉回去？赵大老爷垂头看看赵宇的尸体，他也实在想不出，如果不是意外，这结果是怎么造成的。何况金护从一提醒，他也觉得今晚的事儿处处诡异，不像人为。拉回去吧。来人，帮忙把人抬回车里。衙役们应一声，帮着把赵宇和六顺都搬上了马车。赵大老爷跟着马车，蔫头耷脑的往回走。处理完这边的事，周县令带着人也打算撤了。一回头，看到站在街外的人群里往这边看热闹的谢五郎、谢家2个人都出现在这里，是巧合还是？谢校尉过来逛逛，你怎么在这里？听说这边发生了事故，过来看看热闹。家母和三嫂还有妹妹应刺史夫人的邀请过来这边看灯，我过来看个热闹，顺便接他们回家。谢四公子怎么没来？我四哥忙着呢，周学今日在集贤街设了灯谜的摊子，我四哥呀正忙着砸别人场子呢。谢四公子文采出众，普通的谜语怕是难不住谢四公子。那是。周县令笑着带人离开，走出一段距离后，招手让那衙役上来。您认识谢校尉？回大人的话，属下不认识谢校尉，属下原本在集贤街西边执勤，谢校尉跟人打架被属下拉开了，后来看到这边烟花传讯就赶紧过来，哪知谢校尉也跟着过来看热闹。和什么人打架？为了什么打架？谢校尉不小心踩了那人一脚，拉扯之下又撕坏了那人的衣服，两人就打起来了。您现在去集贤街东边看看，打听打听谢四公子今晚有没有离开那边。是。那衙役插手一礼，急忙离开了。周县令陷入沉思，虽然种种迹象表明赵宇的死就是一场意外，但谢五郎和顾九都出现在那里，他心里就有些不确定了。等了好久，那名去集贤街打听谢战的衙役回来。谢四公子今晚一直在那边，属下去的时候，谢四公子正被同学们逼着挨个灯谜摊子猜谜，属下打听了，据说谢四公子一路猜过去，已经有9家书院的灯谜都被他猜光了。周县令皱皱眉头，赵宇出事的时候，谢四在集贤街东段，谢五在集贤街西段，不可能是他们2个人做的，唯有顾小神医在现场。但是顾小神医如果不近身，不用药，能杀了赵宇，还不被他的护从发现吗？不太可能。难道真的是他疑神疑鬼了？夜渐渐深了，街上的人在逐渐减少，谢战却叫上谢五郎和顾九去他屋里说话。说吧，你们今天干了什么？你怎么知道？前几天你们2个就神神秘秘的密谋着什么，今晚衙门有人来探查我的行踪，2件事结合起来很难猜吗？顾九和谢五郎对视一眼，这2件事有联系吗？怎么就能把这2件事联系起来？算了，四哥的脑子跟咱们长得不一样，老实招吧。是跟你长得不一样，跟我还是一样的。没错，是跟你一样，你们都长着2颗脑袋。说吧。谢五郎就和顾九一起，你一句我一句，把今天的事情做了个复盘。谢战也不打岔，听2人细细讲完。那2个传递消息的人可靠吗？四哥放心，可靠的很，2人都是我下属。再说他们知道的也不多。2人说完我交代的那番话后，一个去彩楼给九娘传讯，另一个跟着赵宇，快到杨柳巷时给九娘一个信号就走了。他们甚至不知道要传讯给谁，更不知道要设计的是谁。等回到军中就开始训练了，再出来时赵宇的丧事都办完了，他们也得不到有用的消息，不会把今晚的事儿和赵宇的死联系在一起。还算谨慎，这件事谋算的还算严密，尤其是九娘想到用冰锥的主意就很好。谢五郎刚咧开嘴巴露出笑容，谢战话锋一转，但这件事不是没有漏洞，或许赵大老爷心里存着赵宇作恶多端，所以才遭了报应的想法，但周县令不是无能之辈，并不会完全认为是意外。他虽然暂时想不到他杀的办法，但办案多的人见得多了，一丁点异常都会引起警觉。何况你今晚跑去看热闹的行为简直愚不可及，只会引起周县令的警觉。我明明做的就很好。我知道你想让衙役证明你当时不在场，但是你别忘了，
咱们家跟赵家交恶，上次的事，周县令心里一定猜出了怎么回事，但一是因为不是什么大事，二是那赵宇实在讨人嫌，所以周县令才糊弄过去了。但这次不一样，死了人，而且死的是一个正四品京官的儿子，他不会随便糊弄的。你本来就有嫌疑，还和九娘一起出现在凶案现场，换作是你，心里起不起疑？你压根就不用证明你不在现场。这件事如果定性为意外，你在哪里都无所谓。如果周县令真的起疑，自然会查你我的行踪，查了就洗脱了你我的嫌疑。你上赶着去周县令面前晃荡，不是此地无银是什么？谢五郎哑口无言，实在是找不到话反驳，不得不承认他四哥的话有道理，的确是画蛇添足了，不做不错，多做多错。的确是这样，多做多错。还有赵侍郎，我们把赵宇打了也就打，不是大问题，没有真凭实据也就算了。但现在赵宇死了，赵侍郎一定会一查到底。别忘了，刑部是干什么？儿子都死了，赵侍郎要不亲来宣州，要不派刑部查案高手过来查赵宇死因。咱们做的天衣无缝，他怎么查也查不到。就算我出现在那里有点可疑，但起码能证明当时我不在，没有杀人的时间，是吧？咱们的设计多完美啊，没有漏洞。如果是我来查这个案子，就会把赵家那2名护从找去，让他们仔仔细细把赵宇从出门到死亡中间发生所有大小事都讲出来。那又怎么样？没毛病啊。我跟九娘想了很久，觉得没毛病啊。是没毛病。宜欢楼的云兰跟升仙楼的尔思，这2个人相信你是打听过的，真有其人。但这2人今日在观云阁比拼才艺这件事，是真有其事吗？若真有其事，那就不算漏洞。没有，赵宇那性子，听到这样的消息是一定会去凑热闹的，所以我才让2人故意那样说，引他前去。没有所谓的才艺比拼，只要一查就知道子虚乌有的事。现在你们明白了吗？才艺比拼这事，就是整件事中最大的漏洞。谢五郎和顾九相视一眼，俩单纯宝宝似乎明白了，又似乎不怎么明白。我们要知道，我们的目的不仅是把赵宇杀了，而是要把他杀做成意外。但有心人一查就知道才艺比拼这件事是假的，那为什么赵宇会听到才艺比拼的消息呢？周县令那样的人就能从这件事中分析出，有人故意放出消息，引赵宇前去杨柳巷。赵宇之死是有计划的谋算。就算这样，他们也查不出来是谁做的呀。赵宇到宣州后和谁有过冲突咱们不知道，但他若是被人杀了，咱们嫌疑最大。就算最后完全找不到咱们杀他的破绽和证据，你认为赵侍郎是跟咱们讲证据的人？只要有一点点怀疑，明面上拿咱们无可奈何，暗地里呢，给九娘的医堂送去个治不好的病人，搞出九娘的名声，找人给你设个圈套，设计你打死人。如果他想使坏，总是能想出办法的。谢战没说出来的是，将来他参加科举考试，以赵侍郎地头蛇的身份，想断了他的路还是可以的。当然，他也不是待宰羔羊。那怎么办啊？你们这次的计划的确已经很不错了，若不是一定得做成意外，肯定能成为一桩悬案。但咱们要的是别人以为是意外，这就显得不够完美。谢五郎和顾九一起点头，原本以为天衣无缝的计划，被谢战这么一分析，瞬间就破防了。如果是你来做，你会怎么办？我本来都已经计划好了，只是最近忙才没顾上。其实造成一场意外很简单，最近天气冷，家家户户都烧炭盆，只要半夜把赵宇的门窗关上，他还有命吗？顾九一愕，对呀，一氧化碳中毒多简单呢，他怎么就没想到呢？我本来是打算等空了，摸摸赵宇房间的位置，再让九娘弄点迷药，让他睡得更死点，然后再做这件事。哪知你俩这么着急，赵宇若是因为炭火中毒而死，还是死在家中，谁也不会怀疑是他杀。五哥，原本我觉得吧，运筹帷幄做出这么大一件事还挺骄傲的，但现在吧，我觉得谢战这种黑芝麻馅儿的才最适合做坏事，跟他一比，咱俩就是小白兔。谢战一只手捂捂胸口，不气不气，这小崽子是自家的，不能打。事情已经做下了，没法反悔，这个漏洞咱们想办法补上。怎么补救啊？你明日就让你那2名下属去酒馆或茶楼这些闲人爱去的地方，故意提起云兰跟尔思比拼才艺的事，找个像是会出入秦楼茶馆的人，问问结果怎么样，谁赢了。可是明明没有的事儿。就是没有的事，这么做是为了应对查访的人。如果真的有人查这件事，只需要外头的确有这个谣言，这个漏洞就算补上了。我知道了。事情做得不够圆满时，一定得事后补漏，撒一个谎，事后要想办法把这个谎圆上。谢小狐狸果然从来都不会让人失望，还得是四哥，脑子就是好使。谢战无奈地摇摇头，对这俩货十分的无语。怎么地，马屁没拍响啊？五哥，快再来几句。我觉得你还是不开口的时候才格外的可爱。就是
还有一件，咱们得找补。赵宇作恶多端，以赵大老爷今晚的做法来看，他更愿意相信这件事是意外，是被赵宇折磨死的小官作祟，毕竟太巧合了。咱们要做的就是让赵家再出点怪事，让赵大老爷深信是赵宇遭了报应。对啊，如果诡异的事多了，他们就会相信赵宇的死是冤魂作祟。这个时代的人还是很信鬼神的，当官的更信。四哥，你说吧，要怎么让他闹鬼？我知道，我现在就回去配点泻药，下在面团里，或者把米粒在泻药里拌一拌，再把小面团或者米粒粘在赵家的大树上，等明天早起的鸟儿吃了树上的。话没说完，谢五郎就哈哈大笑。好，赵宇的丧事第一天，满院的鸟儿就到处拉屎，他们就是不信赵宇是遭了报应，也得信。妹妹，你快去做，等你做好了，五哥就去赵家粘面团。谢战好笑的摇摇头，小孩子想出来的主意就是带着孩子气，也没阻止。虽然带着孩子气的胡闹，但也还是可行的。听说赵宇死了，是你杀的吧？我家九娘说过，一想症也是病，还很难治。你如果真得了这病，我也只能同情你了，实在抱歉，帮不了你什么。哼，你瞒得了别人，瞒不了我。赵宇一定是你杀的，还有那天把他吊在窗外的也是你。燕白公子，面具还是要戴好，卸掉温润公子的面具，露出獠牙的你，实在是有些丑。你就不怕我去衙门把你杀了赵宇的事儿告诉县太爷？作为同窗，我再给你点建议，脑子有病虽然治不好，但自我调节也很重要。心胸放开，自然不药而愈。若一味钻牛角尖，只会让自己越来越难过。谢战懒得再跟他纠结，抬脚就走。哼，我会告诉先生的。先生若知道你的真面目，还会要你这个弟子吗？他一定会以你为耻。我就看着你，看你能得意到几时。谢战回头云淡风轻的一笑，扭头继续往教室走。顾如之迎上来，没事吧？我在这边看了好久了，他刚才脸上的神情太可怕了。没事，面具戴太久了憋得慌，在知道他真面目的人面前赶紧透透气而已。我觉得你的话有道理，我也知道他真面目，要不我去让他透透气。别去招惹他，他这里出了问题，会不会做出什么疯狂的事来，谁也说不准，千万别轻易招惹他。这么严重啊？他脑袋怎么有问题了？是得了什么病？你家小神医看出来的？谢战啊，鸡同鸭讲就是这样子的吧。赵侍郎夫妻在赵宇死后的第8天匆匆赶了回来。灵堂为什么没有设在祠堂啊？你当我不想？是，玉儿停灵在祠堂，出了怪事，族老们一致决定。出了什么怪事儿？此事说来话长，你还是先见见玉儿吧。赵侍郎按捺下无数疑窦，吩咐下人掀开棺盖。脸上怎么也有伤？被猫抓的。怎么连只猫都看不好，能让一只畜生把雨儿抓伤？大哥，你们就是这么照看我雨儿的，让她年纪轻轻就没了性命，现在连尸身都看不好。你们以为我想这样，还不是你儿做的孽？我儿怎么作孽了？去费姨娘那里把猫捉来。你儿子才回来宣州几天呢，就已经搞死了一条人命，我给人家赔了500两银子，才把事摆平。怎么回事？赵大老爷就把赵宇弄死一个小官的事儿简单说了说。出事那天，你儿也是要去杨柳巷，那杨柳巷是什么地方，你也清楚。说着话，猫就被带到灵堂。那猫本来在下人的怀抱里懒洋洋的，半闭着眼打盹儿，看起来一点也不疯。你让人带他过来干什么？怎么没杀了这畜生？抓伤了雨儿，大哥还留着他做什么？赵大老爷刚要开口，那猫突然抬起头，原本睡意朦胧的眼突然睁大，死死盯着棺木，然后发出一声尖利的叫声，腿儿一蹬，从仆人怀里跳下，直往棺木处奔去。快抓住他，快！他就是想让他兄弟看看，这猫一到灵堂就会发疯，哪知下人一个没抱牢，就给他挣开了。这猫无比敏捷，何况本来距离棺木就不远，一个纵跃跳上案桌，直接扑进棺材里，对着赵宇就是一阵疯狂抓挠。都快点儿，快一点儿！笨手笨脚的，要你们何用？下人们手忙脚乱的把猫抓出来后，赵宇的脸上又多了几条抓痕。赵侍郎指着被抱出去的猫，他是……这事儿说来话长。把赵宇之死的种种巧合讲给赵侍郎。赵侍郎听完，抖着声音道：“你是说雨儿这场意外是那小官阴魂不散前来报复？”雨儿拉回来的第1天早上，鸟儿齐齐在祠堂的院子里拉屎。第2天早上，这猫突然跑进来，发了疯一样抓雨儿。这猫平日虽不多温顺，但大多数情况下都懒洋洋的。这几日只有到了雨儿身边才会发疯，其他人就算逗他也没事儿。赵侍郎看着下人把猫抱走，目光如鹰一般的
在灵堂里逡巡。本官的儿子都已经没了，你还想怎样？再继续闹下去，本官不介意把你挖出来挫骨扬灰，让你永世不得超生。赵大老爷暗自松了口气，信了就好，这样就是他自己作孽，不是他照顾不周。隔天赵宇就下葬了。赵侍郎送完儿子回来，就带着赵夫人和当日赵宇带出去的护从去赵宇死的地方查看。就是这里，当日公子就是在这里出了意外，那晚就是在那里出现了一只猫，公子才抬头去看的，是一只黑猫，突然跳出来弄出了动静。赵侍郎侧仰起头，回想一下赵宇脑袋上的伤口方向，又抬头看看房檐。公子往那边看的时候，冰锥突然掉下来了，六顺被砸死，小的肩上当时也被砸了一下，要你们何用？有危险都没有察觉出来，回去领取50大板。护从应是，心里倒是松了口气，50大板好过直接要命。赵侍郎侧头再看一眼旁边满月楼的窗户，指着上面问：当时这扇窗户是开的还是关的？关的。去问一下当晚在那间屋子里的人是谁？是顾小神医和程刺史的千金，二人当晚在楼上用饭，两人都是多大年纪？顾小神医12、13岁，程大娘子13、14岁。赵侍郎皱着的眉头松开了，都太小了，还是小姑娘。赵侍郎在试图找一些蛛丝马迹的时候，顾九应邀来到县衙。都得麻烦小神医了，近日又出现一具女尸，还是年轻姑娘自缢死的。这位是护曹参军卢大人的孙女，卢大人在宣州多年，比刺史大人在宣州的时间还长。又是刺史左官家的姑娘？是啊，都是刺史左官家的姑娘。既然都是刺史下属官员家的姑娘，肯定和程大娘子熟悉。大人有没有问问程大娘子，知不知道他们有没有和哪位男子走得近的？周县令明白顾九的意思，小姑娘家的，有什么小心思不好意思告诉父母，倒是可能告诉同龄的朋友。还没来得及，抽空就找程大娘子问问。老规矩，麻烦小神医查一查她腹中可有胎儿。顾九点点头。啊，我好像见过她，是在哪儿见过呢？顾九惊讶地望着女尸，歪着脑袋想了想，完全没印象。不着急，你好好想一想，是不是去医堂看过病？顾九摇摇头，想不到就不想了，让系统扫描一下，也没发现有孕。这个没有，需要检查一下她还是不是处子吗？周县令一下呛咳起来，老脸涨红。不用了，不用了。不是应该检查检查吗？虽然这个没有身孕，但如果已经不是处子之身，那说明和先前两人一样，可能就是同一个凶手，或者团伙作案，所以手法相同。已经让产婆检查过了，那还是不是？不是了。哦，那应该和前两个姑娘是一样的。这姑娘的婢女呢？她应该会知道一些什么吧？没有出事，还没来得及审问。对了，后来那个张家小娘子的婢女找到了吗？找是找到了，不过人死了，人是从小镜湖里飘上来的，身上没有捆绑的痕迹，也不是死后扔进水里的，无法判定是被人推进水里，还是见主子死了，担心家主责罚，跳湖而亡。我一直觉得王大娘子的婢女会知道一点什么，你想呢？王大娘子都有了孩子了，说明和那男子在一起的时间肯定不短，每次幽会总不可能在家里吧？那么出门是去了哪儿呢？那么长的时间，难道婢女一次都没有察觉异常？也有可能是在家里找个表妹什么的，不是方便的很吗？小神医不光医术好，还十分的聪明敏锐。小神医推断的没错，很有道理。人不聪明很难把医术学好的，这个就不用说了。可惜那婢女也死了啊！她不是好好的吗？怎么死了？被王司马打了板子，后来没熬过来死了。那王司马就是个脑子有毛病的。不对，他肝脏有问题，易躁易怒，但能把人打死就不仅是身体生病的原因了，肯定心也是黑的。周县令没接他的话，不好在一个小姑娘背后议论上官。不对啊，我记得大禁律是不准打杀下人的，他这是犯法的。王司马对外说人是病死的，打死这事是本官查出来的。我知道了，大人位卑言轻，不能够硬扛王司马，所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就算周县令查出婢女死因又怎样？他官职低微，为了个婢女，拿自己的前途跟人硬扛吗？那疯批王司马为什么要打死婢女？疯批这个词可真是，以后得警醒点，这小姑娘不能得罪，她记仇的很。有没有可能那王司马查出来点什么，不想让人知道，杀婢灭口呢？周县令没有继续讨论这个案情，而是说道：如果顾小神医想起了在哪见过卢家娘子，还得麻烦过来县衙说一声。顾九应了下来，告别离开。今日怎么有空过来？可是有事？的确是有一件事，你帮我猜想猜想。也只有谢清华那样的才配得上小神医，看得我都羡慕了。
明日让我媳妇儿也来接我散学。人小神医来接谢清华，那是神仙眷侣；你媳妇儿来接你，那是市井怨侣，有什么好看的？谁怨侣？你跟你媳妇儿才怨侣呢。我没媳妇儿。什么事？今日周大人叫我去衙门。突然对面有道声音传来，前面可是顾小神医。是的呀，顾小神医就是我。您是哪位？我们是赵宇的父母。顾小神医认识我儿吧？原来是赵大人呀，我认识您公子，都住在一条巷子里，天天抬头不见低头见的，当然认识了。赵大人，您儿子跟您不太像啊。你什么意思？你把话说明白了，什么叫我儿子跟我家老爷不太像啊？您儿子是跟您丈夫不像，倒是很像夫人您，有什么问题吗？听说我儿出意外那晚，顾小神医在满月楼的汉蛋飘香用饭。是呀，我那天刚好在。不知道顾小神医当时有没有看到什么，或者听到什么？有的，我先是听到了有人大声喊死人啦死人啦，这边死人啦。不久学着那天喊这话那人的语气，连语气里的惊慌都学得一模一样。然后我就推开窗户往下看，见到有人躺在地上，然后街上的人都往巷子里跑，我就也就下去看热闹了。后来才知道死的是您家公子。你再好好想想，到底还看到什么没有？你说的都是什么废话呀？我说的怎么是废话了？你们问我看到了什么，听到了什么，我明明回答的好好的，是我没说明白，还是你理解能力太差？这么简单的话你都听不懂？你大胆！你可知道你在跟谁讲话？怎么有点权势的人都喜欢问这句话？难道有权有势之后都不知道自己是谁了，还得问别人才能知道？你大胆！我胆子是挺大的呀，有问题吗？请问顾小神医，当日所在的汉蛋飘香中有没有可能藏着什么人？没有可能，屋里就那么大的地方，不会藏的人我都看不见，我眼上好着呢。附近有没有发现异常的人？有的，我就站在你面前，你看我是不是很异常？出事前我也刚到，没看到有什么行为举止古怪的人。出事之后，街上的人群往巷子里面涌来，乱糟糟的，也没看出来有人可疑啊。你不是大夫吗？你不是小神医吗？为什么出事之后你不赶快救人？赵公子伤在哪儿？你不会不知道吧？在这儿，这里是人的头部最脆弱的地方，扔个小石头打到了也可能丧命，何况冰锥从这儿扎进脑袋了。别说我是个大夫，我就是个大罗神仙也救不回来啊。你不是能给人开膛破肚吗？你把人抛开都能救活，为什么不能救我的雨儿？你把他脑袋打开，把冰锥拿出来，再给缝上，不就把人救活了？赵大人可真可怜，居然娶了一个智力这么低下的夫人。您知道吗？大多数男孩子的智力遗传母亲多些，您夫人还给您生有其他儿子吗？肯定也不聪明，真是可惜了。赵侍郎一阵无语啊，他2个嫡出的儿子的确不怎么聪明，难道他说的是真的？小贱人，你骂谁傻子呢？本夫人是得了朝廷诰封的夫人，你敢辱骂本夫人？我看你是活腻了吧？怎么是骂人呢？实话实说罢了。傻子是您说的，又不是我说的。其实不聪明没关系，世上绝大多数人也都不是特别聪明。我说了一句实话而已，跟我活没活腻歪有什么关系啊？您若诚心想问当天的情况，就别让您夫人开口了，净说一些傻不拉几的话，怪丢人的。谁丢人了？你说谁丢人了？你个小……赵侍郎拉一把赵夫人，揉揉额角，真的挺丢人的。顾小神医，我不懂医，在那种情况下真的没救了吗？你应该知道，战场上的将士伤了其他地方都是有活下来的可能的，但是唯独心和头被敌人射中的话，立刻就会没命了。冰锥直接扎进了赵公子的脑袋里，当场毙命。我下去的时候，赵公子已经是一具尸体了。你不是神医吗？你不是能起死回生吗？怎么就偏偏救不了我儿的命？我看你就是故意的。我是神医，不是阎王爷，不能拿着生死簿，想勾谁就勾谁，想放谁就放谁。再说了，天下就没有起死回生的医术，能救回来的那就是没死透。赵公子那样的，那就是死得透透的了。小贱人，你说谁死得透透的了？你这个胆大包天的贱民！来人，给我张嘴，张嘴，打死这个小贱人！赵大人，您就这么眼看着您夫人在这里无理取闹？尊夫人是诰命夫人，一言一行该是百姓表率，就是这么一口一个小贱人的撒泼打滚，给百姓做表率吗？妹子心伤，儿子惨死，举止失态，两位别跟一个失了孩子的母亲计较。不过小神医年纪小小，嘴上却半点不饶人啊！何况小神医的确是平民百姓，冒犯诰命，也该得到点教训。来呀，张嘴！何谓冒犯？难道说实话叫冒犯？舍妹说尊夫人智力低下，难道不是实话？说令公子死透了，不是实话？说实话就是冒犯，说实话就要被掌嘴。赵大人贵为刑部侍郎，平日就是这么评断天下案卷的吗？您将国家法度置于何地？谢公子好一张伶牙俐齿啊！哼，别说你现在还没有功名，就算是有了功名，在本官面前也容不得你一放肆。
来呀，连谢公子一起掌嘴，对本官不敬，本官不介意教教你怎么做人。是，真是太没天理了，说几句实话就要打人，当官了不起啊？当官的就可以不讲道理？是啊，还是京里的大官呢，都不讲道理。朝廷都是有这样的官员，咱老百姓的日子才越过越苦，说句实话都不能够了。京城的官员原来都是这样子的，哎，京城的百姓真可怜，还没有咱们宣州过得舒坦呢。谢战，你敢煽动百姓攻讦朝廷大员，你可知道仅这一件，本官就可以将你投入大牢问罪。这关人家谢公子什么事？还不许老百姓说几句公道话了？就是，还要打我们小神医，我们小神医医术高明，不知道救了多少宣州百姓，想打我们小神医，我们不答应。对啊，小神医又没犯错，不能打小神医。不能打呀，这小神医就说了句实话，怎么能打人呢？京里来的大官就能不讲道理了吗？简直没天理了！你等刁民是要造反吗？都给我闭嘴！再敢聚众闹事，本官就调府军来镇压你等刁民。百姓只是说几句公道话，就要被当乱民抓起来，这是什么道理？这么多的百姓还有学子，赵大人若是真敢抓人，咱们就上京告御状去。对，咱们上京城告他去。真到宣州是赵家的宣州了，赵家难道是宣州的土皇帝吗？这话就诛心了。赵侍郎脸一变，就在人群里找起说话那人来。谢战冷笑一声，把他的注意力吸引过来。这天下什么时候不姓公孙改姓赵了？百姓反驳赵大人几句，就变成了聚众造反。造谁的反？造你赵侍郎的反吗？府军无旨不得调动，仅凭赵侍郎一句话就要调动府军来欺压百姓。赵大人是当府军姓赵，还是觉得您的话比圣旨还管用？别给本官扣大帽子，本官不吃这一套。小子，跟本官横，你可知道后果？除非你一辈子窝在宣州，否则到了京城就是本官的地盘，到时候市楼你也得给本官盘着，市虎也得给本官握着。现在你给本官和夫人磕头赔罪，再去给我女儿守灵，本官或许会考虑放你一马，否则怎样？黄公公，您怎么又来了？赵侍郎真是好威风啊！皇上都没有说过京城是他老人家的地盘，赵侍郎脸可真大呀！脸之大，一盆洗不下，换大缸也勉强。下官绝对没有那个意思，黄公公可千万别误会。说着往人群后看了看，黄公公怎么会这时候出现在宣州？靠近2步，放低声音道：公公，下官那里还有些上好的补药，等回京就给公公送府里，咱们同在京里共事，别为了2个贱民伤了和气。贱民？赵大人啊，很快就不是了。来呀，宣旨！哼哼，什么补药比得上顾小神医做的药啊？那可是能延年益寿的。顾小神医接旨，门下朕应昊天之眷命，保梨树之康宁，特赐封顾九为康宁郡主，赏黄金100两，断白匹，如意1对儿。小太监读得声情并茂，但顾九只觉得中间的文字离五骈六，深奥难懂，就听懂了最后的封赏，迷茫的扭头看谢战。你在抓获荆州王时立了大功，还制作出可以挽救将士性命的青霉素，这是你该得到的嘉奖。顾小错了，康宁郡主接旨吧。顾九被谢战拉起来，猛猛地上前接旨。恭喜康宁郡主，贺喜康宁郡主，恭喜郡主，贺喜郡主。一波一波的，热闹的不行。赵大人，赵夫人，郡主在此，2位不来拜见吗？参见郡主，郡主万福。先前都是误会，下官和郡主邻里邻居的，就像郡主所说，抬头不见低头见的，今后还要和睦相处的。先前是下官失礼了，下官在这里给郡主赔个不是，郡主大人大量，千万别跟下官计较。顾九惊叹不已，果然是在权贵扎堆的地方历练过的，这变脸的功夫啊，驷马难追。那嘴上赔罪多没诚意啊，赔罪不得送重礼吗？郡主言之有理，哪有人赔罪上下嘴皮碰一下就完事儿的？赵大人这样太没诚意了。那是，赵某明日一定登门，呈上重礼，给郡主赔罪。这时人后传来一声借过借过，高士领着2名仆妇过来，仆妇手里抬着个箩筐，箩筐里放了半筐铜钱。众位乡亲，今日感谢大家仗义直言，更感谢大家对康宁郡主的喜爱，一点心意，聊表谢意。路人们激动地纷纷感谢，看个热闹而已，还能领钱，这好事儿天天来一波，一个个嘴里吉祥的话直往外冒。今日多谢乡亲们了，
大家同喜同喜呀！九娘，快来，让大家也沾沾喜气儿啊！对，让我等也沾沾小神医的喜气。大爷大娘、叔伯婶婶、大嫂大哥，同喜同喜啊！青花兄，这么大的喜事儿，几个铜钱可打发不了我们，怎么也得请顿好的。这是自然，休沐日在下在万古楼摆宴，今日在场的不在场的，届时请赏脸去吃个便饭。好啊，万古楼是宣州最好的酒楼了，青花兄大气。一定，这顿饭无论如何也得去蹭。燕白兄去不去啊？青华兄请客，自然是要去的。切，脸之大，一盆洗不下。显燕白一张脸登时黑了。公公远来辛苦了，天色已晚，不如带诸位大人去寒舍吃顿便饭。我娘说的对，您老走了这么远的路了，一定很累了，去我家吃饭吧。还是改日再打扰，近日带的人多，怕您家盛不下这么多人，就不打扰了。本来嘛，宣读圣旨不该这么仓促，但这不赶巧了吗？所以就在大街上宣了旨，郡主可别怪罪才好啊。不怪罪，时机刚刚好呢。黄公公就是会选时间。太晚了，咱家还得赶去医馆，这就告辞了。明日咱家再去医馆叨扰郡主。好啊，欢迎。送走黄公公一行，看热闹的百姓看到没热闹可瞧了，也都恋恋不舍地散了。至于赵氏郎夫妻，早就待不住，不知什么时候悄悄走了。草民见过郡主，郡主万安。哥嫂们都免礼。学生谢战参见康宁郡主。谢公子这里行得马马虎虎，先生的教导都被你吃到肚子里去了。要不郡主给学生打个样？民妇也来给郡主见个礼，道声万福。不敢，您是祖宗，您老大。哪里呀，郡主您才是咱们家的小祖宗。众人哈哈大笑，开开心心的往家走。今日我去衙门，一进门就险些被一只飞来的拘球砸中。有没有事？吓到了没有？没有，后来险些砸到我的那捕快，一个劲儿的赔罪，让我一定要砸回去。没事，周大人试探你。是吧？你也这样认为的？没事，周大人在那个位置上立场不同，什么都不做才是不应该。那件事那么巧合，他怀疑很正常，试探过了就没事了。我本来准头就不行，还没力气，肯定砸不中了，试也白试。这件事情算是天衣无缝的过去了。我和五哥也没有你说的那么不中用嘛。没错，我们九娘既聪明又能干，是个小机灵鬼。那是，也不看看天天都跟谁在一起，就是个木头也成精了。承蒙夸奖，不胜荣幸。别客气。好了，郡主该安歇了，小的送您回房。顾九就迈着八字步，晃着小肩膀，嘚瑟的被推着往前走。顾九第二日像是什么都没有发生一样，该去医堂去医堂。对于郡主这个身份，高兴过了就过了，也没多大的感触，该做的事还得做。燕白公子眼下常年青黑，眼睑浮肿，面色苍白无华，应该是长期睡眠不足，或许还有肾精亏虚引起的症状。你这病由来已久，可不是我撞的牛。在下见过郡主，是在下走路不看路，惊扰到了郡主，实在是罪过，还望郡主原谅在下的莽撞。我原谅你了，那你没事吧？没事，摔了一跤而已，在下还没有那么娇弱，倒是郡主可有受到惊吓？是有一点点，不过没事了。既然你没事，我就走了。郡主留步，听闻郡主医术高超，方才一眼就看到了在下身子欠妥，不知能否帮忙看一看？这一靠近，顾九就闻到一股清淡的气味，被人体的温度一熏，散发出的香味中带着点的甜腻。原来燕白公子还用熏香啊？没有啊，在下从不用熏香。你骗人！我分明闻到了杜衡的味道，你那熏香里肯定是有杜衡的。杜衡是一种可以做香料的草药。是吗？我不太懂，可能是下人把衣服拿去熏香了。你身体不舒服就去药堂看看吧，我看你的面色最多也就是肾精亏损，夜梦难寐，外面的药堂都能看，我那儿一般的症状都不治的，除非是疑难杂症或者需要动刀子的病。显燕白的拳头在袖子里握了握，面上仍旧一派温雅，眼睛眨了几下，露出两分似委屈似受伤的神情来。可是显公子，你眼皮抽抽了？不是大毛病，眼皮抽抽可能是饮酒对阳光或者风过敏，也可能是太疲劳了，没多大问题，休息休息就好了，不用一副快活不下去的样子。显燕白郁闷，这就是根木头，白白长了一张聪明伶俐的脸孔，就是一根不开窍的木头啊。没事，我就先走了，你身体不舒服记得要去看大夫，年纪轻轻肾精亏损可是大事儿，耽误不得。顾九说着吩咐周大春赶车，路过的行人好奇地看过来，没看出来啊，年纪轻轻的就得了这个病，真是可惜了。长得那么俊的后生，怎么就不知道节制一点呢？是啊，这么年轻就把身体做出病来了，
以后可怎么办呀？也不知道这病影不影响子嗣。那是小神医，我见过，小神医说的一定是真的。是康宁郡主，小神医封了康宁郡主了。话题渐渐跑偏，接受大家注目礼的显燕白裂开了，胸口一阵难受，忍不住呛咳起来。顾九听到剧烈的咳嗽的声音，掀开帘子看过来，只见显燕白拿着一块帕子抵在唇边，咳得惊天动地。见到帕子，顾九脑中一个念头闪过，快去县衙！周大人，周大人，怎么了，郡主？可是出了什么事了？我想起来了，想起在哪里见过卢家娘子了。慢慢说，不着急。当日孔老太傅从京城来，宣州学子们都去东门迎接，我在那见到过卢家娘子。当时卢家娘子的帕子掉在地上，被显燕白给捡起来，后来两人在一起说说笑笑，看起来相谈甚欢，老有情切有意的。显燕白，那个宣州有名的燕白公子。是啊，就是他。大人觉得是不是他？他爹是什么来着？好像也是刺史左官，刺史府长书记。刺史府长书记是正八品官员，主要担任文书和幕僚的职责。显大人是宣州本地人，历任刺史府长书记一职，已有15年之久。周大人说到这里，眉头蹙起来，站在原地陷入沉思。都是刺史左官，大家生活的圈子都是一样的。显燕白和3个死亡的姑娘，逢年过节都可能会来往，熟识的机会很大。来人，去请崔主簿过来一趟。崔主簿就在县衙班房办公，很快就过来了。集贤街上那家惠明轩的东家，崔主簿有印象吗？有，惠明轩的东家是城外桃林村的吴长勇。这位吴长勇同时还在小镜湖边上开了一家茶肆。一听小镜湖，顾九就心里一动，张小娘子就是死在小镜湖边的梅林。姓吴？周县令办事自言自语，办事疑惑地问一声：是的，那家茶楼是他买下来的。属下当时见他穿着打扮很普通，却能在集贤街买下那么一间茶楼，还跟旁人多说了几句。李老八告诉属下，那吴大爷是刺史府长书记显大人小妾的兄长。顾九眼睛一亮，又跟姓显的扯上关系了。周县令也是双手一击，神情兴奋起来。你先去忙吧。崔主簿行礼退下。那个惠明轩那个茶楼有问题。就是王大娘子曾经去过的茶楼。周大人点点头，大步走到门口，吆喝一声：来人，去把惠明轩的掌柜带来。外面的衙役应一声就去了。周县令才转身解释，王大娘子的婢女何香曾经说过，王大娘子死前曾去过惠明轩，那个惠明轩的东家是显大人小妾的兄长，很有可能就是显燕白的亲舅舅。顾九想到王大娘子从茶楼回去后就上吊自缢了，前一刻还想打掉胎儿，后一刻就想不开死了。3起命案，相同的出身背景，相同的死法，同样的未婚，几乎可以断定他们的死是同一个人造成的。3起案件中，王大娘子死前去过显燕白舅舅开的茶楼，卢娘子曾和显燕白相谈甚欢，都牵涉到显燕白。人长得不错，还有些才华，正是小姑娘们喜欢的类型。大人帮我猜想猜想啊！我来的时候路上恰巧遇到了显燕白，他从一条巷子出来，险些撞上我的马车，但我的车速明明没多快，他只要长眼睛就该打住的，却偏偏摔倒了。他打扮得很骚包，讲话时眼睛神态是这样的。顾九回忆着显燕白当时的神态、语气、动作，一一给周县令演示了一遍。反正就是看起来怪怪的，他身上香香的，像是一只开了屏的花孔雀。我总觉得他的一举一动像是刻意设计的，显得顾九还在想什么词合适，周县令无语地望着他。他在勾引您呐，郡主。我以为他眼睛抽抽了，可是他长得不如谢战，才华也不如谢战。我身边已经有了珍珠，为什么还要看上一颗死鱼眼珠子？他是对自己的误解有多深啊？这么自恋，他都不照镜子的吗？周县令心想，显燕白若在这里会吐血吧？但是为什么呢？郡主和那3位姑娘的特征显然不同，她为什么想着勾引您呢？大约是不太服气谢战吧，想挖谢战墙角。显燕白和谢四公子关系不睦，关系是不怎么样，显燕白挺嫉妒谢战的，所以显燕白真的可能就是幕后凶手，只因为他嫉妒谢战，就想引诱我，以达到打击谢战的目的。那么是不是那些姑娘的家人曾经得罪过他呀？还有啊，大人，你看他今日的表现，从服饰到体位，还有神态表情、眼神动作，都轻车熟路的，肯定是经常勾搭小姑娘。但是为什么是自缢呢？为什么对自缢这么执着？3人就算想自尽，也不可能都选择自缢的方式。难道……周县令自言自语着，突然想起什么，又出去吩咐：来个人去找李老八，
让去刺史府长书记显大人家附近打听打听，燕白公子的亲人里有没有自缢而死的。外面的人应声去了。周县令解释一句：李老爸是本地人，认识的人多。大人说的对，3个人不可能同时选择自缢，那么肯定有不是自缢的。王大娘子人在家里死的，她不可能跑到人家家里祸害人。那位张小娘子呢？她死在外面，有没有可能被人抱着挂上绳结？男女力气相差比较大，想抱起小姑娘挂绳索上也不难。如果张小娘子是被人挂树上的，她的婢女就一定也是他杀，或者是被人推下湖，或者是被逼跳湖的。为什么不直接把人抓来审一审？显燕白不是普通人，他是8品官员之子，显家在宣州树大根深，没有真凭实据，不能轻易抓人，所以得先抓惠明轩的掌柜，审出结果才可以抓人了。对，那位卢家娘子贴身婢女没审过吗？那婢女在卢娘子自缢当晚跟人私奔了。这也太巧合了。是呀，怎么偏偏卢娘子自缢后跟人私奔？卢家人知不知道跟那婢女私奔的人是谁？不知道，那婢女突然找不着了。审问和婢女同屋的下人，得知她近日身体不好，经常呕吐，还不能闻怪味。这个卢娘子没身孕，她的婢女有身孕了，所以卢家人才判断她是跟人有了孩子，所以跟人跑了。但是就算跟别人有了孩子，为什么不干脆嫁了？那人的身份见不得光吗？大人觉得婢女的孩子是不是也是显燕白的？显燕白安置了婢女，所以卢娘子给他们气得自缢了。王大娘子、张小娘子、卢娘子，哪一个身份不足以匹配显燕白？他不娶她们，偏偏看中一个婢女。那也说不定啊，万一他就是遇到了真爱呢？卢娘子是晚上入睡前在家门外1墙之隔的院子里自缢的，那条巷中有棵树，卢娘子就是自缢在那树上。发现卢娘子尸体时，就找不着婢女了。所以大人怀疑显燕白勾搭卢娘子的时候，同时也勾搭了他的婢女，婢女和显燕白一起害死了卢娘子。有很多种可能，这个不好猜测，一切还得等抓到人了再查一查。两人说话间，惠明轩的掌柜带到了。蒋述，你可知道本官叫你来是为什么？草民一向遵纪守法，实在是不知道犯了什么事儿，还请大人告知一二。大胆讲述，胆敢撒谎欺瞒本官。当日王大娘子死前，去你惠明轩到底是见了谁，还不从实招来？大人冤枉啊！草民真的不知道啊，该说的上次都已经说过了。那位王大娘子只是去草民的茶楼坐了一会儿，要了一壶茶，没喝几口就走了，真没见她见过谁啊。不见棺材不落泪，惠明轩是燕白公子母舅的产业。据本官所知，燕白公子是庶出，亲舅舅出身不高，哪来的本钱在宣州最好的地段开茶楼？这茶楼幕后的主人是燕白公子对吧？只是借用了其舅舅的名号。草民真不知道，草民只知道东家是吴大爷，不知道吴大爷是谁的舅舅，更不知道吴大爷开茶楼用的是谁的本钱。草民只是受雇于吴大爷，帮着打理茶楼而已。死鸭子嘴硬，本县没工夫跟你打嘴官司。来人，给我打到招为止。3目之下就没几个能扛过去的。衙役们拎着水火棍就过来了，扭住蒋述，把他往凳子上拖。顾九凑过去小声说道：咱不是有药，为什么不用？周县令知道他说的是致幻药，心塞地说道：太贵了，这等人都经不起打，就不浪费了。要不郡主您身上若带有，先给用一点，毕竟这热闹您也喜欢看不是？我今日没带。还是打板子吧。板子刚打4、5下，蒋述就受不住了。我招，别打了，我愿意招供。周县令摆摆手，示意放开他。大人，草民愿招。正说着，却突然提起衣摆，疯了般朝外跑去。他以为跑得了和尚跑得了庙。周县令拧起眉头，站起来大踏步跟出去。顾九跟在周大人身后追出去的时候，就看到他在大街上跑得贼快，径自迎着一辆疾驰的马车而去。见蒋述毫不犹豫迎着马头而去，到了近处，横着往地上一躺，疾驰的马儿根本收不住脚步，高高扬起的蹄子狠狠地从他身上踏过，然后紧接着那车子也从他身上碾过。车子被颠得咣咣晃荡几下，险些翻了，才算是稳住了。顾九飞快跑过去，不用蹲下去检查，就知道蒋述救不活了。大人，这嫌犯自己求死，不干你的事，你可以走了。我怎么这么倒霉呀？刚买的新车，刚买的马，就出了这倒霉的事儿，好几10两银子呢，真他妈晦气！怨谁？城里到处都是人，跑那么快撞到了人，你能担当得起吗？
中年人的哭声戛然而止，小心翼翼看一眼周县令，一声不吭地爬上车，悄悄地走了。他为什么要去寻死？就算他说了假话，也罪不至死。他为什么非要选择自杀呢？他在保护别人，很可能就是在保护显燕白。把他抬回停尸间，再去惠明轩问问他还有没有家人，顺便找个在惠明轩时间长的茶博士过来。正在这时，陈明谦从一堂的方向快步走过来，远远地叫道：先生，到处找不到您，您还有一台手术呢，是要改时间吗？周大人，有后续了，派人给我说一声啊！隔壁的陈依令站在巷口，看着蒋述被抬进县衙大门，叫住一名衙役：哎，那人怎么回事啊？被马车撞死了？周县令无语的冲顾九点点头，再看看陈依令，做大夫的都这么喜欢八卦吗？顾九回去用半个时辰把手术做了。顾大夫，这位是从燕州来的魏妈妈，魏妈妈主家的大奶奶快要生产了，担心难产，过来问问咱们能不能去人给做剖腹产。顾九惊讶的抬头，居然来请飞刀吗？后世很多医生会利用节假日跨地区去做手术赚外快，被人们称作做飞刀。你家大奶奶什么情况？为什么会担心难产？是当地的产婆给看了，我家小公子头太大，说是不好生产。我们燕州城傅家，就是上次来您这里剖腹产的那个傅家，他家大奶奶就是在您这里做了剖腹产，大小平安。我们太太听说后，专程上门看了傅大奶奶，本来也想带着我家大奶奶过来宣州的，但实在是担心时间赶不及，万一大奶奶在路上难产，可就太危险了。所以您看能不能请您去一趟燕州啊？您放心，我家太太说了，来回一路奔波，辛苦费少不了的。您看100两够不够？燕州和宣州相邻，坐马车差不多2天能到。在燕州再住上1晚，还需要留一位大夫多等几日，观察术后情况，等7日后拆完线才能回来。前后加起来得11、2天，这么一算100两可不行，起码得200两。魏妈妈一听，连个磕绊都不打，就答应下来。剖腹产是小手术，我们一堂好几位大夫都可以做，但都是男大夫。你若愿意的话，我就给你派一个最出色的大夫去，如果不愿意，那就算了。魏妈妈脸色有些僵，杜一舟一看这情况，赶紧把人拉走，把男大夫做手术的方法告诉魏妈妈，保证只露肚子，看不到其他地方。那听说你们的顾小神医最厉害，不能请顾小神医去一趟吗？魏妈妈放心，我们一堂的邓先生、秦大夫还有家父都已经做过很多场剖腹产手术了，都很成功。如今一堂的剖腹产手术，我们顾小神医已经不做了，都是交给底下的大夫们做的。魏妈妈刚来宣州，不知道我们顾小神医啊，已经被朝廷赐封为康宁郡主了。哎呦，那可真是恭喜郡主了！就按照杜大夫说的，派个大夫去吧。杜大夫呀，还得麻烦您给推荐一位最好的大夫。这您放心，我们一堂也是第一次外派大夫，肯定是要派最好的，不然砸招牌不是？那就好，那就好。魏妈妈，先在这里稍等，我们商量商量，再决定什么时候启程。顾九让陈明谦通知了一堂的大夫们，做飞刀的事情只要开一个头，今后一定不会少，还得商量出章程来。今后这样的事情不会少，我的想法是要立下规矩，价格以及分成都要提前说好。您的意思是出诊的诊费要给我等分成？这是自然啊，那么远的路来回奔波多辛苦，不能让你们白辛苦不是？这次剖腹产要去燕州，至少得去3个人，咱们一堂人手也紧缺，做完手术助手和护士还得赶紧回来，主刀大夫留下，等到给人拆线后才算是完成。去那么远的地方出诊，要布置产房，要带酒精全面消毒，挺麻烦的，还耽误咱们自己的事。我就问他要了200两银子。还好剖腹产手术算是风险比较小的手术，还可以临时布置手术室进行手术，若是换成大手术还真不一定能行。200两银子，我的意思是一堂占3成，剩余的主刀大夫要留下观察产妇的状况，还要等拆线才能回来，处理比较多，占4成，剩下的就由助手和护士均分，你们看怎么样？大夫们一个个兴奋的不行，4成也80两了，这要在以往他们在外面诊堂坐诊，1年的收入能有1半就不错了。一堂占了3成，会不会少了？大家外出遇到严寒酷暑，路上艰难，分一些银子是应当的，但咱们都是在这里学的手术，没教过束修，您看这分成是不是再商量商量？是啊，顾大夫给咱们分的多了，咱们在这里学习这么久，没教过束修，现在还让咱们赚钱，咱们这心里实在是过意不去啊。我建议一堂的初衷就是为了把我会的医术传扬出去，
让大晋的百姓可以得到更好的治疗。大家学会医术，我的目的也就达到了。我总不能留你们一直在一堂，你们还要养家糊口呢。等你们出去赚钱也是赚钱，没点收入谁也活不下去。再说路上也挺辛苦的，你们出去还要担着风险，万一手术室出了什么事故，这个一堂是不负责的。在一堂有顾大夫定海神针一样坐镇，心里踏实，到外面可就要独当一面了，钱也不是那么好赚的。如果大家没意见，这件事情就这么定了，这一次手术就邓先生去好了。邓先生自然是没意见的。顾九看看陈明谦，你肯定是不能去的，你是咱们的大管家，一走几天可不行。这次荣娘姐姐去吧。行，我没问题。我听先生的。你去跟杜小大夫商量商量，看看咱们收多少定金合适，还有来回的车马，跟家属的契书，还有一堂和大夫们分成的契书，这些具体章程再斟酌斟酌。大家散去后，顾九单独留下邓先生，把魏妈妈叫过来，详细的了解一下孕妇的身体状况，有没有流产史等等，以便分析有没有出意外的可能。剖腹产还是非常安全的，大出血的情况很少，但万事都有个例外。这边正在说话，杜一舟又跑进来叫顾九。县衙那边派人来请顾大夫，说是燕白公子在万古楼出了点状况，周大人请您过去呢。还算周大人够义气，主动叫他去看热闹。顾九一边往外跑，一边想到谢湛今日不正是在万古楼宴客，显燕白那不要脸的也去了，他怎么还好意思去？请公子这是做什么？本官只是请公子去趟衙门，有什么冤屈可以和本县讲。案子还没开审，显公子就做出这副样子，是在威胁本官吗？他怎么了？怎么突然想不开了？惠明轩的茶博士招供了，郡主，您猜怎么着？那惠明轩就是燕白公子的。王大娘子自缢前在那里见了燕白公子，具体说了什么他也不知道。我家大人让人来传他上衙，他就这样了。他这是做贼心虚啊！但想了想也不太对劲儿，就派个衙役通传就要死要活的，不应该呀。这要跳不跳的，威胁谁呢？周大人这速度可真快呀，还有一个还没死呢。周大人这就查到真相了，可惜呀，老天不给我时间。这么说，显公子认罪，之前的王家大娘子、张家小娘子还有卢家娘子都是你杀的？错了，不全是我杀的，我只是告诉王欣然一些事情，他就受不住自缢了，可不关我的事儿。至于张茵茵，谁让她不听话，非要让她娘去我家提亲，我稍稍推辞，她就威胁打掉腹中胎儿另嫁他人。她脸皮这么厚，都不肯自己死，我就只好受点累，把她挂树上了。围廊上站着的学子们傻了，他在说什么呀？什么自缢，什么把人挂树上？燕白公子他这是……好可怕呀！燕白公子原来是这样的人，这是祸害了多少人啊！亏我还觉得他处处替人着想，是个谦君子啊！他真杀了人，还不是一个。有3个姑娘被他害死了。周县令查这个案子已经有一段时间了。错了，不是3个，好几个呢。今日之事后，说不定还有一个。学子们被他的话吓到，忍不住往后退了几步。实在是朝夕相处的人，原来是个杀人恶魔，这也太吓人了。你站在那里是什么打算？既然你承认了，死是迟早的事，也不用拿跳楼威胁别人。周大人错了，我不是用跳楼威胁你放了我，而是想问大人，你就不想知道真相吗？大人若不想，我纵身一跃，一了百了，留下无数疑团。显公子，我提醒你一句哦，这个高度跳下来可不一定会死人的，最大的可能是断手断脚，或者是摔断脊椎。摔断脊椎你知道是什么后果吗？可是会瘫痪的。作为一名神医，我可以负责任的告诉你，脊椎摔断就一定会瘫痪。瘫痪的后果你一定不知道吧？就是可能全身不能动，大小便无法自控，也可能表情无法自控，不能开口讲话，也会控制不住流口水，但偏偏神志清楚，连自杀也做不到。关键是脊椎断裂是不可逆的，天王老子来了也治不好哦。你要不要再想一想，换个方法？这结果比死可怕多了。谢湛在楼上下望，憋住笑。周县令这是啥子方法？显燕白感到深深的无力感，干脆不理会他，依旧接着先前的话题说道：我这里还有一些大人可能感兴趣的东西，我若死了，悬案就只能是悬案了。不知道是什么时候的悬案？大人若想知道，还请帮我一个忙。什么忙？说来听听。本官若有能力，肯定照办。很简单，麻烦大人派人去请一下我那好父亲，我还有一些临终遗言想交代一下。这个没问题。
周县令吩咐一名衙役去请人，已经让人去请显公子的父亲。那么显公子现在能不能说一说卢家娘子的死和婢女失踪的事？卢家呀，家风可不怎么好。王欣然和张茵茵还让我费了些功夫才弄到了手。这个卢素倒好，自己上赶着勾引我。他家婢女更是轻浮，去惠明轩帮他家姑娘送个信而已，都能主动爬上我的榻。我只是承诺以后会纳她做妾，他就对我死心塌地。我说我更喜欢他，但有他家姑娘在，只能委屈他做妾。他也深信不疑，觉得是他家姑娘挡了他的路。我说卢素逼着我娶她，可是心里有了他，就不想娶卢素了。他就帮着我把卢素骗出来，帮着我把卢素挂树上吊死。哼，真是又蠢又贱。那婢女的尸首呢？在小镜湖里喂鱼呢。放心，他身上绑着大石头，上不来。一定是吴长勇帮的忙吧。来人，去城外小镜湖边的茶肆，把吴长勇押解归案。若不在茶肆，去桃源村看看。是。李老八领着几个捕快转身就走。这些都是我做的，我一个人做的，跟别人不相干。不相干。张茵茵死的那天，本官就问过张家虎从，他们曾被吴长勇叫入茶肆歇脚喝茶。你就是在那时候把张家小娘子的婢女推入湖中的吧？不然小镜湖就那么大，如果不调作虎从，肯定能看见你的作为。我一个人做的，不关我舅舅的事。那天天冷，我舅舅看他们站在外面受冻，于心不忍，才叫他们进去取暖。我见没人，才趁机叫张英英的婢女去湖边把她推下去。显公子之所以一听到衙门通传就反应这么大，是不是已经接到蒋叔死亡的消息了？知道自己做的事瞒不住，所以才破罐破摔。本官很好奇，那蒋叔担心受不住大刑，招出对你不利的事，所以才故意往及时的马车上撞。他对你如此有情有义，到底是为什么？这世间有禽兽不如的恶人，也有知恩图报的好人。在他活不下去的时候，我给他一条活路，他以命相报而已。周县令点点头，这在他的预料之中。知恩图报不见得是好人，他明明知道你做的恶，却还提供方便，给你打掩护，从而害死了好几个姑娘，为报一己之恩，间接害死好几条人命，完全是没有是非观念。他只是一个自私的人，为了自己的义气可以罔顾别人的性命，怎么能称一声好人？显燕白居高临下的望着顾九，对方的眉头微微蹙着，小脸上满是谴责和不认同。显大人的小妾吴姨娘，也就是显公子你的生母，6年前因为心伤女儿夭折，一病不起，最终离世。可本官打听到的消息却是吴姨娘不是死于疾病，而是自缢而亡。显公子能不能告诉本官，吴姨娘是为什么自缢？死去的3位姑娘都是自缢，是不是因为吴姨娘是自缢而亡？我还有个孪生妹妹，我俩小时候都浴血可爱，大人们谁见了都要夸2声。有一年做丝绸生意的郑家家主郑大老爷去我家，看到了我兄妹2人，直夸我们好看，像金童玉女似的，讨人喜欢。当时原刺史卸任，新刺史刚到任，带来了自己的班底，正是新旧交替之时。我那好父亲想继续在长书记的位置上坐着，不太容易，就想贿赂刺史左官，帮他达成心愿。可是家里又不宽裕，怎么办呢？你们猜他做了什么？这3桩人命后，竟然藏着这样的肮脏。显公子，你跟我回衙门，有什么咱们慢慢谈。你若有……周大人，大人不会不知道我为什么在得知事情败露后不去县衙，却一定要站在这里以跳楼相威逼吧？因为我要在大庭广众之下扒了那些衣冠禽兽的皮。我自己做的恶，死10次100次都够了，这个我知道。我活着就是为了这一天，我等这一天实在是够久了。那些衣冠禽兽的好日子就要到头了，你们不知道我现在有多痛快。后面的学生们他们都不傻，从显燕白的话中不难想象出他身上发生了什么事儿。我那父亲，那个在宣州做了15年长书记的席云喜大人，他为了筹集银钱贿赂上官，将我兄妹一起送给郑大老爷玩弄。众人就算已经有心理准备，还是为这话震惊的齐齐失语。畜生，畜生！就算是庶出，那也是自己的骨肉。天底下怎么会有这种父亲？怎么会有这样的人？他怎么配在长书记的位置上坐着？连人都不配做，怎么配为官？上几个人去把显公子弄下来。他不是要护着那些禽兽，而是不想显燕白说出太多秘辛，从而影响官府在百姓心中的形象。朱大人，人身上长了脓包，我们若只是把他捂起来，他只会在里面继续腐烂生蛆。我们要做的是尽快把他挑破治疗，让肌肤重塑。周县令突然听到身后有人轻咳2声，回头一看，
程刺史冲他点点头。周县令理解他的意思，叫住已经走到门口的衙役：回来吧。你们知道那年我多大？12岁，我和妹妹都是12岁，2个孩子被人绑着轮番欺辱。后来我妹妹受不了，跳湖死了，她就死在小镜湖中。她那么善良，就连死也不愿亲人看到了伤心，所以特意跑了那么远的地方自杀。我娘得知真相，受不了打击，也上吊自缢了。我原本也不想活了，可我不甘心呢，我太不甘心了。我不能放过那2个禽兽，我要活着给我娘和妹妹报仇。显燕白说着，望着长街那边，从那边飞快跑过来几个人，为首的正是他的父亲长书记贤允。贤允身后飞快驶过2辆马车，马车到了近处，从车上连滚带爬，各自下来2个人。顾九看过去，见一个是王大娘子的母亲，另一个却没见过。周县令小声道：那位是张夫人。顾九就明白了，这位是张茵茵的母亲。杀我女儿的人找到了，在哪儿？王夫人也迫切地望着周大人。周大人抬手指指楼上：我娘和妹妹2条人命，并没有让贤允的老畜生有丝毫动容，反而让他尝到了甜头。他后来打听到陆氏参军张大人喜好南风，就又把我送给张大人玩。就是那个调任云州做刺史的张大人。你住口，不准污蔑我家老爷。住口！贤默，你在胡说八道什么？快给我住口！张夫人何必装作不信呢？你家张大人好多年都没碰过你了吧？他本来就喜欢南风，你年老色衰后怎么还会碰你呀？闭嘴，闭嘴，你闭嘴！你个不要脸的玩意儿，少污蔑我家老爷！污蔑是不是污蔑？你心里最清楚。你家老爷玩弄我，我就玩弄他女儿，多公平是不是？你给我住口！住口啊！快上去个人，把他给我弄下来！心里已经慌到无与伦比，面上还僵笑着，想四处看看。这孩子他得了失心疯，时不时就要发疯胡言乱语的，大家千万别相信他。我是顾小神医，我能证明他没病，他思维清晰，条理清楚，绝对没有得失心疯。是啊，他这样子哪里像是得失心疯，倒是显大人你才像是得了失心疯。毕竟能把儿女送给别人糟践的事，正常人都做不出来。显燕白不管楼下的事儿，看向王夫人。还有你，王夫人，你家老爷明明不喜欢南风，贤允那老狗让他试试，他竟然一点诱惑都抵挡不住。不过他怎么折磨我的，我就怎么在他女儿身上找补回来了。可惜他太不中用了，早就有了身孕。不可能，这不可能！你可知道王欣然是怎么死的吗？他来找我，告诉我他有孕了，问我能不能赶紧成亲，若不然只能打掉孩子了。我就告诉他，我去找他父亲求亲，但被他那禽兽不如的父亲用了强。我知道她是个正直的姑娘，她知道她的父亲做下那些禽兽的事儿，她就活不下去了。果然她回去就上吊了。不可能，怎么会这样？不可能，不可能的！显家下人这会儿已经上到3楼，顺着回廊往这边走。谢战低声道：拦住他们！学生们立刻围挤在一起，就是不让那几个下人过来。他们都知道，今天显燕白说出这些丑恶的往事，贤允肯定不会让他再活下去。张茵茵倒是个聪明伶俐、自私自利的，真不愧是张大人的女儿。我迟迟推脱不肯娶她，她就要打掉胎儿再找人家。既然她这么不要脸，怎么都不肯死，我就帮帮她，把她套进绳圈里，送她一程。你这畜生，猪狗不如的东西，活该你被人玩弄！猪狗不如的是你家张大人才对啊。张夫人不知道吧？张大人当初在宣州时，在外面置了一座小院儿，院里可是养着好几个男宠呢。张夫人闭闭眼睛，突然双手捂住脸。她知道，她怎么不知道？不然她也不会宁愿待在宣州照顾那死老婆子，也不愿跟去云州。贤默，你个无耻的东西！明明是你自己不检点，到处勾搭人，在这里装什么无辜？少在那里污蔑别人，那些叔叔伯伯们夸你几句，你就上赶着引诱人家，人家看在你年少的份上不跟你计较，你倒报复起人家了。天下怎么会有这么恶心的人？没见过这样的爹，不配为人。豺狼虎豹都比他善良，虎狼见了他都得绕道走，实在是太恶毒了，又恶毒又令人作呕。你说我自愿的，我脑子有病吗？就算我喜欢南风，
我不找年轻俊美的，偏偏看上了几个糟老头子。这么说我妹妹也是自愿的？一个12岁的小姑娘，上赶着爬那些糟老头子的床，完了自己还想不开投湖了，你自己不觉得好笑吗？楼上楼下的人们指点着闲云，骂人的声音此起彼伏。老畜生，你撒谎也撒得可信点儿。不对，骂你畜生都侮辱了畜生，你就是个猪狗不如的东西。为了你的前途，一次一次把亲生子女送给别人糟践。我猜你那嫡女也是貌美如花的，上了几个人的榻呀？你能把亲儿子送给王司马、张参军、卢护曹糟践，你那2个嫡子，一个嫡女，还有另外2个庶女，送给了谁呀？闭嘴！你在胡说什么？没有的事儿，绝对没有的事儿！大家别听他乱说，乱说。你心疼了？是不是乱说？你自己心里清楚啊。闲言白这么一说，且不说真假，但怀疑的种子一旦种下，闲允的嫡子嫡女算是完了。节目你交代完了吗？你还有什么需要交代的？比如你说的悬案一并说了吧。我的确还做了另一件事儿，不说出来如同锦衣夜行。最开始欺负我的富商郑大老爷，他有个嫡子，从小聪明伶俐。郑小公子是你杀的，你这个丧心病狂的畜生！真可笑，畜生不如的人居然有脸骂别人畜生，你怎么有脸骂出来啊？你自己的儿子可以任人糟践，倒为别人的儿子鸣不平来了。这人莫不是脑袋被门板夹过吧？不错，那位含着金汤匙出生的郑小公子，富可敌国的郑大老板最疼的小儿子，是被我杀的。我让人装作货郎，用新奇的小玩意儿把他骗到外面，打晕了，装进箱子，带去小径湖边。如果本官猜的不错，扮成货郎的也是你舅舅吧？毕竟这么隐秘的事，找别人做不放心。你舅舅肯定也很想给妹妹和外甥女报仇。我把他捆成跪着的姿势，绑了石头扔进小径湖中，他永远在湖底跪着，给我妹妹赎罪了。学生们今日听他提了好几次小径湖了，想着死在里面的人都暗想今后还怎么去小径湖游玩。另外还有，算了，我今日将死，就放他一马，留他一条性命吧，就当给我娘给我妹妹积点德，让他们投个好胎。就是可惜了他那禽兽爹，跟着也逃了一劫。他不说最后一位被他诱骗的姑娘是谁，周县令自然也不会追问。闲言白把另一腿也跨出栏杆外，双手往后抓住栏杆，学生们都惊呼出声，纷纷靠过去。白兄，危险，快过来！不要啊，你别想不开啊，那些都不是你自愿的，谁摊上那样一个无耻的父亲也没有办法。不知道闲言白的遭遇前，人们觉得这人丧心病狂，十恶不赦，但了解了他的遭遇后，又生出许多唏嘘和同情，实在让人恨不起来。谢谢了，我活不了了，我等这一天等的实在是太久了。这世间肮脏，活着也没多大意思。闲老狗，你等着报应吧。闲言白说完，本想一跃而下，看到站在人群前的顾九，想起今早的事儿，就说道：对不住了，小神医，我今日不是故意的，我就是太嫉妒谢战了，我也想让他跟我一样难过。这些年我努力让自己变得优秀，努力想证明我可以很优秀，不光是阴沟里的老鼠一样见不得人，我有才华，我也可以众星拱月。但是遇到了谢清华，才知道有人可以那么轻轻松松的就超过了所有人，心智、谋算、才华甚至长相都让人望尘莫及，我拼尽一切也够不着他，所以我想把他拉下来，和我一样待在泥沼里。我错了，实在对不住。他说的是欲饮又顾酒的事儿，别人都听得莫名其妙。谢战拧眉望着他，猜测着他话里的意思，突然眼神一厉：你为什么想要变得优秀？你明明都已经身在烂泥一样的境地，随时准备一死，为什么还想优秀一些？你在向谁证明什么？我为什么想要优秀？我竟然还想做给他看。我不是只能沦为别人的玩物，我还可以凭自己的才华出人头地，真是可笑。闲言白呀，闲言白，你说你贱不贱啊？人家把你当玩物送来送去，你却还在期待人家的关爱。他自己都没意识到，就算贤宇那样对待他，他内心深处却还是渴望着父爱。他以为自己足够优秀，贤宇就会好好栽培他，而不是被当作玩物送来送去。但生命的最后一刻，谢战点醒了他。谢清华睚眦必报，杀人诛心，你做到了。你没有对不住我和谢战，
你对不住的是那些姑娘们，她们虽然不自重，算不得多无辜，但冤有头债有主，你该对付的是他们的渣爹，但是你没有那个能力，所以把仇恨撒在他们身上。你这不是欺软怕硬是什么？还有啊，他们肚里的孩子是他们的，也是你的，你连你自己的孩子出生的权利都不给，这样做和你那爹有什么区别？小神医，你说我这样跳下去一定死不了吗？说不准，这高度说高不高，说低不低的。顾九的话还没说完，只见显燕白松开抓握栏杆的双手，头朝下直接往下栽去。顾九冲过去，只看了一眼，就又退回去，跟周县令说道：“收尸吧。”显燕白头朝下枪地，本就存了必死之心。贤允远远地站着，浑身发抖。他知道他彻底完了，再没有翻身的可能。贤大人，林公子还请尽快带回去安葬，这样在大街上会吓坏路人。不用他安葬，我出银子安葬燕白兄。算我一个，燕白兄肯定不想再回那个肮脏的家。对，我们来安葬吧。显大人带回燕白兄，恐怕会扔乱葬岗喂野兽。大人，我们想把燕白兄带走安葬，不知道可不可以？周县令看着贤允，贤允看也不看这边，扭头边踉跄边抖着走了。学生们松了口气，正好显家不管，他们管。既然大家都想为燕白兄出一份力，那就各自出点银子吧，没有的别勉强。人死了，一了百了，所有恩怨一笔勾销，他也不会再跟他计较。这件极其恶劣的事情迅速在宣州城传扬开，半天的时间，整个宣州城都快传遍了，满城都是骂贤允的声音。顾九第二日去一一堂的时候，路过慧明轩，门外围着不少闲人，八卦的沸反盈天。顾九特意让周大春停下来听了一会儿。显家那嫡出的大娘子昨日下晌就被休了，连她生的孩子也被扫地出门。夫家担心那孩子不是自家的，这不就是白白替人养孩子啦？还有庶出二娘子、三娘子，一个被夫家休了，另一个刚定了亲也被退了。听人说那两人都可好看了，人家都说那显老畜生纳妾是专捡那好看的纳，就为了能生个好看的儿女，好让他送人。两个嫡子都在国子监读书，估计消息传到京城，那俩也完了。该都是那老畜生做的孽，报应到子女身上了。昨晚就有人往显家大门上浇粪了，大门都给浸透了，还有人隔着院墙把粪包往里扔。刺史大人已经把显老狗下狱了，说是他行贿官员什么的，老东西在狱里竟然还没自尽啊！那王司马呢？那个卢护曹呢？怎么处理了？刺史大人已经停了他们的职，在家反省，等待朝廷发落呢。啊，这样了，刺史大人不把他们杀头吗？什么呀，长书记的职位，刺史大人可以随便任免，但护曹和司马都是朝廷委派的官员，犯了错就得上奏朝廷，等朝廷发落才行，不是想杀就杀的。哎呀，你说显公子这人吧，你刚听到他做的那事儿，恨不得上去抽他两大嘴巴子，但知道了前因后果，又实在对他恨不起来。是啊，这倒霉蛋是做了几世的恶人，才摊上这么个爹呀，真够惨的。要不是摊上那么个爹，那孩子也是顶顶有出息的。顾九听到自己想听的，就让周大春赶车离开。到了一堂，一堂里议论的也是这事儿。顾九一忙起来，也顾不上八卦，但显燕白的事情还在宣州城继续发酵。1个月后，朝廷对贤允和王司马、卢护曹的处置下来了，三人行贿受贿，情节恶劣，道德沦丧，不配为官，着宣州刺史，查抄三人全部家财，并流徙3000里。你没去看贤允那3个畜生出城？顾九才知道有这茬，忙让陈一令分享八卦。宣州人民实在是太热情了，这个送几片烂菜叶子，那个送几颗石头，臭鸡蛋也没少招呼啊，还奉上各种花式辱骂，热情的押解的差役都不敢靠近啊。哎呀，臭鸡蛋可不好找，用臭鸡蛋的肯定家里不差钱，差钱的谁舍得把鸡蛋放臭啊？对对对，咱们医署那臭瓜烂果子倒是不少，可是没舍得用，老百姓都骂显老狗，你怎么还有脸活着呀？哎呦，如果换了我呀，都恨不得当场撞墙，人家却跟没事人一样。那老家伙肯定是舍不得死，能不择手段往上爬的人肯定惜命的很。对，那就是个千年王八成精，壳子厚的针扎不透，锤砸不烂，顶着一脑袋烂菜叶，一脸臭烘烘的蛋黄，愣是连个羞愤的表情都没有，厚着脸皮走了。顾九听得直捶车壁，可惜一场盛大无比的热闹没赶上去看。转眼到了1年中最热的时候，今日城刺史带着人手和顾九一起去五里坪验收药材，我可能最迟明年就得回京了。
回京？你老家京城的？是的呀，我们家在京城，我爹是淮南伯四子，我爹是庶出，家里老夫人写信让我回去，说我到了淑亲的年龄，宣州乡下小地方找不到好人家。顾九就明白了，程刺史的嫡母大约不是什么良善人，估计会用程燕联姻，所以他才不开心。去年就写信一直催，我爹娘推脱着，但实在是拖不下去了。你爹娘就任由你回去让他们摆布？不是，我爹写信给我祖父了，我娘也会回去把关，不会轻易让他给我胡乱许配人家的。那就好，你爹这么大的官，对你家族肯定是有利的，他们也得看看你爹的面子吧。我爹这么努力，就是想官职高了，能为我们兄妹做主。真好。这一年已经是宣平23年，谢家是宣平21年6月左右到达宣州。谢五郎则迎来了人生第一次宿卫，宿卫指的是去京城换房，离京师不太远的府军，3年一次，需要轮流去京城宿卫。九娘给我送药来了。是啊，我让娘给缝了个袋子，这边全是治病的，这个是治疗拉肚子的，防蚊虫叮咬的，解毒的，这边全是治人的，蒙汗药、养养水、见血封喉的，上面都有给你贴有标签。顾九又给谢五郎一张2000两的贵方平贴，在外面还是要多带一些银钱，在军营住着不舒服就买座宅子，休沐的时候可以回去住着。我不要，我现在有俸禄，够花的了，不用给我。五哥那俸禄够干什么呀？拿着吧，就算不买宅子，万一遇到个喜欢的女孩子，给人家买点像样的首饰都没钱，那多丢人啊！不行不行，绝对不行！万一我给她花了钱，她一转头嫁别人了，我多亏啊！还是得等娘给定下来再买不迟。舍不得银钱套不住媳妇儿，你要是太小气抠搜，谁能看得上你啊？谢五郎坚决不要，他好歹是6品的校尉了，怎么还能花九娘的钱？谢战把平贴接过来，又塞回给顾九。我和娘商量过了，从家里给老五拿5000，到京城后抽空去买个宅子。二哥过完年要去京城参加明算科考试，老师也让我明年参加进士科考，到时候也能有个现成的地方住。谢家迟早要进京的，他有他的事要做，九娘家的仇要报，爹娘的仇人还在逍遥，徐叔、陆叔这些年的隐忍也需要有个结果。买房这么大的事儿，我能行吗？万一我买的不合家里人的心意怎么办啊？出息点，这才多大的事，到时候叫上阿牛哥和你一起啊。阿牛哥好歹是皇上跟前挂得上号的人，有他出面帮衬，也免得被骗。我们和阿牛哥同是清河出来的人，一路逃难到了荆州，乡里乡亲的肯定情分不浅，有交往很正常，就没必要提徐庶了。谢五郎见谢战说这话时，眼神幽深，闪烁着莫名的光，就知道一定有深意。知道了。谢五郎在家待了1天1夜，次日一早就被家人一起送出了门外。你呀，别跟人打架，遇到事情啊，多动脑筋，千万别冲动行事啊。我知道的，娘，您放心。遇事不决，去找阿牛哥商量商量。京城不比宣州，一切谨言慎行，别强出头。京城那地方到处是权贵，一不留神就惹了不该惹的人。遇到不平的事，忍一忍。咱不能明着出头，按着用点小手段还是可以的。扬扬下巴，示意他肩上背着的布袋子，那里面都是各种药。谢五郎咧嘴笑了笑，真遇到不平事，让他视若无睹估计不行，还是九娘了解他。如果真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，就去找黄公公，说不定他肯帮忙。折冲府大军开拔那日，谢家人在东城门送别谢五郎，令先生和陈明谦两人接到了太医署的调令。哪知没多久，权贵们调不了的顾九被宣平帝遣中官来宣州招往京城，因为宣平帝病了，整个太医署束手无策，只好招顾九进京治病。谢战本来就打算今年进京，因为今年秋天的进士科考试就要到来了，还有谢二郎的明算科考试安排在进士、明经2科考试之后。谢战自然不放心顾九独自一人上京，就打算趁这个机会一起走。傅荣娘也是要去的，孔老太傅当年就是为了谢战而来，谢战要进京，孔老也要跟着回去了。出发这天，顾九在队伍里看到了陆铁匠，原来他也要一起进京。郡主可算是到了，听闻郡主昨日就已经到了骊山镇，我就猜想今日一早一定到达，可不就到了。我娘都已经把客房准备好了，还请郡主别嫌弃寒舍敝陋，让我们尽一尽地主之谊呢。郡主进京，可轮不到你们尽地主之谊，咱家可是要接走的。黄公公，您怎么来了？奴婢过来接郡主啊，郡主叫皇上好等，快随奴婢进宫去吧。这么急，我要不要先回去梳洗梳洗啊？不用麻烦，这样就已经很好了。这就随奴婢进宫吧，皇上都等急了。改日等我安顿好了，请你们去我家玩。你先忙吧，等你闲下来，我和我娘给你接风。顾九答应下来，
去跟谢战和孔老说一声要进宫的事。老大人，您回来了，您老这头发由白变黑，可真是越活越年轻了。哎呀呀，可真让人羡慕。当初老夫去宣州散心，没想到这小子的媳妇儿一眼就看出老夫身体有恙，老夫赶紧收下这学生，还白穿了一个小神医。你看看这学生不白收吧？不白收，不白收，也是您老福运好，才有这福报。您老一路辛苦，奴婢就不耽误您老了，告辞。郡主，皇上还等着呢，您请。顾九点点头，冲大家摆摆手，跟着黄公公上车。康宁郡主还不快拜见圣上？臣女拜见皇上，愿我皇仙福永享，寿与天齐。你说什么？陛下呀，您看郡主多会说话，郡主祝您仙福永享，寿与天齐。您听听这话，可比大家伙千篇一律的皇上万岁万万岁动听多了。康宁平身吧，老黄给康宁一个座。说是座儿，就是个蒲团，顾九跪坐在上面。皇上，您老这么跪坐，其实对身体不好的。哎呦，小姑奶奶，皇上一直认为跪坐更庄重严肃，而且因为皇上信道，道家认为跪坐可以调理内府，所以皇上一直就爱这么做。这小姑奶奶第一次觐见皇上，就直说跪坐不好，果然还是那个虎拉吧唧的小神医呀。哦，朕怎么听说跪坐有益调理脏腑、运化食物？适当的跪坐的确可以调理脏腑，有助于肠胃消化，但再好的事情也是过犹不及。跪坐时间过长，会导致下肢血液循环不好，身体营养无法到达下肢，造成双腿疼痛，甚至筋瘤。下肢筋瘤就是小腿上血管鼓起来，像蚯蚓一样，血液循环不好，严重的还可能皮肤溃烂。还有，您这整个太极宫位置低洼，潮气重，长期席地而坐，湿气侵入身体，会导致膝盖红肿疼痛，阴雨天还会感到膝盖冷、刺痛，严重时会引起心疾。孔老以前常在宫中讲学，长时间跪坐，导致潮气侵体，落下了病根儿。你说的？宣平帝撩起自己的裤腿儿。是这个吗？顾九低头一看，见宣平帝膝盖一侧鼓起一个大包，大包里面像是装了无数条红色的蚯蚓一样。原来已经得了筋瘤啊！郑依令以前也说过久坐不好，开了汤药调理过，也放过血，但没多久又起来了。郡主可有什么好办法治疗？有，汤药加针灸，可以彻底治好。那就好，那就好，奴婢就说郡主肯定有法子，果不其然，还是郡主有办法。汤药开血府逐瘀汤和寺庙汤，这个太医就可以开。针灸的话，臣女今日来的匆忙，没带针具，明日带上针具再进宫为皇上针灸。但是您今后得多动动，别老是盘膝坐着，每天坐上半个时辰也就差不多了，再多您身体会出现更多的问题的。你过来给朕看看，朕近日身体不适的紧。顾九先远远打量宣平帝的面色，然后凑过去把脉，越把眉头皱得越紧。郡主啊，皇上没大碍吧？皇上最近可有胸闷气短、恶心、呕吐等症状，有时候还会腹痛、腹泻。哎呀呀，小神医就是小神医，这不说到点子上了。皇上可不就是常常胸闷恶心，太医院的人都看过了，汤药也喝了不少，可也不见效，这才想着招郡主入京给看看。顾九收回手，退后仔细观察宣平帝的面色，观察了一阵，伸出一根细细的食指，在宣平帝脸上摁一下。这一摁可把黄公公给吓坏了，这小神医他怎么敢戳皇上的脸啊？宣平帝也愣住了。的确是浮肿，皇上您看起来脸色红润，精神饱满，比实际年龄要年轻。那是一定的，皇上常年服用益寿延年的仙药，肯定看起来比常人年轻很多。顾九一言难尽地望着他，怎么不对吗？但也只是看起来年轻，实际上皇上的脸是浮肿，肿了自然就把褶子撑开了，人就显得年轻。宣平帝也有些缓不过神来，竟然有人敢说他脸不是年轻，是肿了。皇上这样子像是服了什么含有千汞毒素的东西，而且为期不短，长年累月下来，毒素在体内堆积，
现在开始慢慢发作出来，所以才有胸闷、恶心、心慌气促的毛病。日常用的一些物品和吃的食物里是有可能含有这2种毒素的，少量接触和服用对人体是没有大危害的。但是皇上这么严重的中毒症状，绝对是日日服用含铅汞的食物。皇上常服的仙药能不能给臣女看看？顾九知道古代很多帝王希望能长生不老，喜欢服用乱七八糟的丹药，历史上有好几位皇帝都是死于丹药中毒。去问问天师，今日的丹药可炼好了？如果炼好，取1碗过来。是。黄公公退到门外去了。康宁觉得那药丸有问题，有没有问题还得看过才知道。皇上的气色看起来甚好，那是因为铅本身会让人皮肤白皙，还会造成精神亢奋，让您看起来脸色红润，所以显得人格外的精神。你敢胡乱编排朕的身体，贬低天师辛苦为朕炼制的仙药，是谁给你的胆子？我哪有贬低您的仙药？我这不还没看过呢吗？等我看过了，如果那药好好的，您就继续吃；如果那药真的含有铅汞之毒，您若还愿意吃的话，我也没法子不是。您如果觉得我胡言乱语，大可以继续下去，只是很快就会出现头晕头痛、失眠多梦、烦躁不安的症状，再然后就是大罗神仙来了也没有办法了。谁给你的胆子，敢在朕的面前胡说八道？你看，你这就控制不住脾气了吧？这么烦躁易怒，是不是已经开始时常头晕头疼了？您要知道，开始头晕头疼就意味着已经进入了中度中毒的阶段了，再不治疗，您还是另请高明吧。宣平帝一阵无语，他的确偶尔会头晕头疼、失眠和无故烦躁，都被顾九给说中了。这个小东西，他的确是个小神医。你说朕什么铅汞中毒，有什么证据？您身体表现出来的症状就是啊，然后还要看看您平日吃的仙药，才能知道是不是丹药的问题。黄公公这会儿也过来了。皇上，天师亲自送丹药过来了。贫道刚炼出一枚仙药，不知陛下何故今日要提前服药？黄公公也是留了个心眼儿，只说皇帝问丹药，却没说是顾九要看。这个就是宣州来的康宁郡主，麻烦天师把仙药给他看看。那天师诧异的看一眼顾九，康宁郡主的大名还是听说过的，没想到大名鼎鼎的小神医居然年龄这么小。陛下，丹药乃我道家不传之物，不方便给外人查看。道家仙药也不宜沾染俗人之手，免得俗气污染了药性。屁的俗人，道长难道不是俗人？哪不俗？不用吃喝拉撒睡，赚钱赚名声吗？郡主啊，在皇上面前可不敢言语粗俗。哎呀呀，小神医就是小神医，就算长大了，对起人来还是这么利索。宣平帝眉一挑，愕然愣住，突然觉得似乎有些道理。无量天尊，小居士如此对道家不敬，我道家万千子弟可不答应。道长可别给我扣大帽子，道长说我是俗人，我说道长也是俗人而已，怎么对道家不敬了？这么说来，道长说我是俗人，也是对大夫们的不敬，说的好像我杏林没有万千子弟一样。再说，道长能代表道家吗？是不是要代表道家跟杏林宣战？贫道可没有这么说，小居士好一张利口，贫道甘拜下风。只是要看道家的仙药，万万不能。我就知道你不敢，你怕我看出你所谓的仙药其实是含有剧毒，杀人于无形。信口雌黄，我道家不传之秘法炼制出来的仙药，岂能由你贬低构陷？皇上，这小妖女胆敢在天子座下口出狂言，还请皇上治罪，以正视听。天师是在教朕做事，是贫道僭越了，贫道实不该被小居士一击就失了分寸，陛下恕罪。郡主要看道长的药，道长就给郡主看一眼，就算污染了，就弃了这枚，道长再炼一枚就是了。天师看了眼顾九，再小心瞥一眼宣平帝，犹豫了一下，连托盘一起小心递过去。顾九却不跟他客气，2根手指头捏着就给捏过去了，然后不客气的一掰2瓣，放在笔底嗅了嗅，看得3人都是一副便秘脸。丹参、红花、甘草、麝香、丹砂、白凤。住口！别念了，我道家不传之秘，岂容你这般肆无忌惮的泄露？顾九不理他，面向宣平帝说道：丹砂烧制成水银，白凤即水银，水银即汞。《神农本草经》说，水银融化为丹，久服神仙不死。《神农本草经》中也说，水银可以杀死皮肤上的虱子，也可以堕胎，说明其实有毒的。我道门葛洪仙师的《抱朴子》里也有说，丹砂和水银伏火可除毒性，服之长生不死。小居士别以为读过几天医书就以为什么都懂，难道这2本书中记载的都是骗人的不成？既然能长生不死，
那么古往今来可有长生不死之人？葛洪仙是为丹药大家，也没有长生不死啊。相传彭祖活了800岁，若非自尽，岂不是长生不死？谁见过？既然活了800岁，应该是经历了好多朝代更迭，遇见过很多人，流传下来很多事迹。但是有谁见过彭祖？史书可有记载过彭祖100岁之后的事迹？人活几十年，一生的故事已经十分丰富多彩，何况800年人生，经历何其丰富。有800年人生的人，史书肯定会浓墨重彩的记录一笔。但纵观史书，哪怕是野史，也没有彭祖留下来的细节记录。一句活了800年，未免过于空洞了。宣平帝虽然对于长生这件事有着无比的执念，但听了这话，也不禁在心里思量。咱们就不说传说中的人物是否真的存在，要验明丹药里是否有毒，水银是否真的经火就能去除毒性，其实很简单。麻烦公公帮我弄只麻雀来，要活的，不能弄死了。宣平帝朝黄公公挥挥手，示意他去办。黄公公退出殿外，找御前侍卫们打麻雀。皇上您也起来走走，活动活动有利于血液循环，您老这么坐着，身体都僵了。陛下是在打坐，为了领悟大道真谛，以求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。小居士不懂就别乱说。哦，领悟了大道真谛，达到了天人合一的境地，能怎么样？自然是能通神明，以有道为邻，且得长生久存。说来说去，还是和长生有关。哦，据传始皇帝、汉武帝都曾学习道家打坐，服道家仙药，不知享年几何。始皇帝焚书坑儒，汉武帝北伐，几乎将匈奴杀绝，二者杀伐过重，有伤天和，自然不能得到长生。哼，照你这么说，匈奴杀咱们的百姓就让他杀，打回去就有伤天和，就不能长生不老了？那还炼丹干什么？修道干什么？修桥铺路，做一辈子好事，就不会伤天和，说不定就能长生了。小居士休要曲解贫道的意思。贫道的意思，人若想修得与天同岁，就需天人合一，不能逆天而行。那什么是顺天？顺天就是任由匈奴来杀我百姓，不能反抗。你天师气得发抖。到底什么是顺天意啊？拿武帝灭匈奴一事来讲，到底任由别人屠刀砍来，忍气吞声是顺从天意，还是奋起反抗反杀敌人是顺从天意？到底怎么分辨天意如何？朕也想知道天意如何，怎么做才算是顺天而行。陛下，您是真龙天子，自然不是别人可比。您威加四海，责备苍生，比得上秦皇汉武？天师这要不是在太极殿，他能打人信不信？宣平帝也一阵无语。你闭嘴吧。虽然他的确比不上秦皇汉武，但这小东西明晃晃说出来就太气人了，还不许人说实话了。朕允许你欺君。我是个好孩子来着，不说谎。宣平帝给气乐了。这时黄公公领着个御前侍卫急匆匆进来。郡主，麻雀找来了，要怎么用？皇上，还得借您几滴血用用，就用针扎一下，滴几滴就行了，不疼的。您常服的丹药里是不是有毒？几滴血就可以试出来。宣平帝看他一眼，这个胆大包天的小东西，蹬鼻子上脸的功夫无人能及，居然还敢让他出血。来吧。黄公公赶忙拿来一根试毒的长银针，递给顾九。顾九指挥着黄公公和侍卫把麻雀嘴巴掰开，在下方接着。2滴血准确地滴进麻雀嘴里。过了盏茶功夫，麻雀在侍卫手里剧烈地挣扎起来，折腾片刻，从眼角流出黑血，然后慢慢合上眼睛。陛下，贫道冤枉啊！这不是什么？那天师倒是给朕说说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朕的血为什么能毒死麻雀？皇上，丹砂和水银本就是有一点毒性的，但丹药中含的毒很少，长期服用的确可以长生，这是书里记载的。贫道不敢欺君。皇上的血能毒死麻雀，那是因为麻雀个头小，毒量再少它也受不住，但这点毒在人的身体里是没问题的。你说的也有道理，每日一点的确没问题，但日积月累，毒素在身体越积越多，最后就要命了。你胡说，难道《神农本草经》是假的？难道抱朴子是假的？你别忘了，葛洪仙师不但是丹道祖师，还精通医术。不错，葛洪仙师的确精于医术，但不是精于医术，对水银的认知就是正确的。水银能杀死皮肤表面的虱子，但内服却是致命的。很多医者治疗狐臭、花柳病、便秘，什么病治不好就用水银来试，但是哪个病是用水银治好了？顾九对这时代的医者也有一定的了解，的确会有一部分人把水银奉为神物。我现在告诉你，水银它没有长生的效果，更不可能治疗那些稀奇古怪的病，它只会要命。古时流传的医书不可信，你一个乳臭未干的小姑娘的话倒可信了，真是滑天下之大忌。没办法，
谁让我说的是事实呢？你若能找来一例由水银治好的病，若能够找来一个长生不死的人，就算你说的对，古时候流传下来的话，有的的确是一代代人总结出来的经验，但有些却是以讹传讹，或许是在唐朝口口相传时出了问题，而后人不知变通，一味的将错就错，将谬论当作真理，奉为圭臬。就像这水银能治病能长生一说，简直是荒谬。事实上它不能治病，更不能长生，只会催命。你胡说，你懂什么？你敢质疑道家祖师，你会有报应的。你觉得水银能够长生不老，你为什么不吃丹药？难道你就不想长生吗？你胡说，你怎么知道我没吃丹药？当然是系统扫描的呀。你吃没吃，我还是能够看得出来的。天师原来没吃过丹药啊！淡淡的一句话，吓得天师险些昏死过去。贫道是福薄之人，没福气销售这么珍贵的仙药。皇上乃是真龙天子，有上天庇佑，才配。朕现在把这福气赐给天师，来人，去天师宫里找水银，然后伺候天师服下。真的好气，拿朕当什么了？给他试药的吗？皇上饶命！皇上饶命啊！让朕饶你的命，那你怎么就没想着饶朕的命？你给朕服丹药的时候，有没有想过饶了朕的命？拖出去，找水银来给他服下。朕倒要看看他口中的不死仙药到底能不能让他不死。天师喊着饶命，被拖了出去。宣平帝怒气未消，含着脸跨出殿外。一名御前侍卫拿着一只密封的小罐子过来，把里面的水银灌进天师嘴里，0.1克的汞就足以致命。没一会儿，天师开始咳嗽，疯狂捶打自己的胸膛。顾九给宣平帝解释天师的症状。汞中毒会引起全身症状，他此刻头晕头痛，胸闷胸痛，全身酸疼，呼吸困难，一会儿还会流涎、呕吐、腹泻、失禁，再然后就没有命了。拖走，拖得远远的。等那道人的身影消失在视线，宣平帝苍白着一张脸，扭头问顾九：朕这病还能治吗？能。汞中毒主要得清热解毒，活血化瘀，补肾利水。等会儿我开一副药，皇上每日煎服。皇上身体的毒素积累时间过长，解毒需要的时间也长，皇上需要耐心点，平时饮食以清淡为主，多吃水果和蔬菜。奴婢记下来。郡主您放心，郡主还有什么要交代的吗？多喝水，毒素多少能够随着尿液排出去一点。这是你一个姑娘家能说的话吗？我先是大夫，然后才是姑娘。多少也要矜持点。矜持不了，大夫矜持就交代不清楚了，患者听不明白，不是延误病情吗？你可知道朕是谁？朕是一国天子，朕说一句，你能对10句，就不怕朕砍了你的小脑袋吗？瞧您说的，您砍了我的脑袋，谁给您治病啊？您说是不是？还有恃无恐了。那是，谁让咱有本事呢？行了，赶紧开方，开了方子就出去吧。再让你待一会儿，朕怕会被你气死。哪能？咱是神医，从阎王爷那儿都能够拉几个人回来，到不了那一步。宣平帝就没见过这样的人，这满天下就找不出第二个敢跟他一句接一句的顶嘴，半点不肯吃亏的人。赶紧去写，写完赶紧走，还等着朕留着你吃午饭呢。黄公公麻溜的把纸笔都准备好。郡主请。那倒不用了，我哥哥们应该在宫门口等我了，不能我在这儿吃饭让哥哥们饿着。宣平帝忍着没说他，担心他正写药方，一心二用再给写错了，探头去看顾九写的方子，当时表情就一言难尽起来。这真是小神医。小神医治病别具一格，字也别具一格。皇上您看多有特色，别人模仿都模仿不来。顾九专心写药方，不理会他们嘲笑。他写完了，让他给你念一遍，可别认错了。顾九写完放下笔，我总得有点缺点，您说是吧？像我这样聪明能干还貌美如花的人，如果一点缺点都没有的话，那不是把别人衬托得太一无是处了？总得给别人一条活路不是？宣平帝实在忍不住了，指着顾九哈哈大笑起来。黄公公惊悚地望着宣平帝，皇上都多少年没这么笑过了。顾九出宫的时候，身后跟着一排小太监，一个个双手捧着御赐的东西。皇上，您是没瞧见孔老太傅？今日老大人和郡主一起进京，奴婢见了，险些认不出来。那头发在京城的时候全是白的，在宣州待了3年，竟然变得半黑半白，人瞧着精神了好多啊！竟有这样的事儿？是啊，奴婢若不是亲眼瞧见了，也不敢相信呢。皇，你说老太傅千里迢迢的跑宣州干什么了？这个奴婢听说是在京城待得太闷了，想出去走走。不太可能，
他会不会是从谁嘴里得知了小神医的事儿，就是冲着小神医去的？对呀，奴婢怎么没想到呢？或许老大人就是听说了小神医的事，才跑到宣州去，再把小神医那订了婚的小夫婿收做弟子，这样不就能让小神医尽心尽力的给调理身体了吗？这老头子人老了越发精明了，以前就腿脚不好，偏偏太医院那些蠢材都没办法治好，这下腿也好了。应该是好了，奴婢见老大人走路稳当得很。这个小神医还真的挺厉害，就是那张嘴呀，朕都恨不得给他缝上。小神医还小着呢，脾气是耿直了点儿，长大就好了。他那叫脾气耿直了点儿，那分明就是个直通通的傻子。皇上说的对，小神医的确有时候傻乎乎的，不过蛮可爱的。今日之事，小神医可是把天师的凤安观得罪惨了，也不知道那些个牛鼻子会不会找小神医撒气。他们敢，我腻歪了。去传朕的话，把那白云观的人全给朕。算了，你交给程峰去做，告诉他朕不想再看到那些招摇撞骗的牛鼻子。天师本就是城里白云观的观主，奴婢遵命。黄公公喜滋滋的去了。程峰内司心狠手辣，那些道士这些年没少仗着天师的事胡作非为，落到程峰手里肯定好不了。忙了一下午，等晚上安顿下来，谢战送顾九回房，才有空问起顾九在宫中的经过。听完顾九的讲述，艺高人胆大，说的就是我们九娘这种，连皇帝都对，还能囫囵出宫，关键还赚那么多赏赐。他真心觉得他家九娘是有些气运在身的，是吧？我也这么觉得。下次还是稍微注意一点，别对得太狠，那毕竟是地位。我觉得吧，我那不叫对人，我都是实话实说来着。偶尔装装哑巴也是可以的。你不是说了我艺高人胆大，我都艺这么高了，还连实话都不敢说，那多憋屈啊。我现在觉得皇上度量真好，居然没被你气着，还给你赏赐。可能是因为我不光有能耐，还人见人爱。我无法反驳，别人我不知道，起码我是这样。我知道的。夜晚的谢宅，大家都安静地进入睡眠。谢战住的东厢房却还亮着一盏幽暗的灯，灯下坐着谢战和一身夜行衣的徐清安。大长公主年已60有5，是当今圣上的姑母。大长公主的长媳惠安侯夫人有天出门时被人冲撞，那人十分狂妄，不仅拒不认错，反而带着几个下人把惠安侯夫人的下人打了，最后还在马身上抽了一鞭子，马受惊狂奔，撞倒了在旁边站着的惠安侯夫人。那人还十分张狂地自报家门，自称是承安伯府的管家，让惠安侯夫人尽管去衙门告他去。惠安侯夫人连气带惊，回去后就病倒了。惠安侯当天下午就带着人去承安伯府，让他们交出伤人的管家，但承安伯说他家下人没有那样狂妄的，一定是别人诬陷，让惠安侯再去查访查访，那人一定不是他们府里的管家。承安伯府拒不交人，惠安侯也没办法，只得先回去了。大长公主好歹是皇上的姑姑，先皇胞妹，怎么能咽下这口气？若这件事不了了之，那大长公主的面子往哪搁？第二天亲自带着人去承安伯府，让他们交出打人的管家，否则就要亲自搜府。承安伯到底是忌惮大长公主几分，只好称被下人蒙蔽了，交出打人的管家，才平息了大长公主的怒火。但贵妃娘娘觉得大长公主下了她娘家的脸面，在皇上面前哭闹，皇上就下诏申斥惠安侯，称其没有度量，跟个家奴斤斤计较，更缺乏能力，一点小事自己都解决不好，最后还要劳烦年长的母亲为其出头，最后免去惠安侯在兵部的差事，让其回家养老。惠安侯在朝堂上当着文武百官的面被皇上斥责，回家后越想越气，竟然中风了。皇上固然偏心，但有句话却说得没错，惠安侯的确能力差一些。承安伯既然不承认那管家是他们府上的人，那就找人盯着承安伯府，等哪天管家出门，再把他当街打死不就行了？承安伯既然说不是他的管家，打死了跟他们有什么关系？这样既解了气，也立了威，让京里的权贵知道大长公主依然地位尊崇，不是谁都可以轻易欺负。事情让他弄到这般地步，只能让人看出大长公主在帝王心中的分量不够。那些捧高踩低的人，今后恐怕会对大长公主轻慢几分。的确是这个理。所以今早大长公主府递过来的帖子，
是请九娘去给惠安侯看诊的。应该是。听闻惠安侯一边手脚不能动，口眼歪斜，卧床已经好几天了。谢战就明白过来，难怪大长公主那么急，他们刚进京，帖子就递了过来。我实在想不明白，皇上为什么会那么看重贵妃一些？若说是宠，贵妃今年也40多岁的人了，人老珠黄，再怎么美，还能比得上年轻的姑娘吗？承安伯府早期因贵妃得宠，只是后来承安伯掌控监察司，就变成了贵妃因承安伯受宠。自古以来就没有监察司，监察司是为了分拨3省的权力而建立，皇上的旨意无门下省的印鉴，无法下达，导致皇上行事束手束脚。监察司独立于3省之外，直接听命于皇上，皇上想做什么无需跟3省扯皮，只需一句话，监察司就给办妥帖了。所以监察司就是皇上手里的一把刀。这把刀无往不利，自然是得保护好。徐清安算是明白了，难怪就算是大长公主对上承安伯府，也无法占上风。那就是谁也拿他们没办法了？也不见得。帝王的刀岂是那么容易做的？自古哪个刀能得善终？承安伯若看不清形势，得意时得罪的人越多，失意时往上踩脚的人就越多，到最后只会落个死无葬身之地的下场。承安伯府的帖子又是怎么回事？承安伯府有什么病人是太医院解决不了的？据说承安伯世子夫人过门5年还未有身孕，大概是求子。这个无所谓，承安伯府添不添孩子不影响大局。赵勋还没死心，还在想办法托关系复职。赵勋就是原来的刑部赵侍郎，被顾九射杀了的赵宇亲爹。没有了，承安伯在长兴坊安置了一个外室，我把那外室偷出来，送上赵勋的床，再让人带承安伯去抓奸。承安伯就算清楚这人是被设计了，但已经既成事实，除非他大度能容，否则就会一直心存芥蒂。赵勋本来就是靠着承安伯才一步步走到侍郎的位置，承安伯睚眦必报，都这样了还能为赵勋奔走，才是多多怪事。接下来徐清安又把京城的权贵动态一一给谢战说了一遍，然后说道：皇上无子，我看重臣的意思，皇上年岁渐长，子嗣上不太可能再有，都想从宗室过继一个孩子给皇上。宗室里和皇上血脉关系比较近的，要数武阳王和义阳王。武阳王一家心思清明，皇上肯定会担心将来武阳王一脉夺权，倒是义阳王年老昏聩，家中子弟也不成器，皇上大概率会从义阳王一支选取子弟过继。抱着这想法的人不少，最近很多人都开始巴结起义阳王府了，就连承安伯都和义阳王过从甚密。他们想蹦跶就让他们蹦跶，继续监视承安伯府就好。是，安仁坊明溪茶楼是咱们的产业，四郎若有事吩咐，就去明溪茶楼找我，那里的掌柜是咱们的人，认得四郎。第二天早起，芙蓉娘把昨日收的帖子送过来，交给谢战和顾九处理。大长公主是皇上的姑母，这点面子不能不给，得上门一趟。府里的病人你看着办，治不治你说了算。还有承安伯府，看你的心情，愿意去就去，不愿意去约个时间让他们到咱们家来看诊，或者干脆就不用管，都看你的心情。还有这些你都看看，不想去就不去，不要勉强自己。你现在是正2品郡主，没人能勉强得了你。谢战并没有将经理各家的恩怨告诉顾九，也不愿意他违心的去做一些他不愿的事情。到了京城，你的医堂还打算开下去吗？这是一定要开的，我一直的目标都是要把自己懂得的医术传承下去，不管是手术还是针灸，都需要大量的患者给大夫们实践，所以医堂还是需要开设下去的。两人正说着话，谢二郎小跑过来：老四、九娘，你俩快去看看吧，大长公主到了。我这活了30多年啊，见过最大的官就是刺史大人了，冷不丁大长公主居然来了咱们家，我有些受不了，我得缓缓。谢战和顾九都是一愣，两人都没想到大长公主这么沉不住气，居然亲自上门来了。别说二哥没见过，我也没见过，这得去瞧瞧。你得了吧，昨日你刚见了皇上，还怕见大长公主？不是怕，是怪稀罕的。两人到了前面，到了院门外，谢战说道：你去吧。他自己没有进去，今日大长公主登门，目的很清楚，他进去多余。刚安顿下来，家里下人还没买回来，怠慢之处，还请殿下海涵。是本宫来的唐突了。郡主来了，快来拜见大长公主殿下。靠您过来，以前就听说玄州出了个小神医，可没想到年龄还这么小，可真是年少有为。年少是真的，有为不敢当，殿下您过奖了。此小神医这样誉满天下的，都称不上年少有为的话，
别人就全部配了。我知道你待会儿还要进宫，就长话短说了。说着冲旁边伸出手，站在边上伺候的仆妇忙把手上托着的小匣子放到大长公主手上。大长公主把小匣子直接放在桌上，推向顾九。康宁这宅子略显寒酸了些，和你的身份不配。我手上恰好有一座宅子，在永兴坊那边，闲置着也没用，就送给康宁了。顾九倏地瞪大双眼，刚见面就送这么大礼吗？你时间紧，我就不跟你绕圈子。实不相瞒，我那儿子中风在床，想请康宁你去看看。这宅子就是诊金，你也不用跟我推辞。我儿子那病我清楚得很，不好治，所以就靠你了。治病没问题，我本来就是个大夫，但这诊金也太多了吧？就算中风难治了点儿，用的药珍贵点儿，也要不了一座宅子。哎，宅子它再贵重也是死物，也比不上我儿子一根毫毛。康宁，你不用推辞，你放心，只要你尽力了，就算将来我儿子那病治不好也没关系，宅子送你了就是你的。那行，宅子我就收下了，中风治疗越早越好，等我从宫里出来就去您府上看看。行，我会派人在宫门等着，你出来后就接你过去。顾九送大长公主出了院子。小子谢战是康宁郡主定了亲的夫婿，参见大长公主殿下。好，一表人才，不算辱没了康宁。您老过奖，承蒙郡主不弃，小子深感荣幸。不弃不弃，我不嫌弃。谢战一笑，和顾九一起送大长公主出门。马车上，大长公主眉头微蹙：殿下，那小神医不是接了房契，您在担心什么？我不是担心小神医，而是觉得小神医那夫婿看起来有些面熟，像是在哪儿见过。小茹啊，我这些年脑子大不如前了，你好好想想，咱们以前见没见过那谢战？看眉眼应该是和谁长得像。听说谢家祖籍荆州，后来逃荒去的宣州，以前该是从没到过京城才对呀。物有相同，人有相似罢了。也是，应该是和谁长得像。大长公主不再纠结这个问题。你说他是特意在外等本宫，还是无意路过？殿下，您这样的身份呢，哪个人不想在您面前露个脸？谢公子听说是来京城参加进士科考的，读书人这时候都已经开始行卷了。往年往咱们府里行卷的学子也不少，您亲自登门，谢公子在您面前露个脸，再好的行卷也比不上啊。不对，如说搁以前还能解释得通，但是自打发生了那样的事儿，聪明点的人都知道，咱们府不得圣心，不会上赶着往前凑。那谢战的一双眼睛透着精明睿智，能不知道利害关系？孔老历经两朝，人老成精了，看上的弟子岂会是个傻的？谢公子若是真有所求啊，想必还要上门求见殿下。看我，还不如你想得通透。我一个行将就木的老婆子也帮不了他什么。不过他若真有所求，看在小神医的面上，能帮我就尽力的帮帮他了。大长公主送了座宅子，你和二哥有事儿干了，这宅子估计还得修整修整才能住。谢战打开匣子，取出房契一看，你看看这地方真大。顾九探头过去，见那上面标注的大小足有60亩，也是吓了一跳，这也太大了吧。做大夫真赚钱，我都想跟着你学医了。但也不见得啊，像我这样的大夫才能这样，全天下仅此一家。真得瑟，这礼也太贵重了，你说咱们收是不收啊？你不已经收下了？我先前不是不知道这么大吗？收都已经收了，好好给人家治病就行了。大长公主那样的身份，什么荣华富贵都享受过了，什么金钱财物也都不再放在心上，只有亲人的性命才是最重要的。那行，就听你的，还得找人把宅子收拾收拾，咱们抽空搬过去住。这边离皇城离国子监都远，你将来出入不方便。谢战揉揉顾九的脑袋，笑着答应一声，把房契叠整齐收好。走吧，这会也该是下朝的时候了，我送你进宫。这会儿宣平帝已经下朝，一名小太监从宫门口一直迎着顾九，把他带到了太极殿门口。郡主哟，您可来了，快请进，快请进。
黄公公殷勤地伸手接过顾九肩上的衣箱。哎呦，还挺沉的，你个不开眼的东西，这么沉的箱子，你敢让郡主自己背着走那么远的路，要你何用？去，自己去公正那里领罚吧。老黄，你这就有些小题大做了吧？一点小事儿，想来郡主菩萨心肠，不会和一个小太监计较，您说是吧，康宁郡主？顾九本来的确没打算和小太监计较，但这人一开口，他就不高兴了。这话明晃晃的道德绑架呀！黄公公幸灾乐祸的看看那太监，康宁郡主对人那功夫，你怕是没听说过，就等着灰头土脸吧。这位是大内总管杨直，杨公公。顾九哦了一声，原来这位就是路上遇到那个杨公子所谓的爷爷呀。我说不是的呢，我爱不爱和谁计较是我的事，杨公公是要替我做决定吗？瞧郡主说的，郡主您说要罚着小奴婢，咱家绝无二话。来人啊，这不长眼的东西冲撞了郡主，把他送去公正那里，重打50大板。郡主饶命，郡主饶命啊！住手！我说和不和你计较是我的事，并没有说要打你，是杨公公说要打你，你求我饶命干什么？话都听不明白，脑子里面装的都是米田共吗？米田共是个什么东西？怎么从没听过这东西？宣平帝瞥着他，一只手在另一只手上划着。问米田共合起来是什么字？黄公公扑哧一声，险些喷宣平帝脸上。你这老头好没道理，先是道德绑架我，好像我不饶了这小公公就不善良似的。后来我说我跟不跟小公公计较是我的事，被你曲解成我要惩罚这小公公。你这老头既喜欢给别人下套子，又爱断章取义，做人也忒不厚道了。黄公公和杨直，一个是大内总管，一个是御前太监。这会儿看杨直吃瘪，黄公公笑得那个幸灾乐祸。郡主您多心了，咱家没那个意思。哼，你明明就是那个意思，你当我傻听不出来吗？这小太监的确不太机灵，但人家是伺候皇上的，没有义务伺候我，帮不帮我拿衣箱都是他的事，我又不会计较。你是大内总管，你觉得他做的不对，要赏要罚是你的事，别妄想给我拉仇恨。你还想让这小太监报复我还是怎么的？宣平帝看着顾九对的杨直无话可说，就有些想笑，看着小东西对人，心情莫名就好起来了。行了，看康宁的面子，拉下去打10板子算了。康宁，进来，别跟奴婢们一般见识。谢谢郡主，奴婢谢郡主大恩。顾九给杨直一个大白眼儿，再哼了一声，才跨进店里。皇上您不知道，我们进京的时候路上遇到个杨公子，自称是杨公公的侄孙子，嚣张跋扈得很，还骂孔老是老家伙，赶我们起来给他腾地方坐，哼，真是好大的威风。奴婢的确有个孙子，只不过还是个9岁的娃娃，肯定是有杨家的子弟打了奴婢的名号，在外面胡来。郡主放心，奴婢一定让他去给郡主磕头赔罪。这会儿杨直没敢再自称咱家，立刻就改成了奴婢。那倒不用了，我一般都是有仇当场就报，当时就让人给他了2个大耳刮子。郡主打得好，那个杀财敢仗着奴婢的事在外面胡来，活该挨打。郡主虽然已经打了他，但是他竟然胆敢冒犯您和孔老大人，奴婢也不会轻饶他，一定会好好教训他一通，以正家风。杨直的继子是杨顺，杨顺其实是杨直从杨家本家中过继过来的。杨顺原本的家人因为杨顺过继给杨直，没少为非作歹。行了，老杨，你今日得罪了康宁，给康宁赔个不是，今日这事就算完了。今日是奴婢的不是，奴婢不会说话，家里晚辈还不成器，得罪了郡主，郡主大人大量，原谅奴婢这一回。光嘴上道歉多没诚意啊，您说是不是啊，皇上？你呀，可真是得寸进尺，看来今日不拿点实惠出来是不行了。这个容易，奴婢前段时间啊，得了个120年的何首乌，在奴婢手里也不知道怎么用，若到了郡主这样的神医手里，才能发挥出它最大的作用，正好送给郡主赔罪。的确是个好东西，那我就不跟杨公公客气了，是我误会杨公公了，杨公公您是个好人来着。算了吧，当我听不出来这是反话吗？正好120年的何首乌补肝肾、益精血、强筋骨、安神、乌发、延年，可是难得的好东西，给皇上做药丸正好能用上。哦，老杨给你的赔礼，你舍得给朕做药？瞧皇上说的，药材再珍贵，它也是给人调养身体用的，放着它也不能生崽不是？时间久了药效也要大打折扣了，还不如早早的物尽其用。
没错呀，还是康宁想得透彻。说着，眼光淡淡瞥一眼杨直，杨直心里一紧，坏了，皇上这是在怪他了，手里有这么个宝贝，却没想着献给皇上。小郡主多孝顺皇上，刚拿到赔礼，转眼就想着给皇上调理身体。皇上您可不能让郡主吃亏呀。行，康宁跟朕说说，想要什么？我一直以来的心愿就是把我会的医术传扬出去，让更多的医者掌握更强大的医术，这样就能治好更多的病人。我想在京城开第2家医堂，但是现在还没有合适的地方，京城的房价太贵了，我没那么多钱买，也没有合适的地方，皇上您看着办吧。行了，小事一桩，朕赐你一座宅子。老黄啊，你让户部找找看，有没有哪处适合做医堂的，找到了让康宁去看看，满意了就赐给康宁。这下京城的人有福了。医堂建成可是我的，不能算朝廷的，更和太医署没关系哦。是你的，都是你的，朕还能坑你个小姑娘不成？杨直心里五味杂陈，瞧人家这一手空手套白狼，玩的是真溜啊！他自己出了个120年何首乌，给人家换了一座宅子。谢皇上，皇上您真大方。皇上，臣女给您针灸吧，今后每日进宫给您针灸，一天治疗您的经流，一天排毒。这边的风景就挺雅致的，我先在外面坐坐，等我朋友过来再上茶水不迟。公子您随意。老夫人看到年轻人，是不是又是想起了二爷一家了？二爷再有1年任期就满了，到时候就能一家团聚了。您身子骨弱，大夫交代您不要多思多想，您自己也得多注意点儿。老夫人抖着唇，虽然缓缓点头，眼睛却像是粘在了谢战脸上了一样，怎么都移不开。谢战朝这边看看，突然站起来，走到老夫人前面。打扰您了，小子观老夫人面色不佳，是否身体不适？可有需要小子效劳的地方？好孩子，我没事，都是多年的老毛病了，就是看到小哥儿，想起我那出门在外的小孙子，有些失态了，小哥儿见谅。老夫人抓着谢战的手，抖得厉害，双眼也泛起泪来，强自忍住，没让泪水掉下来。谢战的目光也在老夫人脸上凝住，眼眶微微湿润。忧思伤身，您老要保重身体，不然您家里的晚辈知道了也定然担心。就算为了家里晚辈，您老也要放宽心思。老夫人点着头答应着，脸上带出笑意，眼泪却忍不住滚下来。您老可是哪不舒服？小子家里有位大夫，医术十分不错，若您老不嫌弃小子唐突，小子让他明日前去贵府为您老看看可好？这会不会太麻烦？不麻烦，他明日下晌刚好没什么事，若老夫人不嫌弃他医术不精，小子就陪他一同去府上拜访。那就麻烦公子您了，我们就住在这茶楼的后面，您去务本坊打听护国公府就行了。我们老夫人是护国公夫人。失敬，原来是国公夫人，小子谢战拜见夫人。快起来，小哥若不嫌弃我老婆子，坐下陪我喝杯茶可好？那就叨扰了。谢战顺势在一旁坐下。小哥几岁了？看样子是读书人，今年可要参加进士科考试。小子已经年过18，今年是要参加进士科考试。可定亲了，打算什么时候成亲啊？他年龄尚小，还未及笄，成亲的事恐怕还得再等等。你那未来的妻子长什么样？人品可还好？小哥一表人才，也不知道是什么样的女子能配得上小哥。他是个很奇特的人，有远大抱负，又善良可爱，是我配不上他。哦，这么好的姑娘啊，真想见见。您明日就见到了。你住哪儿啊？住的地方可够宽敞？公子别介意，我家老夫人年龄大了，难免唠叨点，您别介意。怎么会？老人们见多识广，能听听老人家说话是小子的福气。你看看这孩子多会说话。谢战陪着护国公夫人说了一会儿话，公孙哲打外面进来，先跟护国公夫人见个礼，才向谢战说道：你来的挺早，跟夫人认识？宋九娘进宫没事就先过来了，见夫人独坐，闲聊了几句。小子约的朋友过来了，就不打扰夫人清静了。你忙去吧，多谢你陪我老婆子说了这么会儿话。顾九出宫的时候，送出来的小太监可半点不敢怠慢，一路背着衣箱，直到大长公主府来接顾九的人迎上来，交给大长公主府的人，才算是松了口气。这位就是康宁郡主吧？果然见面尤甚闻名，看着就是钟灵淑秀的人物。您过奖了，外貌是父母给的，这个是我父母的功劳啊。
郡主真是有趣啊，我还头一次听人这么说。仔细想想，这话真是半点没毛病。咱们的容貌可不就是父母的功劳吗？哎，郡主这边请，今日可要劳烦郡主了。进了惠安侯的房间，大长公主已经在里面等着了。哎呀，康宁你可来了，快过来。顾九专心地检查了惠安侯的脉象，然后起身问话：侯爷您能说话吗？可以的，就是说的不太清楚，让侯爷自己说，我再通过对话检查侯爷头脑是否清醒，以判断侯爷的病情。惠安侯夫人急忙点头，退到一边。您能听懂我的话吗？能。您现在哪里不舒服？惠安侯歪着眼睛看向自己一侧的胳膊，有蚂蚁爬。麻是正常的。您平时喝酒吗？肥肉吃的可多。喝酒吃肉。以前有没有眩晕头痛的症状？没事儿，你的病能治，但你得听我的话，不能着急，不能生气，要保持心情平和。要治好听话。真的能治吗？实在是这病他们也见别人得过，基本没有治好的可能。真的能治好？没有意外的话能治好，但你们要听我的。我们听，我们都听小神医的，小神医让我们干什么就干什么。这点你放心，听医嘱我们还是能办到的。侯爷这病是由于长期喝酒、爱吃肥腻厚味还懒怠少动引起的，今后要戒掉，保持饮食清淡，然后还要进行康复锻炼。锻炼时可能会感觉到肌肉疼痛，病人会抗拒、狂躁，甚至是打人，这一点需要两位配合。这个没问题，本宫天天看着他，你放心。他让惠安侯夫人找2个仆妇来跟他学习康复的一些动作，保证每日让惠安侯做。侯爷的药我过2日做好送来，针灸得每日1次，我明日还这个时候过来。行，我们都听小神医的。那就辛苦小神医了，小神医住得远，来回若不方便，不如早些搬到有形坊的宅子。我也想早点搬，只是我们刚到京城，人手不足，还都是忙，也没空去看看是否需要修缮，恐怕还得再等等。这有何难？你只管专心治病，剩下的交给本宫。那宅子常年有人维护，也不需要修缮，只需要打扫干净，再简单收拾收拾就能搬进去了。殿下您真大方，那我就不跟您客气了。大长公主也笑了，这小神医半点都不扭捏，爽快的紧。医堂还得赶紧开起来，你也不用这么辛苦。医堂的事有着落了。顾九兴高采烈的把今日在宫里的事儿给3人讲了一遍。真牛，佩服佩服。这到京城才2天功夫，住宅也有了，开医堂的地儿也有了，他都羡慕的不行。九娘太能干，我觉得我就是根废柴。没有，你可以貌美如花。秀色可餐，也是可以让人心情愉悦的，不是毫无用处。行，九娘开心就好。下晌，谢战出门忙自己的事儿去了。顾九在家给惠安侯做安宫牛黄丸。郡主，好久不见啊！邓先生，还有明谦，你们怎么来了？学生拜见先生。快起来，你行这么大礼是想干嘛啊？这小子的意思还不清楚吗？这是赖上郡主了。陈明谦在宣州时就以弟子自居，虽从没行过拜师礼，但顾九也没否认过，一直就这么混着。那行吧，以前我觉得我年纪还小，不好收徒，既然你诚心诚意要拜我为师，那我就收下你了。本郡主今天起就开山收徒了。学生明日就奉上束修，来府里正式行拜师礼。行了，那些繁文缛节能免就免了吧，我承认你不就行了？还有邓先生做见证的，奉杯茶就完事儿了。是，学生遵命。陈明谦也不纠结细节，师傅承认就好。听闻郡主进京，我和明谦原本早就想过来拜见，但这2日郡主都忙，才选了这个时候过来，没打扰郡主吧？的确挺忙的，你们来的正好，我这边恰好有事需要助手，不着急走的话，留下来帮忙呗。专程告了1下午的假过来的，郡主有事儿尽管差遣，师傅尽管吩咐。那我就不跟你们客气了，我今日要做2种成药，一种安宫牛黄丸是为了治中风用的，中风早期服用这药效果极好，我那患者已经中风几日了，再晚就不利于康复了。另一种药叫参乌造化丸，主要是调养脏腑、补肝益肾、延年益寿的，2种药配伍较多，活还挺多的。郡主啊，这2种药的名字咱们听都没有听说过，您确定要咱们帮着制作吗？不担心咱们把药方泄露出去？这个你们只帮着做其中的1、2个环节，没关系的。郡主有没有打算在京城开医堂？开啊，怎么不开？我到京城也才2天，帖子都多厚了，我可是分身乏术，不能一一上门看诊，还是医堂好呀，人多力量大。那我还能在郡主的医堂做事吗？您不是在太医署任职吗？现在都正5品了吧？太医署职位最高的是正太医令，是正4品，下面还有一位从4品的太医丞，然后就是正5品的博士。邓先生短短时间升到5品，十分不易。
人心太复杂，应付起来太耗费精力。师傅在哪儿，学生就在哪儿，学生会的还太少，还有的学呢。现在就出去给人看诊，不是耽误别人的病情吗？还坏了老师的名声。顾九当然欢迎两人，这两人一个手术学得不错，一个管理做得棒，人又机灵，有了两人，一堂仙期就很容易开展了。但是在太医署，你们是有品级的官员，在我这儿可就是普通大夫了，一步步从平民到官员多不容易，就这样舍弃了，好吗？这个我也想过，我还是想做自己喜欢的事儿。至于家里人会不会跟着受累，也就照顾不到了。他们谁想出人头地，让别人高看几分，就自己努力，总想着靠别人是不行的。学生还年轻，只要有医术在手，什么时候进入官场都不迟。好呀，我这正好缺人呢，欢迎两位。嘿，正太医令以前总想挖我的人，现在被我挖走了，不知道他老人家知道了会不会吐血三升？万一把老人家身体气出好歹可怎么办？郡主放心，正太医令擅长养生，身体好着呢，想气出好歹也不是容易的事儿。那就好，你们这几日把太医署的事情交接好就过来吧，抽空再学几种术式。两人都忙点头应下来。要不干脆我也拜入郡主名下得了，反正我的手术都是跟郡主学的，早就有师生之实。其实他早就有这种想法，只是自己年长顾九这么多，有些拉不下脸。可别人看您的年龄，若是问起师承，指定以为你的师傅是个白胡子老头呢，我可不就亏死了。邓先生，这个原因被拒的话，他实在无话可说。今日上午又收到不少帖子，今天如果有空，孙郎还得看看这些帖子该怎么处理。另外，这条街上的街坊们上午也来家里拜访，明日还需要挨个的回访。二哥看看需要买什么回礼。不行，让二嫂带着五福和六安过来。那干脆让二庆和三友也跟着过来，在京城找个书院读书也行，不如让四宇也过来吧，哥几个都在京城读书会好一些。行，我这几日先打听打听有什么好的书院。那我就写信回去，让你二嫂赶紧过来。顾九午后稍微歇了一会儿，就和谢战动身往护国公府。您老让下人领我们进去就行，怎么亲自出来了？总躺着身子就生锈了，你们过来，我也能趁机走动走动。护国公夫人回答着谢战的话，双眼却不停地打量着顾九。这位就是康宁郡主吧？哼，这孩子真俊，瞧这双眼睛，一看就是机灵的孩子。多大了？到京城后还能适应吗？快15岁了，到京城也还好，天天忙，还没来得及看看京城是什么样子。可怜的孩子，年纪这么小就整天忙忙碌碌，别家的小姑娘每天都在想着怎么打扮，操心去哪儿玩，郡主却每日有操不完的心。嗨，每个人的追求不一样嘛，有人喜欢美食，有人喜欢漂亮的服饰，我就是怪了点儿。最想做的事儿就是把医术传扬出去，喜欢可抵一切，乐在其中就不觉得辛苦。真是个难得的好孩子，难怪你能被封为郡主，他们却只会操心哪家小郎君长得俊，是你该得的。这么好的姑娘，你可不能欺负人，能遇到胸怀这么宽广的孩子，你可是行了大运了。是，小子也常觉自己幸运。谢战在待客堂等着，顾九则随着护国公夫人进了旁边的客房看诊。这边顾九在给护国公夫人诊脉的时候，待客堂里，喂，谢四公子，不必行此大礼，快快起来，小心隔墙有耳。监察司不仅是宣平帝手里的刀，更是他的耳目，主要职责就是监察百官。谢战顺势站起来，两人分宾主坐下。顾九搀扶着护国公夫人出来的时候，护国公已经考了谢战一会儿了。怎么样，夫人的身体怎么样？思虑过重，心脾两虚，不是什么严重的病症。我回去做点人参养荣丸送过来，夫人今后多注意一些，既多思多想，保持良好的心境就可以了。听你这么一说，我就放心了。我这把年纪了，有生之年能看到家里孩子们都平平安安的，就没什么放不下的。想必以后慢慢调养，很快就会好起来的。夫人通透，一定能长命百岁。顾九的双眼在两人脸上溜了两下，总觉得两人的对话意有所指。谢战和顾九告别了护国公夫妇，往外走去。是个好孩子，两个都是好孩子。我这病若是有了起色，请两个孩子来家吃顿饭吧，聊表谢意。应该的，你做主就行。马车上，顾九双眼像两盏明灯一样盯着谢战。那是我的外祖父和外祖母，我不能忍。监察司的探子这2年手伸得越发长了，
重臣家里怕是都有他们的人。顾九眨眨眼，想起高氏的身份，觉得高氏是护国公女儿的可能性不大，年龄对不上。谢瞻的身世真的牵连很大呀，亲外祖母和外祖父都不能光明正大的相认。我知道了，我会调理好外祖母的身体的。九娘，谢谢你，谢谢你出现在我的生命里。这话其实有些油腻。为什么每次我的诚心诚意都变成了一场笑话？喂，你可不可以正常点？怎样才算正常？我觉得我就是爱说实话了点，没毛病呀。稍微有一点点害羞就行了，可以不回答的。哎呀，你不要说了，人家都要不好意思了。算了，你还是做你自己吧。看看你多难伺候，这么说不对，那么说也不对，那到底要怎么样才对嘛？没有，是我错了，你这样就很好。你们可回来了，有位病人已经等了很久了。是哪家的人？说是承安伯世子夫人。顾九就知道怎么回事了。他们才到京城时，承安伯府就递了帖子，据说世子夫人5年无孕，是要看不孕症的。你自己看着办，给不给看都随你。然后转身走了，芙蓉娘也走了。顾九往前走，顾九想起原主的大堂兄，那个温润如玉的天之骄子，就有可能是死在承安伯手里。对于承安伯府，他是半点好感都没有。久等了。不敢，我一个上门求诊的，等多久都是应该的。你很不耐烦？不敢，哪有啊？郡主您多心了。夫人得清楚，没人让你到我家里来，是你自己要在我家等我的，事先也没递个帖子或者约个时间什么的，是你贸贸然上门，失礼在先。怎么没递帖子？可惜啊，郡主的门槛高，我们家的帖子早递过来，也迟迟没轮到我们不是？我不早就回帖了，最近比较忙，没空出诊。还有，不是我门槛高，是你家门槛低。夫人倒是教教我，皇上、惠安侯、护国公夫人这3位，夫人想排在他们哪个前面？就算他们都不计较先后，也得我乐意。我若不同意，就算他们都同意你排前面，我也不给看。世子夫人是极品，我又是极品。您是正2品郡主，我是4品宫人。那没人教你见了品级比你高的人要行礼吗？承安伯世子夫人一双眼睛露出几分怒气，还是忍了忍，悻悻然站起来，拜见康宁郡主，郡主万福。免礼免礼，来过来坐，手伸过来。承安伯世子夫人呼出一口气，只得去旁边坐下，伸出一只手。顾九搭上，细细检查了一番。你身体本来就没什么毛病，更没有不孕的毛病，只不过胃、肝、肾都有不同程度的损伤，乱七八糟的助孕药少吃，是药3分毒，吃多了毒素积累在身体里，脏腑就受不了了。不可能，我若是身体没毛病，怎么成亲5年都没孩子？成亲5年没孩子，不见得就是你的毛病啊，也可能是你男人的毛病。你胡说，世子怎么可能会有问题？你家世子有妾室吗？妾室都有孩子了，这跟世子有什么关系？那些贱人都是没福气的。你也没福气。我5年不孕，相信你也看过很多大夫了，是不是大家都说你身体没毛病，只是机缘不到？承安伯世子夫人再次无言以对，看了这么多年的病，其他大夫都这样说的。当然也不见得就是男人的问题，有时候是时机的问题，也有可能是2人血液的问题，但你身体是没有问题的，这一点我还是可以保证的。信不信由你，你身体本来就是没有毛病的，但你若是继续各种助孕药吃下去，就很可能没病吃出病来。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做，你该走了。承安伯世子夫人的脸色一阵白一阵青的，突然气冲冲的往外走，身后的婢女跟着呼啦啦的退出去。真没礼貌，告辞不会啊。承安伯世子夫人的脚步一顿，随即头也不回的走了。顾九撇撇嘴，真是嚣张跋扈惯了，上门求人都舍不下脸面，这要换个人，他肯定建议带着男人来查查，这个就算了吧。次日，顾九带着新鲜热乎的生乌再造丸进宫给宣平递针灸。干什么呢？找小猫啊！我看到一只小白猫跑进来，问他看见了没有。哎呀，你这人莫不是个傻子？都问你好几遍了，不知道回答的。看见了，但有个人突然从上面跳下来，把小猫吓跑了。你看到了？跳下来的人往哪边跑了？穿什么衣服？穿着一身黑衣，还蒙着脸，往那边跑了。那人说着，指指不远处通往里面的小巷子。监察司为首的人立刻扬扬下巴，从队伍里出来4、5个人，朝那个方向追去。走！那小猫受了惊吓，也朝着那巷子跑了。走，咱们去看看小猫还在不在。站住！干什么啊？你是哪家的姑娘？到这边来干什么？你管我是哪家姑娘？我在外面看到你们都指挥使大人被刺杀，下马看热闹，然后就发现了1只2只眼睛不一样的小猫，所以追过来看看，有问题吗？为首那人抱着胸俯视着顾九，原来知道他们是监察司的人呢，知道他们的身份，讲话还敢这么冲，看来出身不会低。统领，小的在刚才的路上看到他坐在马车里朝
朝外面张望。小猫先别看了，时间不早了，咱们得赶紧走了。我还是第一次见到一只眼睛蓝色一只眼睛绿色的猫呢，可惜了。站住！还要干嘛？本统领怀疑你和刺杀都指挥使的人有关系，还得麻烦你去监察司一趟，接受调查。亲卫们立刻懂了统领的意思，像这样一看就有些身份的小姑娘进了监察司，她的家人肯定会拿银子打点一番，他们就能跟着小赚一笔。这样的事又不是没做过。你确定真要我去监察司？那是自然，刺杀都指挥使是大事儿，只要有一点嫌疑，咱们就不能放过。可是请神容易送神难哦，我给你一次机会，你好好想想，再说一遍。不用想了，不管姑娘你是什么身份，涉及到刺杀指挥使大人，任谁也得接受咱们监察司的调查。那好吧，我跟你们去一趟，但我这婢女就不用去了吧？不用了，婢女可以走了。不用着急，告诉老黄事情经过就行了。是，奴婢懂得。你是什么人？家住哪里？来这边干什么来了？小人15，就住在这附近的崇义坊。小人家里是做毛皮生意的，几位也有空去给家里人挑几张好皮子。别跟我扯这些，说你在这里干什么？小人只是路过，小人原本要去前边绿无轩喝茶，跟几个朋友约好了的，刚打这路边过，就瞧见有个人从墙上跳下来，就是那里，有个人从上面跳下来就跑了，窜得比兔子还快。小人还没反应过来，这位姑娘就过来找猫。她身上带弓箭了吗？没有，没看见。是没看清楚，还是没带啊？我想想啊，没在意，当时吓了一跳，然后他就跑了，真的没在意他带没带弓箭。这会儿跳进墙里检查的人也出来了，冲统领摇摇头。去那里查，挨家挨户的搜查，去崇义坊查查石家，再去绿无轩查查。这是让亲卫去查查15所言是不是真的，姓名地址对不对，是不是真的在绿无轩约了人喝茶。走吧，还请两位去我监察司喝杯茶。好啊，那得快点了。呵呵，饭头，这是打哪带回来的小姑娘？犯什么事儿了？去，没你的事儿。咱们这里条件简陋，姑娘多担待。没事，挺好的。不用去大狱吗？两边是不是都是大狱？是。姑娘如果跟刺杀的人没关系，在这里等着家人来接就行。如果和指挥使大人被刺有关，再进大狱不迟。顾九找张椅子，掏出帕子擦擦才坐下。你要审我吗？那就开始吧。你是哪家姑娘？谢家的。范统领把京城的权贵在心里过一遍，一时想不到谁姓谢，换了个问法。姑娘的父祖在哪个衙门任职？都是寻常百姓，都过世了，没任过职。寻常百姓家的姑娘这么横吗？难道是无知者无畏？继续审问。姑娘为什么会出现在那里？这个问题我已经回答过了，既然你问了，我就再回答一次。我看到有人刺杀陈安伯，就下车去看热闹，然后看到一只小白猫跑进了巷子里了。我没见过两只眼睛长得不一样的猫，所以就想仔细看看。追到巷子里，看到那位15站着发呆，就问他见没见到一只白色的小猫。他傻乎乎的都不知道回答。正问第3遍的时候，你们就过来了。你打朱雀街路过，是要去哪里？我怀疑你和刺客勾结，故意去后巷接应。啊？我要怎么接应他吗？或许要把人藏马车上带走也说不定。你们都是死人啊！马车停在大街上，我带个人大拉拉的过去，你们看不到吗？好好说话，说谁死人呢？不是死人，能任由我大拉拉的带着刺客藏在马车里？能不能好好说话？再敢胡言乱语，以为咱们监察司的大狱是摆设呢？嘿，你倒是把那郡主关进大狱试试看。黄公公和一名40、50岁的男人跨进门槛，顾九像个家长来了的小孩子，迎上去告状。黄公公，您可来了，您再不来，我可要被人关进大牢严刑拷打了。郡主奴婢来晚了，您有没有伤到哪里，让您受惊了？奴婢这心里可是心疼的紧。杜指挥使大人，您看看这是闹的，咱们郡主好端端的去给皇上调理身子，平白无故的就受了这么大气，您看这事怎么办吧？顾九笑盈盈地瞥一眼黄公公，老黄真上道。再看一眼那男人，才知道这位就是程安伯，任监察司都指挥使的程峰。误会，真是一场误会。下面的人不知道是康宁郡主，让你受惊了。你大人不计小人过，别跟他们一般见识。说着看一眼范统领，范统领被这一眼看的直接扑通一声跪下了。他就想弄俩钱花花而已，怎么把一个郡主给弄来了？大人，您说的对，我的确不会和下面的人计较，但是你也知道我事很多，每天要处理很多病人，我的时间很宝贵的。我每日得为皇上调理身体，得给惠安侯治疗中风，还需要为护国公夫人做成药，还有很多递了帖子我都没空管的患者。我都忙成这样了，还被您的手下无缘无故羁押在这儿，您老说说这得耽误多少事儿啊？郡主言重了，下面人不懂事，请郡主过来做客，
算不得羁押。不过郡主的确受惊了，也让郡主白白在我这里浪费了那么多时间。来人，去账房支100两。我给皇上调理身子，皇上送了一座宅子，给惠安侯治病，大长公主也送了一座宅子，占地60亩呢。程峰听到这里，默默咽下口里的银子2字。去账房支100两金子。哦，对了，昨日下午大人您的儿媳妇去我家里看诊，没给诊金就走了，大人您一并结一下吧。应该的，回去我说她，多加1两金子的诊金，郡主看可够啊？还行，我一般出诊，普通人家的小毛病只看病因不治疗，最少都是20两银子的诊金，1两金子折合10两银子。不过谁让她是您家儿媳妇呢？看大人您的面子，就算她便宜点好了。我谢谢你了。咱们得赶紧进宫了，皇上可还等着呢。行，这就走。顾九也乐呵呵道，低头看着还跪着的范统领。范统领，我可以走了吧？范统领砰砰磕头，一个字儿都不敢说。他让大人一下子赔了101两金子，等会儿还不知道被怎么责罚呢。顾九还是磨蹭了一下，金子还没送过来。程大人啊，你这胳膊没事吧？要不要我帮你看看？万一伤到骨头就是大事了。不敢劳烦郡主，一点小伤已经处理好了，你那收费劳烦不起呀。系统突然主动开口，宿主扫描到此人手臂完好，没有受伤的痕迹，扫描到此人体内有阴阳货、阳起石、韭菜籽、枸杞等药物残留。顾九一下兴奋了，阴阳货和阳起石等药物主要是提高男人那方面能力的药，这货快不行了，靠着药物才可以。还有这货明明没受伤，却装着受伤了，到底安的什么心？郡主为何这样打量程某？可是有什么不对？程大人双目无神，面色有几分憔悴，最近是否腰酸背疼，时常乏力，还失眠多梦，经常走神？小神医果然是小神医啊，一眼就看到了程某的问题。敢问小神医，这是什么症状？要怎么治疗？纵欲过度而已。程峰脸上的笑逐渐僵硬，范统领冷汗直冒，完了，会不会被杀了灭口啊？不是大毛病，去药堂开点药调养调养就好。今后虎狼之药可不敢再吃了，治标不治本的东西，无异于饮鸩止渴，越吃身体毁得越快。那个做大夫的就是这样子，看到有人生病就忍不住多几句嘴，一切都是为了大人的身体，大人别介意呀。的确是这样的，做大夫就是有职业病，就看不得病人被病魔折磨。大人您可得听医嘱，赶紧调养身体，珍爱身体，远离女色。这绝对是程峰最无语的一天，他应该感谢的，但又说不出口。郡主她就是长大了，她还是根棒槌，好仇人呐。郡主啊，咱们真的该走了，不好让皇上久等。金子不是还没送来吗？再等一下。郡主和黄公公先上车，我让人把金子给郡主送上车。不行，让指挥使大人给郡主送家里也行。这样也行。黄公公赶紧拉着顾九出去，程峰在后面相送。恰好这时有位身穿监察司服色的人捧着一盘金元宝过来，程峰狠狠地瞪他一眼，磨磨蹭蹭的，还不快帮郡主搬到车上。顾九上了马车，黄公公也跟着上车，跟程峰告辞。顾九看着车上堆着的金元宝，兴高采烈的一手拿一个塞给黄公公，多谢公公去给我解围，不然那些人指不定就把我关大狱了，或许还会动大刑，逼我认个勾结刺客的罪名。这怎么好？奴婢就是奉命行事，也就是走几步路而已，怎么能收郡主金子？郡主快收回去。顾九却已经再次抓了2只，又给他塞怀里了。这钱得来容易，见者有份嘛。公公别跟我客气，客气就见外了。这可不能啊，郡主真的不用了。顾九一连给他塞了20来个元宝才罢休，冲黄公公龇牙一笑，拿着，今后有这等好事咱们继续。不过下次可不敢这样了，您若说出身份，谅他们也不敢对您不敬，万一遇到一个浑人，吃亏的还是您。我知道了，下次不了。离下车时，顾九用自己的帕子和12的帕子各包了10几个小元宝，提溜着进宫去了。到了太极宫，宣平帝问起缘由，顾九巴拉巴拉把前因后果讲了一遍。我只是不明白，那位程大人分明没有受伤，却假装自己受伤了。没受伤？是啊，人的身体如果受伤还是剑伤，伤口不小，失血量肯定也不少，起码脸色会有些苍白的。你说的是真的？自然是真的。皇上若不信，召程大人入宫，让他当场解开绷带看看。他若受伤了，我把今日他给的金子还回去，再倒赔他100两。郡主的面诊简直绝了，皇上您是没看见，郡主只是看了程大人几眼，就说他
太放纵，还吃了虎狼之药。奴婢看程大人的样子啊，显然是被郡主说中了。还有，奴婢第一次去宣州，郡主也是一眼就看出奴婢得了痢疾，郡主简直神了。宣平帝点点头，没再继续这个问题，只不过眉间明显十分不愉快。顾九急忙把带来的2小包金元宝呈给宣平帝，这是谢礼，今日多亏了皇上让皇公公跑一趟，让我化险为夷，还能得点赔偿，这点金子咱们3个分了。宣平帝有点反应不过来，怎么有种团伙设局骗人，在坐地分赃的感觉。郡主也给奴婢几个，奴婢跟着郡主占了大便宜了。行，朕就收下了。难得这孩子得了点金子，还眼巴巴的分他一些，留着做个纪念也好。等顾九给宣平帝扎完针，告辞离开，宣平帝问黄公公：老黄啊，你说这程峰上次被刺伤了胸口，上上次被刺伤肩膀，还有往年受的那些大大小小的伤，是真还是假呀？这话黄公公哪敢回答，那程峰可是皇上信任的人呐。朕念他为朕操劳，整日提心吊胆，没过几天安稳日还觉得他受累了，次次都给他一大堆的赏赐，还有他的家人，大大小小的能给的恩赏也都给了。哼，康宁得了几个金子，还巴巴的跑来分给朕一些，他倒好，拿朕当傻子糊弄，是朕给程家的荣宠太少了吗？得陇望蜀的东西，上次给程峰看伤的是谁？禀皇上，太医院的陈太医擅长疮疡科，这几年陈安伯的伤都是陈太医在处理。去把陈太医找过来。黄公公知道皇上是起了疑，要追查下去了，就派人出去找陈太医。奴婢拜见贵妃娘娘。顾九愕然一下，不禁睁大双眼，原来这位就是宠冠6宫的程贵妃呀。见过贵妃娘娘，娘娘万福。你就是那小神医？是的，臣女就是顾小神医，也是皇上亲封的康宁郡主。听说陈安伯世子夫人去你那里看诊，你态度嚣张得很呐。瞧贵妃娘娘这话说的，我可不认，嚣张的应该是您侄儿媳妇儿才对。见面连个礼都不行，我好心好意的给她看诊，她倒好，一声不吭就走人，连句感谢的话都没有，没礼貌得很。本宫说一句，你倒是敢呛10句，谁给你的胆子？敢这么跟本宫说话？贵妃娘娘这就不讲理了，您还不容臣女分辨几句了？总不能您说什么就是什么，对吧？大胆，竟敢顶撞本宫！来人，掌嘴！这明显就是找茬啊！顾九才不会傻乎乎的等着被打呢。见程贵妃身后的仆妇就要过来，拔腿就往太极宫跑。皇上救命！皇上救命啊！程贵妃走到了近处，陆阿牛伸手一挡：太极殿重地，无诏不能入内。娘娘稍等，带臣去禀告皇上。他为什么能进入？那是为皇上看诊的大夫。皇上救我！您的贵妃要打我呢！怎么回事？昨日贵妃娘娘的侄儿媳妇儿去我家让我给看不孕症，可横了，见了我连个礼都不行，还嚣张得很。我好心好意的给她看诊，完了连个谢字都没有，诊金也没付，转身就走了，可没礼貌了，我都不跟她计较了。哪知道她还找来贵妃娘娘告状，我就分辨了几句，贵妃娘娘就要打我。皇上您给评评理，难道贵妃娘娘说什么就是什么吗？不容许别人自辩？衙门审犯人还要仔细问问，免得冤枉好人呢。殿门外，程贵妃正要硬闯。你给本宫滚开！信不信本宫砍了你？太极殿重地，无诏不能入内。让他进来。程贵妃满脸恼怒地跨进殿门，张牙舞爪的像什么样子？康宁是朕亲封的郡主，以后没事不准你找他麻烦。还有你娘家那些人，也该好好的管管了，一个个都张扬跋扈的很。他们怎么跋扈了？您都是听谁乱嚼的舌根子？我不管，您得把那些乱嚼舌根子的人找出来，乱棍打死！是不是他？是不是这小贱人乱嚼舌根子？我就该拔了他的舌头，让他下半辈子都不能开口。顾九在宣平帝的身后悄悄冲程贵妃皱皱鼻子，伸伸舌头。程贵妃大怒，大踏步就要去后面打顾九。小贱人，你活腻了！本宫今天就成全你。康宁是朕亲封的郡主，什么小贱人不小贱人的？你作为贵妃，不说做好天下女子的表率，反倒张口就骂人，抬手就想打人，有一点贵妃的样子吗？你向着他，你怎么能向着这小贱人呢？你是不是看上他了，想把他收进宫里？好啊，我成全您，反正您宫里也不缺这一个。住口！顾九固然美丽可爱，但宣平帝也不是没见过美人儿，在他眼里，顾九就是个没长大的孩子，从一开始就把顾九当个晚辈一样。贵妃要是不会说话，
就把嘴给朕闭上。俗话说，心中有佛，看人皆佛；心中有屎，看人皆屎。皇上明明待我像晚辈一样，在贵妃眼里却只看到了色。难道贵妃觉得皇上是那等荒淫无道的好色之徒吗？你闭嘴，小贱人！你还敢胡说八道！你挑拨本宫与皇上的关系，看本宫不抽烂你的嘴！说着就往宣平帝身边扑去，黄公公赶紧拦一把。哎呦，贵妃娘娘，您大人大量，别跟郡主一个孩子计较。郡主小孩子家家的，说话没个轻重，您消消气啊，消消气。狗东西，你走开！你敢拦本宫，本宫连你一起打！程贵妃看都不看黄公公，继续往前扑去，对准顾九，高高举起手臂。顾九惊慌失措地往下一蹲，吓得双手胡乱在空中乱舞。程贵妃左腿一酸，脚下突然一个趔趄，身体就偏离了方向，那狠狠的一个大嘴巴子就抽在了宣平帝脸上。贵妃娘娘，您竟然敢打皇上！我不是故意的，我要打的是那个小贱人。好得很啊！你一贯强势霸道，朕看你跟了朕多年的份上，给你几分脸面，倒是纵得你越发狂妄了。皇上，臣妾真的不是故意的，你饶了臣妾这一次吧，求您了。顾九躲后面，露出幸灾乐祸的笑。热闹正看得欢，黄公公悄悄地揪揪他的衣服，看看大门口，示意他先走。顾九看了看宣平帝和程贵妃，这浑水不能趟，做贼一样溜到门口，果断溜了。我都说了不是故意的，要不你再打回来，今天的事都怪那个小贱人，你要不是护着他，我怎么能误伤了您啊？今天他逃过这一劫，就不信他明日不来，看明日本宫不打烂他那张妖精一样的脸，再不行我也能让人去他家里张嘴。我是贵妃，教训一个。够了，朕的话你当耳旁风是吧？来人，贵妃蛮横霸道，骄纵跋扈，不配坐着高位。即日起贬贵妃为昭院，禁足3个月，无诏不得踏出蝶衣宫半步，公务交与冯淑妃打理。你要废了我这贵妃位，你还不让我管理六宫了？突然扑上去，朝着宣平帝的身上就抓挠。你怎么能这么对我？我陪了你那么多年，你不能这么对我！拉开，还不快把这泼妇拉开！黄公公不等宣平帝吩咐，忙上前去拉程贵妃，被他又一巴掌甩脸上。滚开，你个狗东西！陆元浩进来，把他拉开，快把他拉开！陆阿牛闻声快速走进来，一把抓住程贵妃的手臂，拉着就往外扯。直接把他给朕关进蝶衣宫，派一队人把守，任何人没朕的旨意不能进出。是。陆阿牛果然把程贵妃的2只手臂往后一扭，推着人就往外走。泼妇，真是个泼妇！黄公公在旁边叹气，贵妃这样子还不是皇上纵容的？顾九走到大门外，爬上车后，看到车中的匣子，才拍一下额头，糟了，他今日是来给宣平帝送深屋再造丸的，结果给忘了个一干二净。郡主哎，您怎么又回来了？顾九盯着黄公公脸上的巴掌印儿，答非所问。哎呀，都肿了，我这里有消肿去瘀的药，您给拿去抹上，明日就下去了。那奴婢就收下了，多谢郡主。方才没来得及，深屋再造丸做好了，这药可以调理皇上被毒损伤的脏腑，补肝益肾，延年益寿。这次做的够皇上几个月吃的，调养上一段时间，皇上您花白的头发就变黑了，精气神也会好很多。辛苦康宁了。不辛苦，皇上可是送了我那么大一座宅子呢。行了，不用提醒朕，朕都记着呢。老黄，你一会儿就去户部问问，给康宁的宅子找好了没？催催他们，让他们上点心。这药性强，皇上每天1粒，吃上10天，休息5天，千万别连续不断的吃。吃药期间饮食要清淡，多喝水，多吃蔬菜水果。奴婢都记下了，郡主放心。顾九就再次告辞。黄公公送顾九出去。里面那是谁啊？犯什么事儿了？那是给程大人看伤的大夫。顾九立刻就懂了，皇上要问程峰受伤的事儿。程贵妃咋样了？贬为昭院，没了管理6宫的权利，禁足3个月。顾九捂着嘴巴偷笑，这位分一下子就贬了好几级。顾九心满意足的跑走了。郡主这事儿做的可有些不地道啊，这墙角挖的鄙人实在是佩服。邓有光和陈明谦这2日闹着要辞了太医署的差事，您知道吧？瞧您说的，我是那喜欢挖人墙角的人嘛，主要吧，那墙角它自动就跑来了，我这也犯愁呀。您老说说看，这么得罪人的事儿是我愿意干的吗？明明我也是无可奈何的好不好？郡主好歹该拒绝一下吧。
那多不好意思呀！我跟邓先生相交多年，跟明谦也有师徒名分，我这也开不了口呀。郑太医令怨念地看顾九一眼，他还有开不了口的时候，谁不知道康宁郡主那张嘴就从来没有把门的。听闻郡主的医堂在京城还要继续开下去，不知道人手够不够？怎么，郑太医令有人选，帮我推荐？鄙人有个孙子，天资聪颖，对医术颇有见解，只是见识短了点儿。郡主的医堂如果缺了打杂的人，这小子倒是能为郡主出把力。您老就敞亮点说，是想让您孙子到我这儿来学习手术，还是给他谋一份稳妥的差事？他对郡主的手术有莫大的兴趣，想去您那里学习学习。我医堂的大夫有2种，一种就是属于我医堂的人，像邓先生和明谦，还有在宣州时的杜家父子，都是这样。我不断教给他们各种术式，他们在我医堂坐堂，由医堂每月给他们发工钱。另一种是去医堂学习的，不给医堂交束修，医堂也不付给他们工钱，他们需要在我医堂帮忙照看病人或者坐堂，以半年为期，学完走人。不知道郑太医令您的孙子怎么选择？后者吧，先让他学习一段时间，然后看他的意愿。如果他想一直留在医堂，或者学够半年就离开，都看他的意思。郑太医令做了大半辈子的太医，太知道有关身的好处。顾九很痛快地答应下来，毕竟医堂开始运作，总是会招人。顾九带着12把郑太医令送出门外，看着他的马车走远，刚要回去，就见街角一人一骑拐了过来。5哥，怎么今日有空回来？一言难尽，走，回去说。进了家门，两人去待客堂说话。今日上午有人去大营找我，你猜是什么人？我怎么知道你在京城都认识些什么人？二哥4哥在家吗？我觉得还是找他们说更好。哪有人这样子的？吃瓜给人吃一半，太可恶了！谢老五，你惹什么祸了？还不快从实招来！小姑娘家家的，别管那么多闲事了，忙你的去吧。二哥和谢战都不在家，回来也是晚上了。你是现在说，还是让我用点药？那个，今天上午安旭去大营找我。安旭是谁？你还记得当初咱们从清河到荆州，在灵芝县的时候，路上就那祖孙2个吗？就是祖母有心急的那个安家祖孙。就是那个安家。谢五郎点点头，把苏卫路上又遇到安四娘和安旭的事情讲了一遍。今日那安旭去大营找我，说他四妹端庄稳重，善良大方，已经到了寻摸亲事的时候。哎呀，我这不是救了他一命吗？我听他的意思是想给我牵线，把他家四妹说给我。这事儿不对啊，谁家的亲事不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？说亲不是应该大大方方托媒人上门说相吗？哪有人的兄长直接跑去跟男方说亲的？我也是这么想的呀，所以当时就问了。安旭没办法了，这才说了实话，他也是实属无奈才去找我的。原来啊，那安四娘子在灵芝县的时候，被新任的灵芝县令的儿子看上了。你等会儿，我记得谢战说过，新任灵芝县令是杨直继子的兄长，那么他儿子就是杨子安的蠢货。应该就是。安旭也说那县令姓杨，杨子安看上了安四娘。是的，安家看不上杨子安，但那货总是纠缠安四娘子，安家就安排安四娘子回京了。啊，对了，安四娘的父亲在门下省任陆氏主事。陆氏主事品级虽不高，但好歹是正式堂的官员，属于大晋权力中心的一员。我不是在路上救过安旭和安四娘吗？后来安四娘的爹安大人亲自带着礼品和安旭去城外大营感谢我了，送的茶叶什么的不实用，我给卖了。所以说安家原是想送安四娘进京躲避杨子安，哪知道杨子安那货竟然找人在路上打劫了安家的队伍，想把安四娘劫走，打劫不成又追到京城逼婚来了。的确是这样子的，谁知道安四娘到了京城也没摆脱杨子安。前2日杨子安被打了板子，受了伤后啊，又着了点风寒，突然就人事不省，迷迷糊糊的说什么肚子里有虫子，骨头里也有虫子，还说到处都是虫子，在他身体里乱爬，请了大夫都不管用，眼看着就不能活了。杨家就想赶紧给他娶个媳妇儿冲冲喜。顾九听着这话只觉得有些古怪，想起来京路上在三阳县遇到那起通过咬人传染的疫病，不会是杨子安也被传染了吧？杨家想娶安四娘，所以安家着急了，才让安旭去找你。安家虽然拖着没答应，但杨子安的病越发重了，拖不了2日的。安家人也太会打主意了吧，赶紧给安四娘找个人家，他们就安全了。但他们有没有想过，你一个6品校尉没有根基，杨家把怒火转移到你的身上怎么办？那杨家仗着杨直的事可是霸道的很啊，杨直是大内总管，他安家对付不了，怎么就以为咱家能对付得了啊？嘿，你知道安家为什么突然有这个想法？为什么？还不是郡主您大展神威，给他们看到了。我听安旭说，他们安家就住在咱们延康坊的隔壁怀远坊，
那天杨直派人抬了被打的杨子安过来给你赔罪，附近好多人家的人都出来看热闹了。刚好安家的下人是当时在灵芝县时跟着安旭去过咱们住的客栈，见过你和二哥，认出你来了。所以他们就觉得我可以和杨直抗衡，才想着让安四娘嫁给五哥，这样就没事了。谢五郎用力点点头。顾九微微皱眉，他倒是不怕那个杨直，但是安家这心思实在让人不喜欢。五哥你是怎么想的？你可喜欢那个安四娘？如果五哥喜欢，那安四娘人品也不错的话，咱们娶回来也没事。杨直这时候不敢明着和咱们家为难。我也不知道。五哥啊，你喜不喜欢人家姑娘你不知道吗？别告诉我娘生你的时候七窍中给你落下了一窍啊！你一个七窍只通一窍的棒槌，还好意思说别人？咋的？是不是四哥从来没有告诉过你只有一窍通了的真相？行啊，五哥这对人功力见长呀，你说可气不可气？别说我还通了一窍，我就是七窍全不通，奈何谢震他不嫌弃呀。谢五郎气得干瞪眼，他这光通一窍都这样了，敢七窍都通，还不上天呢？哎呀，我是真的不知道，也没觉得喜欢，也没有不喜欢，但觉得吧，也到了该说亲的年龄。说到这里，往下就不好意思再说了。说亲的事儿，跟父母兄长说说没问题，跟小九娘说就觉得怪怪的。他不肯说，九娘就懒得理会他了。该知道的都知道了，一直等到傍晚，谢二郎和谢战回来，谢五郎才把白天告诉顾九的话又告诉谢二郎和谢战。这桩婚事我不太看好。首先说亲的目的就不纯，安家为了躲避一场祸事才想定下这一场亲事，他们就没想过九娘虽封了郡主，但到底根基还浅，对上杨直会不会遭殃啊？杨直树大根深，若真是想整咱们家，咱们也不好应对，这不是祸水东引吗？动机不纯，回了吧。安四娘虽其情可悯，但不是咱们造成的结果，咱们没义务为安家出头，亲事不着急，再等一等，将来咱们家什么样的人都配得上。那行，我就听哥哥们的，我这就去他们家找安旭回来这事儿。出门到怀远坊安家门前，让门房把安旭叫出来，很直白地表达了拒绝的意思。安旭望着谢五郎转身大踏步离去，叹一声也转身回去。四妹这是要出去？三哥，你竟然去找人家谢校尉说亲事，哪有女方这么上赶着的？还被人家拒绝了，你怎么能这么做？我以后还怎么见人？三哥定然不会拿我的婚姻大事自作主张，是不是我爹让你这么做的？大伯这不是没办法了吗？那杨家咱们得罪不起，大伯又不想让你嫁给那个纨绔，这才想到了这个办法。那也不能这么做，我找我爹去。安四娘一阵风的往回走，安旭在后面叫了几声都没叫住他，只得匆匆的跟上。大伯父，四妹都知道了。知道什么了？方才谢五郎过来了，回绝了这门亲事，四妹听到了。爹，您怎么能这么做呢？人家对我有救命之恩，还救了2次，咱们就这么报答人家，这不是坑人吗？我这是为了谁呀？如果有办法，我也不能这么做呀。难道你爹我愿意你嫁给那个杨子安？韩娘也别着急，你爹做法虽然不妥，但也是为了你好，你不能跟你爹这么说话。是女儿着急了，爹爹莫怪。那谢校尉有没有说为什么拒绝这门亲事？他说他家四哥说了，四妹虽其情可悯，但四妹的境遇不是他们家造成的，他们家谢家怎么知道韩娘被杨家逼亲了？谢五郎追问的紧，我就告诉他了。你傻呀，这话怎么能告诉人家呀？那不是谢五郎追问的紧，我也没办法呀。你个榆木疙瘩脑袋，不能编一个理由啊！首先，这件事情本来就是咱们做错了，我若提前知道，绝对不会让你这么做的。其次，既然已经去跟人说了，就得说得明明白白，前因后果交代清楚，说清楚了缘由，人家还愿意跟咱们家结亲，那最好不过。人家若是不愿意，那就算了，藏着掖着隐瞒事实，到最后如果人家得知真相，只会更恼怒，这样子就得罪了康宁郡主。难道老爷是觉得得罪康宁郡主没关系吗？行了，知道你行得端做得直，但你说现在怎么办？咱们这样的人家，找个能和杨家抗衡的，人家看不上咱们家的家世；找个一般的人家，又不敢和杨家作对，也就谢家。虽然有个郡主，但根基浅，不会嫌弃咱们家。郡主还能和杨家抗衡，除了谢家，我实在想不出还有谁能够解决这个难题呀。这里是京城，还没王法了。杨家要是真敢胡来，我就去敲登文谷告他们去。人家大可说只是提亲，又没有硬来你家抬人，怕就怕你就算敲了登文谷，到最后也落得个被打80杖的结果，我的差事也没了。担心官丢了才是最重要的原因吧。他
他们要真敢逼亲，我就去他们家大门口吊死。说什么傻话呢？这件事情咱们家绝对不答应。若他杨家真要报复，咱们大不了辞官回乡，做个富家翁也自在的很。你懂什么呀？富家翁，官身都还让人欺负了呢，没了官身会被人吞的渣子都不剩。那又怎么样？大不了跟他们拼个鱼死网破。你想的太简单了，鱼死网破，只有鱼死，网且破不了呢。你们出去吧，我想静静，再想想办法。安四娘沉默了，她爹的话不是没有道理，她爹有官身还护不住她，一旦没了官身，更是别人砧板上的肉。娘，我嫁，我若嫁过去能让家里消停，那我就嫁。嫁是不是嫁呀？免得让爹娘为我的事情烦心，也免得连累家里。你说什么傻话呢？爹爹10年寒窗，一步步走到这一步不容易。咱们安家全族都在灵芝住着，破家县令，灭门令尹，杨家想对付咱们家容易得很。我不能依着我一人，置爹娘和全族不顾。不着急啊，娘再想想办法。总之，娘不能让你嫁给那个不学无术的好色坯子。天光渐渐暗淡下去，谢家几人吃完晚饭时，已经完全黑了下来。今天发生了一件大事，你们要不要听？哦，不对，是2件大事。程安伯遇刺的事，你们知道啦？在外面吃饭时听到了一点。顾九仙小声地把今日进宫路上发生的刺杀讲了一遍，讲到范统领要带顾九去监察司。妈个巴子，监察司的范统领是吧？好得很，哪天老子带着兄弟们去把那老小子套了麻袋揍死。你小声点，大哥若在这里又要抽你了。最后程安伯赔偿了多少？100两金子。谢五郎的义愤填膺立刻僵在脸上。好吧，九娘是那吃亏的人吗？顾九接着把进宫后给宣平帝递小画的事，还有后来程贵妃被降位分，以及宣平帝招了陈太医的事，都小声的给兄弟3人讲了一遍。都敢打陛下的脸，这样都只是降了位分，皇上还要用程封、程领兄弟，这时候就不能处罚太过。为什么非用程家不可呀？换别人就不行？程家在京城盘踞20余年，世人皆以为是因为程贵妃，哦不，程昭苑的关系。不是吗？是也不是。程昭苑当年固然得宠，但归根结底一个屠户家的女儿，就算姿色好一些，性子刚好投了皇上的喜好，也不至于让皇上一宠20来年。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皇上需要提拔一家没有什么背景的，但又不择手段想往上爬的人家来做他手里的刀，以便制约3省。皇上的性子既不想大权旁落，又不太愿意为政事烦心。3省中，中书令是护国公，正直公允，有能力，所以就算有时候难免强势了一些，甚至屡次顶撞皇上，皇上也能容忍。门下省侍中裴贤裴大人认真严谨，刚正不阿。尚书省尚书令崔瑞虽然处事油滑，但不缺乏能力。3位相爷把持着3省，政事处理得井井有条，几乎不用皇上操太多心。但这也造成3省权柄过大，3项商量好的事，中书省草拟圣旨，门下省审核，尚书省执行，一切井井有条。就算皇上不理政事，朝廷上下也会运行得井井有条。哦，有没有皇上都行。也不能这么说，总得有人统筹大局。但是皇上有些举措或者政令，在得不到3省的认同时，就无法执行，是真的。3省权柄过大，所以皇上才建立了监察司。监察司为皇上做一些见不得人的勾当，同时监察百官。监察司与百官就是一种威慑，稍不注意就被构陷罪名，落个抄家流放的下场。百官因此畏惧皇权，依附皇权，不至于完全以3项马首是瞻，避免发生百官只怕相爷不怕皇上的事。正是有3项兢兢业业的打理，避免了皇上操心劳神。百官有监察司监视，避免某个势力过大威胁到皇权，这样皇上揭落了清闲，又不至于失去对朝廷的控制力。我懂了，监察司是皇上手里的刀，但是虽然看似风光，却是得罪人的差事。一旦将来皇上千秋，监察司就蹦跶不了了，所以皇上只能找没有根基，只能依附皇权，野心勃勃想往上爬的人来做这件事儿。二哥所言不差，所以一开始皇上才给程昭苑那么大的体面，扶持了程昭苑，就等于扶持了程家。那是不是九娘今日这个小话一递，皇上就对程凤的忠诚度产生了怀疑？今日皇上把程昭苑直接降为昭苑，是不是表示皇上已经厌弃了程家，有替换程家的意思？还不至于，这件事只能让皇上看清楚，程家并不如表面忠诚，程家的一身荣光皆来自于帝王，皇权面前他们什么也不是，皇上能扶他们上位，也能立刻让他们一无所有。今日借着程昭苑的闹腾，
也算是给程家一个警告，起码让程峰认清现实，今后不敢起什么心思。这么说，程家还会嚣张很多年。若皇上真不想再用程峰、程岭兄弟，这次程昭院直接就进冷宫了。既然只是降了位分，说明还需要程家继续做这把刀。这么说，程昭院以后不一定一直是程昭院，有可能再复宠？也不是没可能，这得看皇上了。皇上若是对于程峰有很大不满，也可能就一直是昭院。若是皇上只是给程家一个警告，或许过段时间就重新变回贵妃了。九娘今日这小话一地，起码让皇上对程家的信任大打折扣。今后不会再像以前那样宠信，也就不会十分维护。如果再发生惠安侯和程安伯对上的事，皇上也不至于全然偏袒程安伯了。程岭如今任着北衙禁军、羽林右卫将军，负责皇城禁院安全，下层将领中也有不少程家的势力。皇上不像以前那样宠信程家，就会想要剪除一些程家的势力，免得养虎为患。还是我们九娘有福，一来就把皇上和程家无比亲密的关系扯开了一道大口子。谢湛心里十分满意，他原计划到了京城后慢慢吐质，用上1-2年的时间搜集程家的罪证，联合郑世堂逼皇上除掉程家。但九娘这一通操作，皇上跟程家有了嫌隙，将来的仗就好打多了。九娘果然是福星来的。是的，是的，这要搁以前，我想都不敢想，今后有一日能混到昭武校尉，手底下管着100来号人，就是打九娘来了咱们家，我这运势啊，如滔滔江水，挡都挡不住。你做到校尉，难道不是老四预料到要打仗，所以赶紧送你到折冲府从军才挣来的？顾九不再纠结前一个话题，也不知道那15怎么样了，他为什么要刺杀程峰？程峰这些年利用权力造成的冤案无数，不少官员因为他抄家的抄家，流放的流放，程家人骄纵跋扈，到处树敌，想让程峰死的人大有人在。不过15能不能化险为夷，还得看监察司的能力。目前看来，因为你的介入，15看起来几乎没有什么嫌疑。如果审讯的人只想弄点钱花，很可能就没事了。但如果审讯的人精明能干，经验丰富，那15就糟了。为什么就糟了？15看起来明明一点都不像刺客，一点也没有嫌疑，只要他死都不招，应该没事吧？如果是精明能干的人来审讯15，不是看他的话有没有漏洞，而是用事实来证明，能去刺杀程峰的人剑术肯定好，常年练剑的人手上的老茧磨的位置都一样，懂行的人上手一看就能看出来。背部也比较强壮，因为射箭时是肩背用力。几人正说着话，谢五郎和谢湛同时一顿，然后露出侧耳细听的神情。这时一条黑影如迅捷的猫一样从门口微弱的光群里一闪，融入门内的黑暗里。谢湛和谢五郎正打算采取行动，这人往前悄悄走一步，小声道：在下15，今日多谢郡主援手，15万分感谢。他日郡主若有任何差遣，石某万死不辞。好啊，我现在就有事请你帮忙。什么事？郡主但说无妨。第一波射箭那人怎么样了？你又是怎么从监察司出来的？那家酒楼的后巷距离朱雀街太近，射完箭，监察司的人很快就能赶到。我们当时就计划好了，他如果跑不及，就直接自杀。他死了？监察司的酷刑，一般人受不住，与其被抓，不如早早自杀。我从监察司安然无恙出来，是因为我家人送了大量钱财，他们本来对我没怎么怀疑，后来查了我家以及约在茶馆中的朋友，证明都是真的。他们抓我去监察司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索要钱财，钱财到了就把我放了。你们为什么要刺杀程峰？抱歉，这个问题请恕石某暂时保密。今日石某冒昧前来，一是感谢郡主援手之恩，二是想问问郡主把我那弓箭藏哪里了，我好去取回来，免得被监察司找到。我拿回来了，你在这等着，我回房给你拿。谢湛陪着顾九，两人一起往后面顾九的住处去。谢湛看着那么长的包袱，有些无语。他家九娘有秘密还不想说，那就不说吧。15拿到弓箭，告辞离开了。冒昧登门实在是太无礼了。小夫人娘家姓张，武库司都尉杨明是我家相公。芙蓉娘一听这话，却脸色一沉。当年她的祖父就是因为武库司都尉杨明的小妾生病，她祖父拒绝进京治疗，才被安了一个卖假药的罪名，冤死在牢中的。郡主肯定没听过我家相公，但是一定听说过我家相公的二叔大内杨中官，就是我家相公的二叔。顾九听到这里就明白了，原来这位是杨直的侄儿媳妇儿，她上门难道是为杨子安那傻帽求诊的？郡主可能猜出来了，杨子安就是我家那不成器的侄儿，
这孩子前几天因为得罪了郡主，被我家二叔杖责，后来不小心染了风寒，哪知竟然一病不起，天天嚷着有虫子，请了无数大夫都说不上来是什么病。明明这只是棒疮和风寒，精神却一日不如一日。我家二叔曾说过，子安那孩子得罪过郡主，我们本来也不好意思上门求郡主救人，奈何那孩子是我家大哥家唯一的男丁，我大哥大嫂人不在京城，那孩子若是有个3长2短，我们实在是担待不起，实在是没办法了，才厚颜上门求郡主救命。郡主，您大人大量，别跟那个混小子一般见识，求您救救他。您只要是能出手救他一命，我们杨家算是欠郡主一个大人情，不管让我们做什么，我们都绝无二话。我也不是那斤斤计较的人，也没记杨子安的仇，毕竟当初挨打的是他，后来杨总管又赔了礼物，把人揍了一顿，这事在我这儿早就过去了。啊，郡主果然是做大事的，心胸比常人宽广得多。也没有，毕竟你们杨家吃了大亏。子安不长眼得罪了郡主，吃点亏也是应该的。顾九主要是对杨子安体内有虫一事实在太好奇，就想去看看到底怎么回事，但觉得不能轻易答应他。听说你们家打算娶安四娘进门冲喜，郡主认识安家四娘子，有点交情，我们都是荆州人，只要郡主能出手救救子安，安家的亲事我做主，就这么算了。可是杨子安能从灵智追到京城，万一他病好了舍不得放手怎么办？这一点郡主放心，我在这里给您打个保票，这桩亲事就此作罢。若今后子安不知好歹，还去纠缠安家娘子，我就让我家相公给他送回灵智县去。顾九点点头，也不怕他说话不算话，他就是治人的，区区一个杨子安，他还能治不了啊？我一会儿就派人去安家说一声，也免得他们家一直放在心上。行，那我这就去看看杨公子的病。你们几个别站着，快把礼物给郡主搬进来。外面的婢女们鱼贯进来，把手中托盘一一摆在待客的机上。顾九就随着杨张氏往外走。十儿留下来收拾东西，我陪郡主去杨府。奴婢觉得自己陪郡主出门比较合适，东西奴婢也不会收拾。芙蓉娘想去看看那杨明是什么样子，也看看有没有什么机会报仇。这是去出诊，你能干什么？是会给患者消毒啊，还是会包扎伤口？再不济能给针具刀具消毒，位置摆放好也行啊。我能保护郡主。郡主是去给人治病，杨家还不得把郡主供起来，没有危险的。龙娘子，你欺负人！快去叫仆妇们过来，帮着把东西收拾好。顾九和芙蓉娘坐上马车，跟着杨张氏来到杨家所在的金人坊。就是普通的风寒，没什么大毛病啊。其他大夫也都这么说，但是喝了药完全没作用，病情反而更厉害，整日昏昏沉沉，总是叨叨着说有虫子在肚子里爬，感觉骨头里痒，有虫子在啃他。顾九越听眼睛睁得越大，芙蓉娘也觉得这情形怎么这么熟悉呢？难道不应该啊？那人都死了。顾九干脆让系统扫描一下杨子安的身体，结果什么也没有，他体内好好的，哪有什么虫子？子安呀，康宁郡主亲自来给您看诊了，你放心，你的病很快就能好起来。郡主救命啊！我也得了那种身体里生虫子的病，我也吃野味，我吃过蛇，还有狼、獾，还有山狸，吃过很多，我背上痒痒，肚子里也痒痒。这个胆小鬼，大约那天看到他解剖得疫病死的那人，看到那人肚子里的虫子，后来又听说那病是因为吃野味导致的，所以心里一直膈应。我知道错了，今后再也不敢吃野味了。你不是会给人开膛破肚吗？你把我的肚子剖开，把虫子都弄出来行不行？那骨头里的怎么办？难道让我把你的骨头都敲断了，把里面的虫子取出来？还真有虫子啊！那是不是很疼啊？行了，不用开腹，肚子里的虫子也好治，我给你开几副药，吃完就能让骨头里的虫子爬到肚子里，然后你一吐，它们就出来了。芙蓉娘有些不忍直视，九娘啊，你就算糊弄傻子也稍微认真点啊，这话也就傻子会信。咱们出去吧，我开个方子，吃几天就没事了。真能治好？真的能治好？不用剖腹？不用剖腹，能治好。到了外面，顾九才告诉了杨张氏杨子安这病的起因。他当时看到那个场面，心里一直留了阴影，所以借着这场病就发作了出来。杨张氏听得毛骨悚然，光听都觉得受不了，难怪子安看过后一直忘不了。不过也放心了，不是传染病就好。
他这是自己吓出来的心病，心病难治，你只告诉他没虫子是没用的，他不会相信。这心病怎么治啊？其他病还好治，这愁死个人啊！我能治啊，我给开几服催吐的药，每当他吐的时候，你们就想办法在他的呕吐物里面放上一些白色的虫子，让他以为虫子是他吐出来的，这样多来几次，他就会以为肚子里的虫子吐干净了，病就好了。对呀，他说肚子里有虫子，这吐出来不就好了？郡主这主意好，还是得郡主就是有办法。心里则在抓心挠肝的难受，就几副催吐药，他们家给了100两银子，5匹绢，4块玉饰，还有一把上好的匕首，2块端砚。本年最大的冤大头就是他们杨家了，可别让他发现了，不然可就前功尽弃了。还有那虫子像那鞋底的针那么粗细，白色的，可别搞错了，不然你给他弄成红色的虫子，他吐出来之后说那不是他肚里的虫子，那才糟了。好，我记下了，郡主人真细心。催吐药芙蓉娘都能开，顾九就没动手。开完药方，两人就告辞了。杨张氏送两人到大门口，刚好遇到匆匆回来的杨明。芙蓉娘死死盯着杨明，把他那张肥脸牢牢记住，看得杨明都察觉了他的视线，扭头看过来。杨张氏也微微皱了皱眉，硬堆起笑容，问芙蓉娘：“您见过我家相公？他可有哪里不对劲？”两位别介意，这是大夫的通病，看人先观察面色，好多病症都是能通过面色看出来的。杨大人过于肥胖了，肥胖会引起很多疾病，而且都是不太容易治好的病，以后还是注意点。原来是这样的，我们听郡主您的，今后一定多多注意。顾九和芙蓉娘坐上马车，马车走了一阵子，顾九问道：“蓉娘姐姐，你是不是认识那杨明？”主要是芙蓉娘盯着杨明的眼神太专注，由不得他不想。我祖父还在世的时候，十分擅长疑难杂症。那年杨明的小妾得了怪病，就派人去了荆州城，找我祖父进京为他的小妾看病。我祖父性情耿直，十分不齿杨明的为人，就找了借口回绝了。后来我祖父就莫名其妙的被人告发卖假药坑害人，被抓进大牢，没2日就说他老人家自尽了。真是没天理了，一个武库司都尉而已，手竟然敢伸那么长，真该给他剁了。早知道不提醒他了，那个死胖子就该让他一直胖下去，到最后被病魔折磨死。九娘，你是个合格的大夫，在那种情况下怎么也得提醒2句。不对啊，蓉娘姐姐的祖父在荆州行医，杨明在京城，他老人家是怎么知道杨明的为人的？犯愁，早知道不说了。九娘一贯聪明敏锐，看到一根藤就能摸出个瓜来。我祖父他老人家以前是个太医。太医啊，和谢湛和娘都认识的太医，这个瓜好大呀。顾九好奇的满心长草，这肯定又牵扯到了谢湛的身世和娘的出身。算了，不问了，牵扯太大了。吃完晚饭，芙蓉娘先把今天的事儿跟谢湛讲了一遍。那杨明胖成那样，身体很容易出毛病，我观他面色略带潮红，喘气促而急，像是有心疾。这种病很危险，一个不注意，那可能就是要命的事儿。那杨明不是宠爱他的小妾吗？因为那个小妾还害死了蓉娘姐姐的祖父。咱们找个人，就15，他不是还欠着咱们情吗？让他潜入杨家，等杨明去他小妾房里时，给他弄点助兴的药。他一个有心疾的患者，不能过于兴奋，一兴奋就犯病了。那他万一来找九娘出诊怎么办？到时候是救还是不救？这个倒不是问题，只要时间卡得好，九娘到时候上山礼个佛什么的，一时半会儿回不来就行了。这个可以有，不过心疾发作很快，就算我赶去，10有8九也救不活他。保险起见，我还是去外面转悠转悠吧。想让一个人死，办法多的是，也不见得非得这样。比如我会用一种反针法，这个反针法施针时不留痕迹，无症可查，身体毫无异样，过段时间才会发作起来。发作时冷热并起，杂症纷扰，除非懂得反针法的人，否则任谁也看不出问题，保准他不声不响的玩球。还有，南星和半夏一起吃有毒，咱们可以用南星和半夏喂鸡，生物对毒素有负极作用，鸡吃了这2样药，毒素浓度会增加，带毒的鸡肉混入了杨明的饭菜中，他就一命呜呼了。再不行，我悄悄给他一件就完事儿了。还有，谢湛和芙蓉娘看顾九两眼闪闪，满脸兴奋的模样，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。神医他要是存心害人，有几个人能躲得过去的？要不九娘教我反针法，我试试。让杨明死不难，像九娘说的，我们有很多种办法能让杨明悄无声息的死，但他死后，他的妻子儿子还会继续享受他的余荫，在杨直的庇护下依旧能过得很好。蓉娘姐姐是怎么想的？只要杨明抵命，还是让他一家都不好过？起码让他和那个宠妾都付出代价。这个好办，我觉得我第一个办法就很好。那种死法有个名字叫马上风，
杨明这么不体面的死了，杨明家人和夫人肯定以为那小妾不知节制，害了杨明，这样小妾也活不成了。谢战干咳了2声，这个话题实在不好深入讨论。想牵连他全家，就需要从差事上做手脚，但有杨直在，不好做成。杨直和程家沆瀣一气，在京城不说只手遮天，势力也是很庞大的。不管给杨明扣上什么罪名，杨直也能想办法找人顶罪。所以咱们就先按九娘的办法，把杨明先拿下，等我抽出空再慢慢对付杨直。没有杨直的庇护，杨家人就什么也不是，不用咱们动手，仅杨直坑害过的人就能让杨家人活不下去。这样子报仇才算是报得彻底。孙郎不用急，你忙你的事重要，就按九娘说的，咱们先对付杨明和那小妾。3人商量好，顾九就抽空教芙蓉娘助兴的虎狼之药，芙蓉娘亲自做的药，也算自己动手了，为祖父报仇了。顾九再次进宫的时候，杨直也在宣平帝身边服侍。顾九看了他好几眼，这老家伙要不要给他弄点什么药，让他死得快点？户部为郡主寻的宅子找到了，奴婢去看过了，地方贼大，地段还好，就在务本坊国子监的隔壁。那地方以前是女学，后来女学停办了，就一直空着。地方是挺好的，就是有些时日没入人，只有工部派人隔段时间去看看，还得修缮。修缮不是问题，只要有地方什么都好说。朕让工部找人给你修，你尽快去看看。修缮时有什么要求，提前计划好，跟他们交代清楚。好嘞好嘞，那个修缮的材料和工钱，宅子朕都给你了，修缮的钱你都不舍得出。宅子是您送的，送完了我还得修缮，这等于您只送了一半。您是皇上，这天下都是您的，送人东西送一半，说出去多损您的颜面呀，您说是吧？怪不得老皇说你抠门，果然抠门的紧啊！你自打进了京城，可是弄了不少银子了吧？上次监察司赔你的还有40两金子，折合400两银子了，单这一项就差不多了吧？皇上你也抠门，几百两银子还跟臣女算计得这么清楚。行了，这钱朕给你掏，行了吧？奴婢那侄儿媳妇儿听说也送了100两的银子给郡主，郡主也不是缺钱的主。杨直说起这个，顾九想起杨子安的病，顺嘴问道：我也没再去看看，杨子安怎么样了？好了没？难怪说您是小神医呢，那么多人去看了没用，您一副催吐药，眼见精神就好起来了。就是那虫子怪恶心的，还不好找。顾九也觉得不好找，白色的虫子除非是蛆，还是得是那种还没长大的小的，不好找就拿生肉让它放坏了，自然就生出很多蛆虫。顾九一边说着，一边让黄公公伺候着宣平帝，撩起裤腿露出腿上的金瘤检查。治病还需要虫子？顾九就把来京的途中经过3阳县时发生的那件事讲给宣平帝听。得那疫病的人确定都死光了吧？不确定，我们只是听那夫妇俩说没有了，具体的有没有也不知道。不过我们离开的时候跟县令说了这件事情，他只要不是糊涂的就会去查看。那病需要通过血液传播，就算还有，只要控制住了，就没有什么大碍。你家那侄孙也是得了那种病？没有，他就是胆子小了点儿。郡主那天检查那个死者，他刚好看见了，恰好他平时也爱吃个野味儿，回来就以为自己也得了那个病，自己把自己吓个半死。顾九就嘻嘻哈哈的把自己用的治疗方法讲给宣平帝听。病还有这么治的？治病的手段五花八门，也不仅是汤药真实，有时候还需要吓人骗人。说起这个，顾九想到一件趣事，以前也遇到过这样的病人。有个人他上山砍柴时看到一条小蛇，拿棍子打一下没打着，蛇窜到了草丛里了。他找了好久都没有找到，后来累了就在原地休息，哪知道竟然睡着了。睡醒后感觉嗓子又干又疼，嘴巴里还有一股说不清的味道，他就觉得是那条小蛇从他嘴巴里钻进去了。回去后就总是想，也不知道那条蛇有毒没有，蛇在他的身体里是不是一直活着。就这样想啊，越想越觉得害怕，就去找大夫求诊。大夫告诉他这是不可能的事情，他当时感觉嗓子干疼，可能是上火了，在野外睡着，风邪入体才有那样的症状。可他不信呢，一直说肚子疼，说那条蛇在他的肚子里面咬他肠子。那蛇真能钻进人的身体？活物都是需要呼吸的，如果蛇从嘴巴里爬进去，不能呼吸了，自己就会倒出来，倒不出来就憋死了。老黄你啥也不懂，别打岔。可不管大夫怎么说，他就是不信，说那蛇白天也咬他，晚上也咬他，都快把他肚子给吃空了。可大夫们实在是检查不出他身体有什么毛病，他闹得大夫们没辙了，就想出来了一个办法。你们猜猜是什么办法？难道是把肚子给他剖开，找一条蛇，假装是从他肚子里取出来的？哎呦，可不就是这样啊！
皇上这要不说呀，奴婢且猜不出来呢。这杨老头就是会拍马屁。皇上猜对了，就是这样。只不过好不容易给他找来一条蛇，假装从他肚子里面取出来的，他却哭着说错了，说他肚子里的蛇是褐色的，不是绿色的，说这一定不是他肚里那条蛇。这给人开腹之前也没问问是什么样的蛇，难怪郡主还专门交代奴婢那侄媳妇儿找虫子时一定找白色的，万一颜色差了，奴婢那侄孙说不是他肚子里的虫子，可就白费功夫了。这是有经验了。后来怎么办了？大夫们没办法了，只好告诉他，他当时肚子里其实是爬进去2条蛇，先把绿色这条取出来，下一个才是褐色那条，最后又给他灌了碗麻药。大家马不停蹄的去给他找褐色的蛇，好不容易才在菜市场卖野味的摊子那儿给找到了一条，他的病这才好了。他若是又说他肚子里的蛇是小的，没那么大，这可怎么办啊？那只好说那蛇进他肚子里的时候是小蛇，过了这么久，现在长大了。宣平帝又是一阵哈哈大笑，他因为身边也没个孩子，也因为平时不苟言笑，从没有人给他讲过这些趣事，听着感觉还挺有意思的。真是天下之大无奇不有啊，居然还有这样的人。可真是笑死人了。边笑边蹲下帮着宣平帝放下裤腿儿，哪知这么一蹲一用力，一个又响又臭的屁就突然给崩了出来。老黄啊，你这吃了什么呀？怎么这么臭啊？御前伺候的别说放屁，就是身体有点异味也不行，真的想放也得憋着。杨直这么一补刀，黄公公的脸就由红变白了，忙跪下磕头。瞧你说的，你说你闻都闻了，还管人要配方，不厚道了是不是？宣平帝一怔，旋即噗一声笑喷了，直笑的身体前仰后合，完整的话都说不出来。康宁说的没错，你说你闻都闻了，还管人家要配方，忒不厚道了。宣平帝这一笑，黄公公算是松了口气，一场危机算是过去了。好好的整老黄的机会，可惜被搅和了。就算要了配方，吃一模一样的饭菜，也放不出一模一样的来啊。郡主说的是，奴婢的确没老黄这本事。一直到顾九给宣平帝斟酒完离开，宣平帝脸上的笑意还没收干净，指着顾九的背影跟杨直道：朕很多年没有见过这么有趣的孩子了。郡主的性子的确十分有趣，今后还得让郡主多进宫陪皇上说说话，这样皇上的心情啊就会好很多。老杨，你说的没错，每次见康宁这孩子，朕的心情都好多了。杨直无奈的心里直叹气，好吧，孩子2个字都叫开了，皇上也是膝下太空虚了。多谢郡主方才为奴婢解围，若不是郡主，今日奴婢殿前失仪，怎么也要挨几板子。不谢不谢，咱谁跟谁啊？甭客气。黄公公最近是不是便秘了？方才您那个屁真是臭啊，恐怕是便秘才能够放出这么臭的屁。那个最近是有点儿。手伸过来我看看。顾九等了一下，见他不动，疑惑地望着他。黄公公欲哭无泪的，只好伸出手给顾九把脉。顾九诊了一会儿，又看看他的舌苔，没事儿，热秘而已。由于胃肠积热、燥热内结，耗伤津液、大便干结而引起的便秘，不是大毛病。奴婢知道了。黄公公在宫里喝汤药不方便，回头我给公公做点丸药调理调理就好了。多谢郡主。郡主每日那么忙，这多麻烦呀！我这也不是什么大毛病，您看这……没事儿，公公的药好做，我家柔娘姐姐就可以，还有我那徒弟，小事儿别客气。哎呀，师傅，您怎么来了？医堂找好了，皇上会派工部的人去修缮，我把钥匙给你，明日你去看看，先想想怎么修，怎么改建，然后咱们再和工部结合。是，弟子明日就过去。刚好太医署那边的事也交接完了，弟子明日是不是叫上邓先生一起啊？行啊，你做主就好。有道是有事弟子服其劳，咱也是有弟子的人了，活儿他不干谁干？这2日天天有大夫上门，都说是听说师傅您会传授烧山火和透天凉2种针法，一个个的过来询问，害得弟子这2日什么也没干，天天就招待他们了。咱医堂总归是需要人手的，早点报名也好，都拉去医堂帮忙干活，能不能干活倒在其次，趁机观察观察品性才最重要。偷奸耍滑的、品性不正的全都不要。咱们医堂是传道授业的地方，是治病救人的地方，若是混进了几个品行不端、只会争名夺利的人，可就坏了一锅粥了。弟子省的，邓先生也是这么交代弟子的。回到家时，谢湛和谢二郎也已经到家了。
芙蓉娘根据顾九提供的方子，自己试做了一管含了助心药的迷烟，拿过来给顾九看。给我吧，我找人试试。啊？我找别人拿去平康坊试试。平康坊是京城有名秦楼楚馆聚集的地方啊。找人？你在京城这么快就有朋友啦？是清安阁，他在京里有点势力，要做成功了，你们不用去找失误，那人毕竟没有深交。这件事我会让清安阁找人去做，具体哪天去做，到时候我再告诉你。顾九就应下了。过了2日，谢战和谢二郎请了一下午的假，顾九也推了一些事，和芙蓉娘一起4人去城门口迎接徐氏一行人。每天让这混蛋走路都跟上刑场似的，好话不听，非得拿鞭子抽才行。哎呀，这一把年纪了还这么不听话。好多中风患者都会肌肉痉挛，引起疼痛，不想锻炼是正常的。不过侯爷这也锻炼一段时间了，按说也该不疼了，还是不想走动，难道是懒的？他就是懒的。哎呀，想想已经很好了。他其实没人搀扶，自己也能走走，就是又懒又胆小，没人扶他，就一直站着不动。还好遇见了你这孩子，不然啊，他下半辈子就只能在床上躺着了。就算每天因为他不想走路跟他生气，我这心里也是高兴的。能好起来的，您放心。上肢恢复要慢一些，不要着急，只要按照我说的方法坚持锻炼，这次的药吃完也就差不多能恢复了。我这里也有个好消息告诉你，那宅子收拾好了。哎呀，其实早就能住了，只不过因为有些年头没住人，家具什么都旧了，我让人重新上了一遍漆，这不新漆才干透，味道也散了。殿下您送人宅子还管上新漆，您真是太周到了。这些年那宅子一直是张李2房下人在那边打理，他们2房人在那边习惯了，就给你留下吧。等会儿我就把他们的生气给你。连下人都送了，这有点不好意思呢。他们2家人啊，都是我府里的老人了，知根知底，用着放心。那张家的大小子是个能干的，李家那老头让他看个大门挺好，起码他对京城的人也熟悉，知道什么人能放进去，什么人不用理会。好的好的，我镇城那么大的宅子人手不够呢，您可真是及时雨。家事你也会操心？偶尔也是要操点心的。给惠安侯针灸完，带着2房下人的生气，顾九开开心心的告辞离开。这是今日上午怀远坊安家夫人和安四娘子送来的谢礼，说是感谢你帮安四娘子推掉了杨家的亲事。安家人实在是太多礼了，都递了2次帖子了，我一直没空就回了，大约是看二嫂到了才再次上门，我瞧瞧他们都送了些什么。顾九打开一看，见是几块黑黝黝的石头。徐氏看了几眼，有些疑惑的道：看起来像是黑石头，安家既然上门感谢，不可能送几块石头的，难道这是龙晶？二嫂聪明，这东西要是送给不懂的人，指定就浪费了好材料。这个是龙晶，做手术刀十分锋利，硬度还很高。龙晶就是黑曜石，后世的手术刀中就含有黑曜石的成分。安家人真是有心了，也不知道是跟哪位杨医打听了，知道这东西能做手术刀，真是太有心了。谁太有心了？随着说话声，谢二郎走了进来，后面跟着谢战，两人已经散学回来了。这是安家的谢礼，我打算用这些黑曜石做一套手术刀，陆叔会用铁器打刀具，石头也行吧？应该是可以的。你要什么样式的，我明日抽空拿去给陆叔看看。一会儿我回房把式样画出来。你来说，我帮你画。好啊。这件事解决了，顾九就说起今日去看宅子的事儿。我想尽快搬家，这边实在是有些远，而且还小，后日行不行？那天你们刚好休沐。那就后日吧。后日就后日，反正咱们家搬家从没讲究过日子。家具不需要搬，就衣服首饰书籍还有贵重的财物，马车拉2趟就行了。那边什么都现成的，除了日常用品，的确也没什么可搬的。后日休沐，早点把东西拉过去，我和二哥还可以去给大吉他们安排学堂的事。咱们搬走后，这座宅子还留着，将来娘和大哥三哥他们都来了，那边怕是住不下。的确是个事儿，眼看孩子们都大了，还是要再买座大宅子的。那边暂时住可以，毕竟是顾九的宅子，一家人长久住着就有些不太合适了。很快到了休沐日，一家人把各自的东西收拾收拾，先把东西送过去，然后马车又跑一趟过来接人。谢战和谢二郎都还没去后面看一眼，门房李茂才就来报，黄公公带着一干小太监到了。奴婢恭喜郡主乔迁之喜，
郡主啊，皇上说您这搬家静悄悄的，也太冷清，让奴婢给您送个礼物，热闹热闹。顾九看着这高大上的牌匾，心里有些愧疚。皇上虽然不是什么好皇上，但对他实在是不错。要不下次给他做药丸，就不用参须了，给他揪几根千年人参的参须。公公回去替我谢谢皇上，等我明日入宫了再给皇上磕头谢恩。奴婢一定转达郡主的谢意，皇上交代了，让奴婢一定帮着挂上。那就劳烦公公了。谢二郎急忙去找李茂才找梯子，黄公公尽心尽责地指挥御前侍卫们把匾额给挂好。许氏悄悄回去取了一锭10两重的银子，出来塞给谢二郎，示意他给黄公公。公公辛苦了，不如进来喝杯茶，歇歇再回去。使不得，使不得，咱家跟郡主不讲究这些，您快收回去吧。谢二郎又往前递，黄公公再推辞。顾九在旁边道：好了，二哥，黄公公不是别人，不用这么外道。是的，是的，咱家可不能要，郡主送奴婢的药可没要银子，没道理奴婢就走了几步，还要郡主的打赏，奴婢成什么人了？黄公公告辞离开后，谢战抬头看看那匾额，心里叹一声，脸上露出笑容来。笑什么？这么开心？皇上待你可不薄，皇上送你这匾额，意思是这是你的府邸，你是这里的主人。九娘住正院吧，本来就应该的。谢二郎也深以为然。顾九看这个看看那个，就明白过来了。皇上难道是担心他被谢家人给欺负了？送个郡主府的牌匾，告诉别人这是他的宅子，他才是主人。皇上心思还挺多的。我本来也是这个意思，这宅子是大长公主送你的，咱们先住着，等娘他们都来京城了，再买一座大点的宅子，大家再搬过去。那行，到时候宅子我来买，我赚那么多银钱都没地儿花，放着发霉，还不如花出去。算了，不争这个了。谢战决定在吃软饭这一事上彻底躺平。半下午时，腊梅来报，说是淮南伯府2房的姑娘来找郡主玩。你可真忙，见你一面真难。那没办法，谁让咱们有本事呢？的确，我可真是羡慕你呢。哎呀，真怀念宣州的日子啊！虽然忙忙碌碌，但多充实啊！不像现在，每天也就绣绣花，应付应付姐妹们找茬。你还有姐姐呀？那以前我叫你程大娘子，你也不反驳。在宣州，我就是程大娘子；回了京城，有我大伯家的堂姐，我就变成程三了。我今天呀，还是偷偷跑来的。要是让我祖母知道我来了你这里，肯定埋怨我不带姐姐妹妹来。他们为什么要来？我祖母和大伯母，功利心太重了，炙手可热的人家都是要教一教的。我也是炙手可热的人。你是对自己有什么误解吗？且不说你神医的身份，谁家人不会生病啊？提前跟你打好关系，以后也方便。就说皇上对你的那份宠信，监察司那位还有杨总管都在你手里吃了大亏，可见皇上对你的看重。你天天忙，都不知道现在京城的那些权贵之家，多少人想叫好你，可惜啊，都没有门路。我祖母为了让我带姐妹们来见你，这些日子都对我和善了不少呢。原来我是大红人来着，你才知道呀？我是不是以后得穿着大红色的衣服，不然都对不起我这个大红人的身份？可以啊，再带一朵大红花。你那会儿说是回京说亲，说的怎么样了？定亲了？没有。你知道我祖母想给我定谁家吗？那家人你也打过交道，不会是陈安伯家吧？让你给猜对了，我祖母想把我定给陈安伯的三弟做续弦。陈安伯都这么大年龄了，他三弟也很大了吧？还是续弦？他有孩子没？听说那程川都30了，死了2任妻子，家里有3个孩子了。你祖母可真敢，不怕你家祖宗半夜出来抽他呀？我娘肯定是不答应的，任我祖母撒泼也好，骂他不孝也好，就是咬死了不答应。我祖父虽然糊涂，但好歹知道一点，我们家将来要靠我父亲才能在京城立足，不能把我们2房得罪了，所以才压着我祖母不让他答应。那现在你的亲事就是还没定？没有，我娘去年给我看中了一门亲事，对方是门下省侍中裴大人的长孙。顾九听到这里，心里就是一动，原主的祖父就是门下省侍中，这位裴大人是他的继任者。裴家家风正，可我祖母不愿意，不是因为对方不好，而是因为我娘没听他的话，把我嫁去程家，所以他故意刁难。你都不知道他多……我祖母她竟然故意跟裴家人说我从小身子骨就不好，还说我屁股小，不像是能生出男娃的。这祖母果然不是亲的。其实主要是糊涂，我爹官越做越大，换个精明点的肯定不能亏待我们，将来我爹也好帮衬帮衬大伯一家，哪怕为了能让我爹帮着我那几个堂兄弟找点差事做做，也不能这么把我们2房往死里得罪。
我们家的爵位到了大伯这里就只剩一个子爵了，能顶什么呀？大房又没个有出息的后辈，将来没落是肯定的。可我祖母可不管那么多，任性了一辈子，老了也不改。江山易改，本性难移，人的性子真的很难改变。我和裴家的婚事不了了之了，我祖母立刻又让别人帮着递话，想让我那二姐进入裴家。你祖母脸皮真厚。我祖母和我大伯母的为人，满京城谁不知道，人家当场就拒绝了。啊，那你不是也会受到家里长辈的影响？这亲事不好办呀。不说外人怎么看淮南伯府，就家里有我祖母，也是难上加难。我娘陆续又帮我看了几户人家，不是人家嫌我们家事多，就是都被我祖母搅和了。你们家要是分家了多好。我娘也这么说，我娘都快被我祖母给气死了，已经写信给我爹，让我爹跟我祖父说分家的事儿了。哎呀，但估计难，我祖父还想指着我爹帮他其他的儿子，才舍不得放我爹出去。顾九想了想，的确挺难的。识人重孝，特别是当官的，一个孝字压下来，立刻就能让人丢官去职。唉，我们家根儿在这儿，将来我爹调任回京，留我一人在宣州，我娘也舍不得。不说这些烦心事儿了，我今日来呀，就是问问你那饴堂还缺不缺人呢？我在宣州帮着我爹管理药属，对做成药有点经验，你看你那里有没有什么我能做的事儿？工钱不工钱的不要紧，我就是想找点事儿做做。我实在是不想天天在家里待着，看我那些姐妹们天天乌鸡掩饰的，不是蒸首饰衣服，就是蒸好亲事。成药的事，京城有医属在做，我没打算在医堂做。不过你要是真闲得慌，想找个事儿做做，我这倒是有办法，既能让你忙起来，还能赚些嫁妆。什么办法？我这里有香粉、胭脂、牙膏、香皂等等的配方，要不咱们合作开一间铺子，保准赚大钱。什么是牙膏和香皂啊？顾九把两者的用途讲给程燕听。还有很多眉笔、口脂、洗头发的、洗衣服的、洗澡的，咱们前期先做2样售卖，品种慢慢增加。好啊好啊，你说的我都没听过，肯定能大卖。你说怎么做，我都听你的。你先找找铺子，我这几日把牙膏和香皂先做出来，咱们再考虑具体怎么做这买卖。行，你12、13岁就能自己开医堂，我相信你。顾九心虚了一下，他其实是个甩手掌柜来着，只会动嘴，具体事宜都是别人在做。先前咱们家没人主事，人家递的帖子都回绝了，但是今日上门送礼的不少，咱们家总不能还不理会吧，总得办一次宴会，邀请人家过来做客。这是礼数，不可缺少。家里人手不够啊，在外面找酒楼订席吧，家里只需要准备些水果、干果、茶点就行。这样就省事多了，我明日把宴请的名单写一下，你们帮着参详参详。日子定下来，我去找酒楼订席面。家里的钱够用吗？老五买宅子还剩3000两，咱们来京的时候就给我了。这些天交束修、宴请先生也没花用多少。来京城时，娘担心咱们在京城花销大，还给了3000两，足够了，不用担心。明日我再给二嫂2000两作为家用吧。现在咱们家也算是家大业大，花销也大。这宅子既然是我的，二嫂来京都是为了帮我管家，帮我应酬，家用理应我出。你开心就好。家事商量完，又说了会儿闲话。顾九说起今日和程燕商量的开铺子的事儿，二嫂要不要一起做？这是独门生意，等生意铺开，赚大钱是没有问题的。做干嘛不做呀？端娘，你还有本钱吗？有，理疗馆赚的钱我也没怎么花，还有200-300两。我这里再给你添100两。够了，贤妻也投入不了多少银子。我替荣娘姐姐出一份。你那仨瓜俩枣自己留着吧，荣娘姐姐的我来出。谢战很尴尬。谢二郎和许氏都低头偷笑。我要那么多银子干嘛？我也没亲人，也没孩子，九娘平时给我的就够用了，不需要那么多银子。你才20多岁，万一遇到个不错的人，还是成个家，有自己的孩子，晚年才不寂寞。我没打算再嫁人，我就跟着九娘挺好的。许氏不好再劝，个人有个人的缘法。谈完这些事，顾九和谢战留下来继续说话。顾九说起程燕来，在宣州的时候，我就想着燕娘姐姐又能干，品性还好，能嫁给五哥就好了。不行，淮南伯府的名声不好，这门亲事不行。你怎么什么都知道？谢战笑了一下，没解释。徐清安进京2年了，大批人手撒下去，什么消息不知道。程刺史夫妇和他们的2个子女都是好的，但归根结底还是淮南伯府的人。淮南伯府有个糊涂的老夫人，有个烂泥糊不上墙的世子，还有个尖酸刻薄的世子夫人，这样的人家不能招惹。假如老五真的娶了程家娘子，那么将来若是程家那世子夫人，什么7大姑8大姨都带去你医堂看诊，完了仗着亲戚的情分不付诊金，你是跟他计较还是不计较？淮南伯夫人仗着长辈的身份，要求老五给他孙子安排差事，或者他家里子孙在外面惹祸了，要求老五去解决，那老五是答应还是不答应？顾九认真想一想，
觉得谢战的话有道理，那婆媳俩大约真会干出那种事儿来。只要两家结亲，这类事情就会层出不穷。咱们若碍于亲戚情面，或者为了不伤陈燕的面子给帮了忙，那自己会难受。若是咱们压根不理会，以那婆媳两人的德行，一定会到处败坏咱们的名声。虽然咱们想想办法也能够处理好这种事情，但你不觉得太麻烦了吗？与其沾上那一家子，不如干脆不沾。程家娘子人再好，有那样的出身，这门亲事就不能做。的确是这样，燕娘姐姐今日说，她祖母说了好多次，让她带着家里的姐妹来找我玩。我跟燕娘姐姐交好都这样了，如果真成了五嫂，那他们还不理直气壮的，什么事都想着找咱们帮着做。姑九心里不由感慨，摊上那样的人家，燕娘姐姐真是太倒霉了。总算没有傻到家。哼，我明明很聪明的。我家九娘的确是聪明的。老五的亲事你不用管，我这里倒是有个好人选。谁？你猜猜？难道是二嫂的妹子？怎么可能是青英妹妹？那两人从小就不对付，如果成了一家人了，还不得天天打架？总不会是安四娘吧？傻呀，严家表妹不行吗？5哥一个6品校尉，能配得上人国公府的姑娘吗？他虽然觉得谢五郎好，但这是个讲究门第的年代。咱们家门第虽然低了点，但家里人好相处。婚姻是结两性之好，是两个家庭的事，不能单看对方怎么样。女子嫁到男方家里，打交道最多的还是对方的家里人，娘通情达理，嫂子们也好相处，哥哥们都没什么坏心眼。嫁到咱们家里，起码日子过得舒心，一心为孩子好的人家不会只看门第，更何况老我的前程好着呢。外祖父和外祖母能答应？要不打个赌？不赌。你都不问赌什么？不管赌什么都不赌。这么聪明啊？那是当然。等家里宴客完了，老五轮休时，就约个时间让他们见一面。忘问了，你打算把你哪个表妹收给五哥？青云表妹吧。青云表妹年长一些，也更稳重，老五性子跳脱，更适合找个稳重点的管着她。那天我也要去，我去看看人家怎么相亲的。我这辈子都没希望跟人相亲了，看看别人相亲也是好的。你很遗憾，还想跟人相亲？没有，绝对没有。这世上还有比你更合适我的人吗？绝对没有了呀。这世上还有比你更好看的人了吗？那绝对也没有啊。相信你自己，你就是最棒的。我是最棒的，我家九娘也是最棒的。我们两个就是2根棒。我若笑死了，你这算不算谋杀亲夫？亲夫若是这么好谋杀的话，那我这辈子估计会谋杀好多个了。那我争取不笑死。看你这么识趣的份上，饶了你了。九娘，给二嫂的家用由我来给，你自己的自己收着吧。九娘，你快及笄了。这话题从天南拉到地北，足有108000千里之远。所以呢？及笄就能成亲了。有必要这么早吗？我觉得有必要。我觉得自己还是孩子呢，姑娘家太早生孩子不好，对大人对孩子都不好。谢战叹一声，算了，再等等吧。你刚才说你来给二嫂家用的银子，你最多只有100-200两吧？拿什么给二嫂？平时的小钱的确就100-200两，但是你忘了一件事。什么事啊？公孙哲的玻璃作坊，咱们和徐叔共有2成的份子。哦，对啊，顾九把玻璃的事儿交给谢战，他就不管了，都忘了还有这部分收入。也有2年了，分了多少银子？2年共10万。2成？1成。这2年的分成一直在清安哥手里，我来京城后他给我了，我收了1成。好嘛，比他开医堂外加宣州药署太医院的成药分成加起来还多得多呢。一直都是你在赚钱养家，这次由我来，虽然这钱也是你提供的方子才赚来的，但我好歹也出了点力，就算是我赚的，好吗？瞧你说的多卑微啊，本来就是你赚的呀，我就算手里有方子也找不到人合作。这笔银子给二嫂5000两用于家用，再给陆叔2万两，剩下的都给你收着，我用钱再问你要。好啊，这样的话我手里就有超过10万的银子了。哎呀，钱多了也愁花呢。你这话若是说出去会被人讨麻袋的。我才没有那么傻呢，出去才不会说。第2天一早，许氏就叫上李婆子跟他一起拟宴客的名单。等顾九起床，太阳已经升得老高了。今日要为宣平帝斟酒，到了宫里先谢过宣平帝昨日的赐匾牌之恩，完了又给宣平帝把脉，检查他身体恢复的情况。恢复的还是可以的，脏腑之毒已经排了大半，再有半个月也就不用针灸了。您只需要按时吃生乌再造丸，把损耗的元气补回来，很快就会彻底好起来的。郡主您放心，有奴婢看着呢，保准忘不了提醒皇上服药。
顾九又叮嘱几句，起身离开时，宣平帝叫住他，摇摇下颌，示意黄公公清场。黄公公忙吩咐店里伺候的小太监出去。您要跟我说悄悄话吗？宣平帝不搭理他，再次把手腕伸出去。不是刚检查过了吗？给朕看看，朕还能不能生出孩子？顾九挑挑眉，没有再问其他，而是把手搭到他脉上，仔细诊断起来。系统在脑海中说道：报告宿主，扫描到患者精子量极少，且没有活性，患者已经丧失生育能力。顾九一惊，隐约觉得这事儿不小，没敢轻易开口，在心里默问一句：影响日常运动吗？功能健全，除了不能生育，患者的不育是人为破坏，是不可逆的。顾九就明白了，这倒霉皇帝大约是中了谁的暗招。顾九放下手，问宣平帝：请问皇上，宫里最后一位有孕的娘娘是哪位？距离现在多少年了？宣平帝依旧面无表情，朝黄公公招招手，示意他过来。禀皇上，宫里最后一位有孕的娘娘是云昭容。当年昭容娘娘有孕3月有余，生了一场风寒，孩子没了。再早就是昭苑娘娘了。那是多少年前的事情了？宣平5年初的时候，奴婢记得那会儿天还有点冷。顾九也在心里算了算，现在是宣平24年4月，快20年了。这20年间，宣平帝都没有再让哪位妃嫔有孕，那么他已经丧失生育能力将近20年了。没有可能了。你也不行。皇上20来年没有子嗣，时间太久，现在从脉象上无法判断当初是因为什么原因导致的，不知起因，身体上也没有异常，就很难对症下药。宣平帝其实也没抱太大的希望，听到后虽然失望，但也还能接受。换了个话题，康宁能够把人的内脏切除后还能让人活下来，如果某个脏器坏掉了，是不是换个好的脏器人还能活下来？皇上脑子真好使，居然还能想到这些。理论上是可以的，手指断了再接回去，手臂断了也可以接回去，耳朵掉了人工做一个装上去，但只是理论上可以，实际没有办法操作。为什么没办法操作？这个有好几方面的原因。就拿断指再接手术来说，手指头里有好多根很细很细的血管，接手指并不是把表皮缝合到一起就完了，而是需要把里面很细很细的血管一根一根的缝合起来，这样手指的血液才能够流通，这根手指才是活的，不然就是缝好了断指还是会坏死。宣平帝听懂了，点点头。但那么多那么细的血管想给它缝起来，凭我们的眼睛几乎是看不清楚的。就算我们有比头发丝还细很多的针线，但就像把一只小蚂蚁缝起来一样，做不到。手指头在外面都这样，脏器尚在胸腔里，连通的血管更多更复杂，要把对应的血管一一吻合很难的。除了这个之外，最大的原因是我们的身体有排异性。简单的讲，就是别人身体的东西到了我们的身体里，我们身体里的血液不接受，会排斥它，这样它就死了，人也就没命了。有没有可能让血液不排异？的确有可能某两人的器官相互不排异，但没办法知道谁和谁的器官不排异，没办法试，只有一次机会，试错了人当场就死了。你小小年纪，这些稀奇古怪的医术从哪里来？我师父教的呀。你都这么厉害了，你师父岂不是神仙一样的人物？我一直觉得他就是神仙来着，来无影去无踪，我永远都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来，什么时候走，甚至他长什么样我都没见过，只能听到他的声音。你既然有这际遇，怎么就成了谢家的童养媳呀？你家在哪里？父母又在哪里？我不记得了，等我记事的时候就在外面流浪，可能是脑子遭过重创，小时候的事都不记得了。什么都不记得，怎么会记得医术？人的记忆是非常奇怪的东西，人有时候会刻意遗忘一些不愿意回想的事情。例如有的人在遭遇重大事故之后，心里不愿意接受，会刻意把那段事情给遗忘，记忆可能只停留在出事之前。我觉得我可能也是因为家里发生了什么重大变故，受了刺激，所以才把有关家的记忆全部忘了，只记得学医的事情。你在糊弄朕？绝对没有，人的记忆不光会选择性遗忘，还会被篡改。比如一个杀人犯，杀人后害怕被官府抓到，谎称自己当时不在场，他一遍一遍地告诉自己当时不在场，说得多了自己就信了。一段时间之后，他的记忆就彻底变成了自己不在场，人不是他杀的。有这样的事儿？绝对有。就算你失去了记忆，也不能随随便便去给人家做童养媳呀。您不懂，谢战那样的人遇到了就得赶紧先下手为强，不然被人给抢走了。你还需要去抢人？那会儿你多大呀？就想抢个小夫婿了？10来岁吧。皇上您看，我10来岁的时候就把谢战给拿下了，厉害吧？厉害。你现在是朕亲封的郡主了，全大晋那么多的优秀儿郎，任凭你挑选。你要是后悔了，朕再给你挑一挑。这可不用了，谢战就是最好的一个了。您是没见过他，您要是见了他，一定也会这么觉得。他是全天下最优秀的儿郎。
奴婢见过谢公子2次，果真是钟灵毓秀，长得跟那画上的人似的。不瞒皇上说，奴婢第一次见谢公子都不敢站得离他太近，奴婢生怕自己身上的浊气熏着他。比睢阳侯的那个小孙子还俊？不一样的俊美。睢阳侯家的小公子是那种安安静静的俊美，谢四公子是那种，哎呀，奴婢说不上来，就是看一眼背影就觉得很俊美的那种。谢战那种叫氛围美男，就是从头到脚，从前到后，无论身条还是长相都恰到好处，不需要看脸，哪怕就露出来一只手也能让人感觉到美的人，身上有一种美的氛围，就叫氛围美男。顾九这波解释到位，宣平帝懂了。俗话说绣花枕头一包糠，光有外貌是不行的。康宁啊，你不能只看外貌。您看我是那肤浅的人吗？谢战聪明着呢，他可不是虚有其表。他今年要参加进士科考试，到时候您就等着瞧吧。那朕就瞧一瞧，到时候他若是考得不好，你就听朕的话，在京城好好挑挑，再换个好儿郎。那不行，他考得好不好都是我认定的人。顾九和宣平帝你一言我一语，到顾九离宫，宣平帝也没说服他，再考虑考虑其他人。晚上顾九和谢战说起今日之事的时候，你这小傻子，今日你这一趟可是危机四伏，你居然懵懵懂懂，什么也没看出来啊！我今天很危险吗？皇上问你能不能换器官的事，你以为就是好奇？那不是好奇，那是什么？总不会是皇上想换吧？他5脏6腑又没毛病。他现在没毛病，那么将来呢？人老了，器官衰竭，若是能换掉衰竭的器官，人是不是能够多活几年？有没有可能一直换下去，人就能一直活着？顾九后知后觉的感觉到了害怕。这个想法看似荒谬，但他清楚的知道，后世的人已经研究了很长一段时间。皇上这人恋战权力，却没有子嗣继承他的江山，一直以来最渴望的就是长生。可惜他通过道家丹药长生的梦被你给搅了，于是他想另辟蹊径，用手术的方法来达到长生的目的。这不可能。所以后来他问你师父，你才10几岁就有这么高明的医术，那么你师父岂不是天人一样？你没那个本事让他长生，难道你师父也没有？他没有，他连个身体都没有，能个屁！你我都知道这件事多么的荒唐，可皇上不这么认为，他为了想长生都要魔怔了。你想想看，你说你师父来无影去无踪，神仙一样找不到，但若是你这个徒弟有生命危险呢，他会不会出来救你？顾九觉得浑身汗毛都炸起来了，难怪谢战说他今日危机四伏，难怪今日我看黄公公脸色不对，还偷偷冲我眨眼睛了。不过暂时没事的，皇上年岁还不算大，他就算有换脏器的想法，也得等再老一些，器官衰竭的时候再想办法换。他对你毕竟还是不错的，或许他不会拿你的性命要挟你师父出来，这也只是我的猜测。虽然是猜测，但我觉得还是可靠的。宣平帝平时对他太好，他都失了防备心，所以才没有细细想他话里的意思。你当时不懂，其实是好事，皇上知道你单纯，所以你说的话他都相信，这份信任对你是十分有利的。你放心，他既然怕死，你就是安全的，他还要你调理身体，为将来做打算，所以这之前皇上会为你保驾护航，你是无敌的，使劲做，没事的。也就是说，我是神挡杀神，佛挡杀佛，京城地界我横着走。没错的。